住在旧的那个记忆里面，可是真正的外面的已经都改变了。我们没有了解到这一层，所以呢，我们就现象迷惑，那起惑就造业，因业就受苦，就这样没完没了了。所以六道轮回。刚才呢，我们唱那个歌或者就讲说，我们佛老师把凡尘所有的道理都浓缩在这一首歌里面，所以深信深深的相信我们的生命可以留下累劫累世的记忆。累劫就是缘，累世呢就是六道轮回。那各位有没有对缘会对六道轮回留下记忆都没有了，因为我们从第10殿出来的时候经过孟婆庄让我们喝了忘魂汤，都把以前的忘光光了啦，然后才来完成降世。降世了以后重新来重新呢再这个过一生，就叫你分断了生死。那我们要了解说我们一降生了以后就有它的那个因果牵续会有什么因就呈现什么果报。有的一出生了以后人家呵护的长大，有的一出生这个地下爬，乡下孩子的你给在的家，这个没有父母亲主导，没有父母亲没有时间照顾他。那有的那个人家呵护而且你生出来那几十个狗，有好命无？咱哪会办呢？我们就是没有种那个因那个福报的因我们没有种，所以就没有办法享受人家呵护的那一种环境。可是完全都是相对从小都一直呵护长大，到长大以后连穿个鞋子都不会，连穿个衣服也不会，这样好不好？变成什么木偶人，对不对？红家头的长所以我们要了解说，上天给我们在凡尘磨练的机会，所以遇到挫折，遇到不如意不要难过，要感谢感谢上天成就，感谢上天让我们坚强，让独立，这个是最好的。那最重要一定人生的方向要正确。像以我这一些圣贤，他们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聚结血，为万事太平。我们现在哪一个众生有这样的心胸？都没有。照顾自己都没有还要照顾别人，是不是这样？自私自利的结果就是一定丢到轮回之中。那我们要了解到，我们的不生不灭佛性是千千万万年，是亿万年的都存在不生不灭。那我们都到轮回太久了，就每况愈下，越久越不理想，也不想追求，就得过就且过，很快一转眼一生就过去了，对不对？要把握我们要把握所以我们这一段期间所讲的，就把我们在生活之中什么是生灭，什么是不生不灭，都讲清楚说明白。各位会有没有在听有没有很这个详细的知道了？因为要做就是要知道知道真理了才知道怎么做，怎么做不会造业，怎么做能够很快乐。所以我们要了解说，只要我们没有三心就没有四相，没有三心四相当下圆满佛性都呈现。那整个都呈现了，我们没有一些杂事，那一些杂事是烦恼来源。我们为什么烦恼？就是因为念头太多，
那为什么起心动念？因为我们没有回光返照，没有照顾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所以才起心动念。谢谢你里面不是那个心念的累积有没有？那个就是讲我们六道人的因种子。那假如说我们心念都不累积，没有心念，完全都是正念，就像释迦牟尼佛讲，十方如来同一道处理生死，皆以直心呐，都是用直心，那个呢，全部都是真心，它没有起心动念，直心呐，我们就是了解到，当下，那个呈现的那个灵知的，那个就是我们的真心。所以刚开始或许没有把那个生灭的心跟不生不灭的心呢，详细加以解说，因为那个阶段还不适合，一解说完了迷糊了，那到这个时间，我们都研究2年多了，对不对？会很赞叹我们这边那个很不错，就是跟得上进度，大家都能够了解说，在讲是讲什么。在真理方面是阐释哪个方向，都能够稍微了解，那我们一定呢要更深入，从直心，然后身心，然后大悲心，大悲心也就是菩提心，所以我们要了解，全部呢都是用心。所以以往我们有讲过即心即佛，那个即心即佛。那个心不是我们日常用的生灭心，是不生不灭的真心，是直心。那直心呢，在西方第8代祖师马明菩萨有造一本《大圣起心论》他就详细解说，说直心就是我们正念真如。那正念就是没有念有念就叫邪念。为什么叫邪？因为念会变化，所以不正，叫邪念。那我们正念都没有念，没有念的念就是正念。那正念把它呢这个一延伸就是进入佛知那个佛见，佛的知见那我们每一位呢都是佛，我们都有佛的知见因为我们起心动念，所有知见都没有呈现，不知道。那不知道的话呢，我们在日常生活起的念头都是私心、自私的心那都有企图，所以用呢，我们就用心意，用心意识的结果就是勾心斗角，就是怕吃亏啦。那我们要了解，我们越怕吃亏越吃亏，害自己六道轮回。那我们都能够去接受吃亏，吃就是占便宜，能够让我们恢复我们整个浩然正气。那浩然正气跟天地是一样的，相同的。那天地之气在我们这个身上，我们就可以发挥。那发挥出来呢，我们就了解力量无量无边，很大。那个发挥出来的力道非常大。我们就是要自己勉励这一种心性的修持都不是要求别人，而是要求自己要求我们自己那个脾气毛病都能够改掉。有没有脾气毛病我们都会知道自己有，因为都有情绪上的起伏。那我们了解说，修道不能落入情绪，一有情绪绝对不讲道理那不讲道理了我们就会胡作非为就已经都错了。他源头开始就错了，尾巴更错得厉害他自己就不管3七21被吃苦的来个真正的在受时候又怨天尤人，讲那是别人在吃苦，那是我所以就这样子恶性循环那我们依旧就是要透彻知道
知道说我们该努力的方向，就是明心见性。现在明了没有啊？我们不是一直在讲嘛，生灭的心跟不灭的心，那我们明心，因为心明啊，因果不灭，不迷灭因果，就不会造业。然后见性啊，就成佛无疑，不用怀疑，绝对成佛。因为呢，那个性啊，就是佛的那个种子因子，所以我们一定呢，在这个方向啊，一定要努力。剩下完成时就让它过就好了。完成不是污垢吗？对不对？那我们佛性假如沾满了污垢，可以成佛吗？成不了的。所以啊，我们就把完成式都放到背后，背成，然后呢合觉。我们现在是什么啊？背觉合成，对不对？觉性放到背后去了，把那个完成式啊，拿到胸前来，非常计较，所以颠倒。我说我们众生啊，颠倒，就是在这里，该注重的都不注重了。不要注重的后悔在，有没有这样啊？不是咱的代志啊，你甲人钱啊，阿妈过紧大细条，有无？是不是这样讲？甲你去讲教对不对？都不承认说自己很笨的，所以一定要知道说，你计较完成是再怎么得意呀，那都是在完成啊，在苦海之中。你心能够明了，心能够见了，明心见性，就可以啊，脱离啊这个苦海，脱离六道人，真正的能够回归本位，都是佛，已经到佛的地位。所以或许这个看那个美国地理频道，它在播放2012 月大概26，不是有那个行星啊，它会跟我们地球非常接近，因为那个接近的力很强，使我们地球啊失掉平衡，然后大楼啊都会倒，然后火山爆发，然后人类遭难，都有没有看到啊？有的有，有的没有了。不过也是给我们一个警惕啊，说离12月26号还多久？现在是民国100年的最后一天了，然后2012的12月26都要过12个月啦，过26天，各位先生加了。我们还有10月又26天可以活，我们要怎么生活啊？11个，只有11个月可以活，那我们要怎么活啊？花天酒地，才不枉费此生啊！不是很多人都抱这个态度吗？我们要了解那个找自己麻烦了。假如说我们已经能够这个所有风土归的风土，灵知呢归灵知，那我们就超出现象，已经超越所有的现象，现象的灾难都达不到我们佛性本体。所以我们就是了解到，我们地球这么的安稳，就是因为很多修正者都在护持，他说呢保护众生安居乐业，我们才这么平安。稍微动下你看，都7级8级，7、8级的地震厉不厉害？很厉害。可是那个在整个宇宙在整个行星来讲，那个7、8级的地震算什么？很微细的微动，对不对？迄规条拢拖咧响也个无算什么啦。
过去咧讲啊呐，都无够看，可是咱众生未堪的啦，未堪的规粒球摕来写，这个咱拢无了，对不？对不对？我们没有那个能耐说超出想，可是我们修道的就有努力的把这个整个不生不灭的那个真心佛性都能够抽离现象，就是去生灭所珍藏，现象都是生灭，所以我们去掉不重视它。那珍藏就是没有现象，可是了了分明，我们信就是了了分明，非常这个清楚的让我们都能够去感受，这感受的那个度在我们的修持来讲，越努力感受就越强。那强呢，起步的时候我们那个第六感特别敏锐，那个是佛性功能作用的显现，很敏锐，今天会遇到什么人，会遇到什么事事先都有一个知觉。当然我们不炫耀，也不去推广那个了，那个是自然从佛性里面呈现。那我们要了解说，整个天地现象整个天地的事情全部都是从我们佛性本生发出来。那既然是我们自己的佛性生发，我们怎么不知道？就是因为我们注意的那个方向，注意力用错了。假如说我们注意力全部都用在我们佛性本体，那佛性本体发生什么事知不知道？一定知道。在我们自己身上这个发生问题，自己知不知道？一定知道。一定会有征兆会知道。那我们为什么都不知道因为我们都没有回光返照，没有去照顾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所以才不一样。那现在呢，我们就是已经找对方向，要努力走修道的道路，真正的明心见性，见性就可以成佛所以或许还发愿蛮大的，还许各位说，只要你努力的听，努力做一定成佛，有没有？所以想一想说，还是要带来所以保持说慢慢没关系，不用假定弄破啊。那我们呢了解那个释迦牟尼佛跟阿难讲说呢那个尘凡尘它都是会这个变化所以假如说变化的时候我们没有找到明心见性那我们的心性就像龟毛兔角都拢去啦，无去想要来修想要修成佛都无所以其水修正了无生法忍。那么即使阿难这个时候呢，这个阿难已知大众默然自失因为平常所依赖的那个心已经被佛破斥说那不是那个是尘有则有尘灭就跟着灭那个不是我们的心，不是真心所以不要去执着它那我们在生活之中也是要这个样子那个不是不变的真心呢，我们随也随着现象的因，事来呢则应，去则见就像我们之前讲那个我们那个舌头自己那个不变之体，那么可以随缘之用，就是呢吃土豆有土豆味，吃梅梅味，吃甘蔗甘蔗味吃米有米的味，吃饭有饭的味，对不？但是当我们吃完了又回到自己本体，
又不变之体。哦，这样就了解意思了。对，不变之体它常在常住啦。那个随缘用是不是暂时一时啊久的时间俩，对吧？当那个事情一过了以后，就无去啊，无去，伊就搁恢复到那个本体回来。所以我们在经典里面就会常看到那个不变之体啊，曰寂，寂静的寂然后随缘之用曰照。那寂而常照，照而常寂，有没有？那我们在文字不太容易去了解，用比喻就很快了。那个不变之体就喙寂，然后随缘之用就是你吃啥，变什么味出来，那个叫随缘之用。随缘之用当我们吃了味就无去对不？无去是不是个？归还到不变之体的喙齿倒转来，对不对？所以那个我们了解说寂而常照，常照就是没有把那个外面的所有一切拒绝啦，拢无拒绝，它都让它呈现。呈现的时候那个叫随缘之用。寂而常照，那个照就是随缘之用。然后呢，我们用了以后，照而寂，又回到不变之体回来，还有了解不？这个北部前些有在讲，那有讲过，又再讲，有讲过，又再讲。我讲就是因为不容易了解，不容易了解，所以会一讲再讲。真正的我们了解了，我们佛性呢，常住不迁，如如不动。都能够真正的体会记录了，是不是啊？我们那个真心跟外境都无关，对，真心灵敏，灵知，然后外境变化无常，是不是啊？它呢不会牵涉到我们，可是现在我们不研究的话，它会牵涉到我们，牵动到我们身体。我们会产生喜欢讨厌，有喜欢讨厌就有取舍，有取舍就有动作，有动作呢造业就形成，那业因已经形成了，果报在后面，是不是自作自受？对不对？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道理，因为我们都不太容易真正的去承认它。所以要一讲再讲，那阿难呢？这个时候跟大众默然，就是心中已经了解说家己唔对自己错了，把那个生命当成真心，生心变化无常，不知道变化无常，都把它当成那个宝贝儿子在看待，是一个仔呀，你给咱偷咱的宝贝。咱拢甲看这个宝贝囝，是不是这样？我们都认为那个心我们日常用的心就是我们的真心，所以是不是把谁当成宝贝？对不对？我们都不认为那是错了，不知道说这样不合真理，所以佛都一直在讲。所以我们一定呢要走入真理世界，走入不生不灭的那个真心佛性本体，这个才是重要所以阿难呢跟大众默然自失已经失掉那个依赖，平常的依赖已经撤除了，已经没有依赖了。那么佛告阿难，佛呢就跟阿难讲。世间一切知修学，我们世间世呢就是过去、现在、未来，现在就是东西南北、东南西南、东北西上下，叫做间，世间。那世间一切的诸修学的，诸呢就是很多修学，要修道学习这一些人，现虽成九次定。显现在眼前，他虽然已经成就有9次的地定，
也就是我们那个初禅、二禅、三禅、四禅那个已经4个，然后再加上呢四空那个色界的四禅、无色界的四空就8个8定，那个定力定力的修成，然后呢最后一个昧受想定，那个完成能够修最高的程度，叫9次地定，已经呢一个阶一个阶有9个阶，9个阶级这个可能我们平常也没有接触也不太容易了解然后我们就知道说色界我们开始就有这个四禅到达四禅的时候我们了解说不用呼吸，不用吃饭就可以活下来，程度高不高？已经很高了然后呢再上去到第5定的时候已经没有形象，只有我们留下来的那个识，认识的识只有识然后一直到第8最高的第9昧受想，就是呢我们的受跟我们的想都没了，那个定是完成能够修最高程度。那佛在讲，虽然已经成就了9次地定，可是呢还不能成道，还不成佛所以不得落尽成阿罗汉。为什么呢？因为还在生灭之中虽然很高了，却是还在生灭之中，没有进入不生不灭。所以我们就要了解说进入不生不灭的重要性那我们很容易做就万年放下一念不生，就已经进入不生不灭的本体。可有没有体会现在我们要不要回答我们要知道说不容易去领会说万年放下那个状态是什么样的状态。那我们就这个楞严经，那我们上个礼拜跟上个礼拜就有讲那个释迦牟尼佛问阿难唯心与目今何所在？你都一样。那阿难有讲7地方，对不对？那7个地方就是我们凡尘所有的境界，所有的境界就包括在这7个地方里面。那只要我们7个地方全部都能够去掉，能够放下，那就已经到达万年，已经都放下了。就是妄已经尽了。那妄尽对就是要回答真贤惊各位都不敢讲妄尽叫真贤。我们因为在妄之中，所以真才没有显现。那假如说我们真妄都放下，真妄放了真就显。真显现出来了，就一念不生了。那个一念不生，我们当下我们在当下就具备意念，这样子吗？我们的当下现前的一念具备念，所有古跟今跟往后全部具备在当下。所以佛性圆满具足。我们之前不也时常讲吗？有没有还记不记得？现前我们现前一念那个就已经全部那个所有那个十世古今不离当念，有没有？因为我们都有过去式，有现在式，有未来式。那
过去式又有过去、现在、未来，现在呢又有过去、现在、未来，未来呢又有过去、现在、未来，那9个3世啊就已经形成9世了，再加上现前一念一世，就10世。那么10世古今时候跟现在啊，不离当念，不离开我们当下的一个念头，所以一个念头呢，具备啊万年啊，只要我们不要有过去，不要有未来心，不要有现心，3心都没有，就没有4相。3心4相没有，3世摄受我们住，3世既然摄受我们不住啊，我们就不用见相来呈现我们的现象。这样了解意思吗？过去是摄受我们摄受我们住了，可能 keep 不掉那现在是也摄受我们不住，为什么？因为我们说现在各位就可以想象，现在是不是已经够了？在现在是不是又够了？现在就够了，越掉没掉啦。所以我们了解说3世啊，都摄受我们不住，可能keep 不掉。那既然3世啊有我们没有未来世，也没有过去世，有6道轮回吗？就没有了啦。所以我们要脱离6道轮回，就是不要有3心。3心没有4相就没有。是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那从文字比较不容易或者都会用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很容易知道的那个能手。说我能看，我眼睛能够看，那个能够看就是我相，一定有手看，手看就是人相。你手看差别重生，又看一个景象，看很多就众生相了。那我们连续不断的看，那个叫寿者相，这样4相很容易知道，对不对？那我们只要肉入能手，我能听的就是我相，一定有手听。那手听的声音又都不一样，差别重生，那个叫众生相。然后我们连续不断的听，叫做寿者相。只要肉入能手，我能闻，我能吃，我能做，全部都4相，没有？这有个最高品质。那我们要了解说，怎么样才没有4相？就是当下实心，就没有我了，没有手，没有能手，4相都消失了。差别大不大？差别很小为什么？心念，我们的心假如说我们扫地是为了要给人家称赞，某某人会做骨来的，气扫去就压力的扫，这样的话4相就鲜明。你假如说这个是我生存的地方，把它打扫干净是我分内中的事，就没有4相差别大不大？就是在心念，对不对？所以我们了解说，在凡尘我们要走路那个直心是呢没有3心4相，没有3心4相就是直心直心就可以这个离开苦海，同一道处理生死同一个方法处理生死，皆以直心，就是用这个心，没有3心4相的心。你有更加了解不？做会到没？会不会很困难？不会因为在心念中一转念甘愿做甲不甘愿做啦，有没有？咱不甘愿做3心4相鲜明呈现啦。
咱若甘愿做吼，拢无三心四想，安尼了解无？甘愿做甲唔甘愿做，边仔拢咧做，对无？要甘愿做啊，唔甘愿做。所以我们在生活之中，只要落入我们这个情绪里面那个就讲理了。再怎么样舒服的环境你都讨厌。他说我们已经就是在真理世界之中，再怎么苦的现象吃苦拢在吃补，能体会吗？把那个吃苦都吃补你就会做得很愉快所以就可以跟那个古时候这一些圣贤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事开太平起码我们也沾到一点，有没有？有没有沾到一点？我们能够沾到圣贤的一点这一些所说的内容内心高不高兴？就会很高兴，因为毕竟不自私啦，不是自私自利，就是要利益所有众生。那么皆由执持生死妄想，误为真实。我们为什么已经到9次地顶的还不能成阿罗汉？就是因为我们执着这个生死妄想，就是我们身体的那个生身体的死把它误为真实，是实在的我们凡人是不是都这样？拢认为讲安尼身躯的生身躯的死就是足实在不知道那个都是虚幻不实在所以我会问我们说，我们生从何来？咱生为何来？死的时候又去哪里？我们生从哪里来？所以那个答案就是无所从来，没有来的地方然后死也没有去的地方既然没有的地方，也没有去的地方，就是常住不迁，拢无搬来搬去既然常住不迁呢，就是在当下所以当下我们没有生也没有死有生有死是现象，是演技因缘际会显现生相，因缘消失显现昧相就有生昧。那假如说我们都已经走入真理世界，来没有来的地方，去也没有去的地方好像那个那个舍利弗跟释迦牟尼佛在对打，说我们这个千年的暗示千年的暗示已经有千年都住在黑暗之中了然后这个我们一灯能破一灯能破千年暗示我就问舍利弗说，那个暗他甘不甘愿离去？不甘愿，他治了万年了，甘愿安尼照开也唔甘。舍利弗说，唔甘嘛无法度爱照，先跟来然后我就问舍利弗说，那个暗他跑去哪里？各位先生，那个暗千年的暗示的暗他跑去哪里？那一灯的光明哪里来？所以我们就了解说他来没有来的地方
去没有去的地方。既然无来无去啊，就是当下现成，都是啊如如不动啊，所以我们要体会说，我们的佛性也就是如如不动，常住啊不迁，所以一大家记起来，讲有来有去啊，这个是相身躯啊，来都生，去都死啊，这种假，都是假象啊，假，生无真正生，死啊无真正死，是迄个水风合作合作生，水风分开啊，合作死，生死生死。另外，跟佛性有关系无？无关系无？所以我们就了解说，佛性脱根呢，脱尘，离缘啊，独立，离开众缘，它独自存在。奥妙就在这个地方，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透彻了解，我们那个佛性本体，所以佛就讲，执此生死妄想，误为真实，误会，误会讲迄是真实的，真是生啊，真是死啊，真实的。是故如今呢，虽得多闻啊，不成圣果。跟阿难讲，因为阿难他是好多闻，所有的这个修持法门啊，他都要会了，所以好多闻。他虽然呢，得到那多闻的那个名声啊，可是啊，不成圣果，就是没有办法成道，没有办法成佛。这个是佛呢跟阿难讲。那么阿难闻已啊，从无悲。听到以后啊，他前面就哭过很多次了啦。这个地方呢，又重复啊，又哭了。所以我们大事未明啊，如上考辟。然后大事已明也一样啊，如上考辟，就是好像死掉父母亲一样，那么伤心。那么五体投地呀，这个五体呀，就是我们两只手、两只脚，一根额头，都呢，都卡着头卡啦，叫五体投地，那个就是最敬礼，礼呀，最敬的，那个礼和五体投地，然后长跪啊合掌，而摆佛眼，就跪在了这个地上呢，然后双合起来，向佛呢表白。那么自我从佛啊，发心出家，是佛威神常自思维，无扰我修。那个阿难呢，就是因为看到佛形象那么好，就呢这个出家修道了，所以发心呢这个出家。那藏士啊，克谁？克谁佛的威神？讲迄佛就是我的堂兄，是亲戚啦，加亲的亲家，所以藏士啊，佛的威神，他常自思维啊，时常呢在想，这就是起心动念啦，假如说前面加一个地，真谛的谛啊，谛思维，那个就正确的八道里面。那只有思维的话，那就是第六的意识心啦，就是我们根尘相对所产生的那个思维。那么这个思维啊，它是变化，是生灭，所以都不真。然后呢，常常都用这个心，常自思维，无扰我修啊，不用呢让我劳劳碌碌啊，去修道。将为如来会有三昧，因为如来就是他的堂兄，一定会给他正定，三昧就是正定啊，一定会好啊，伊把正定好啊。各位前人，这个正定要自己修，还可以给别人给啊。这个正定一定要自己修了。我们认识真理以后，从佛性本体产生的定啊，那个定啊，是最坚固的，那个容易定，
行住坐卧呢，都可以应用应用到这个正点。那假如说我们是打坐来修的定，那个呢很难成啊，很快破坏，修了老半天才能够没有心念。可是啊，只要有一些嘈杂的声音一出现以后啊，它的定力啊差不多消失一半了。再嘈杂不差才会受气啊，对不对？所以难修，很难修，很容易破坏。我们凡人的那个修的定呢，这个难修易坏。那我们佛性本身定呢，就不会，本身所产的定啊，纵然外面再怎么嘈杂，我们从佛性本身的发挥，那个行住坐卧啊，那个定力都有。不会受它影响，所以情绪啊，不会变得很坏。我们曾不曾经啊，那个发脾气，怎么发的？不如意发，对不对？那个外境啊，我们看的不如意，然后就发脾气了。所以了解说，那个就是我们没有从我们本性去修。他从本性去修的话，那一种脾气，那就无从发了，没脾气通发。所以有没有脾气呀？黑脾也够加用了所以叫有脾气。那我们修的话呢，就把这一些都去掉，在真理之中呢。没有那个事，所以了解说，那个正定啊，对我们来讲非常重要。那我们从根源佛性本体，发挥出来，行住坐卧啊，都在定中，全部都能够呢，自己啊，了了分明，自己啊心的走向。现在有没有对自己啊心的走向了了分明？心在想啥？心想要做啥？家己拢真正做了解，有没有？有就很棒了因为我们时常都不知道自己的心啊，在想什么都不知不觉。然后阿难就讲，不知身啊，本不相待。这个身心不会相待，这个肚子饿了要自己吃啊，自己去吃饭，对不对？不能说巴肚就要你去大家加一碗，吃我的啦，加加一碗，等下才好我，没办法比如讲已经超越了装不下了，要一个圆的腰，所以那个身心呢不相待。那么失我本心啊，身虽出家，心不入道。失掉呢我的本心，也就是我们的真心呐，就是那个慈心。失掉呢我们本心的话，身体啊虽然已经出家，可是心呐没有进入道。所以心进入道才是重要，那个很重要，那这个心呢就一定要认识，说那个法龙讲的那个心啊，法龙的心就是真心呐，还记得吗？恰恰用心时啊，恰恰无心用，无心恰恰用，当用恰恰无。那个都是真心呐，因为凡人的生灭心呐，都已经没有了，讲的全部都是真心呐，所以恰恰用心时，恰恰就是刚好，我们要用心的时候啊，恰恰无心用，刚好都生灭的心都已经没有了，没有无
心的时候啊，那个真心就出来，就用真心了。所以无心在用，无心的时候刚好有没用，当用的时候啊，刚好没有生灭心。所以那个法龙那个讲的全部呢都是真心，那个心啊即心即佛，那个心啊无心就到，安尼连贯的起来呗，可不可以？又是最高品质啊！我们这个工厂生产的产品啊，最理想。譬如穷子啊，舍父逃逝，好像那个孩子本来父亲很富有了，可是他舍父逃逝啊，那个父亲要照顾他的他都没有得到。那么今日乃知呢，虽有多闻，若不修行，亦不闻等。虽然知道很多的修持法门。假如说不实地去做的话，那么跟没有听到平等，那个等就平等了，拢同款，甲无听到同款，所以有听到了，我们有听到上圣佛，一定要去实践，实行，实际的去做，这样呢才能够得到利益。那假如说听了都不懂，只有光听，那跟没有听一样。这样了解意思吗？所以就是要做，要做才是我们会改变。那么如人说实啊，终不能保。这个实啊，就是要实讲。这个修堂话牙低杯对不？巴肚才会饱，用讲会饱的。我吃满汉全席，吃几多顿啊？会不会饱？不会还是肚子所以一定要实际的去做去行持。那么阿难呢又讲，世尊佛经者二障所缠，二障呢就是那个烦恼障跟手知障。那烦恼障就是事情事情的障碍。那么手知障就是理。被理障碍了，所以两个，一个事障一个理障，所以呢二障所缠绕，去要拔掉啦，去要这两个给它拔掉嘞。良有不知极常心性，就是我唔知那个极常的心性啦，那个那个极，我们刚才讲，不知体那个极。那个常就是常住不迁，不知道呢这个极常的心性，我们的心那个如如不动，常住不迁，不知道，不知道呢极常心性。那么唯愿如来哀悯穷路，就是希望呢这个释迦牟尼能够呢哀悯，就是可怜，我都很穷。就是没有法财不知道方法，没有法财都穷，路就是讲无一块通看头听得懂吗？那有一块通看头就是可以遮风避雨路就是拢无通遮风避雨，做路，听无？咱拢有一块通看头对不？就是有房子住有厝大拢会遮风避雨，对不对？所以就没有路，有路的话就是拢无啦，拢无一通掠，还挨饿受冻，那个呢就是路。那么花妙明心开我眼，希望呢这个释迦牟尼佛能够呢阐发。那个妙明心，开我道眼，所以我们了解那个阿难这个要求就是能够明心见性。
那么即使如来从胸万字永之宝光这个时候呢，释迦牟尼佛就从胸膛胸的万字那个是吉祥的意思的，这个字就是吉祥的意思。那么永之宝光就呢有这个光出现。那么其光呢广域就是非常亮，有百千色有那么多的那个颜色。那么十方围城普佛世界一时周遍这个十方围城，一粒围城有一个国家一个国度，所以呢那个普佛世界普遍呢这个佛的世界一时都周遍全部呢都有这个宝光然后呢遍贯呢十方都有宝刹遍贯这个十方东西南北，东南西南，东北西北，上下十方所有的宝刹就是所有的那个国土所在。那么知如来顶这个所有的如来的顶都有这个宝光，然后闲置阿难集之大众，都表示这个如来给我们这个众生呢都是平等宝光呢如来顶有，我们的大众阿难的头顶也有一样都一样。那告阿难释迦牟尼佛就跟阿难讲说五经未如建呢大法床现在呢就是为你建一个呢大法床就是能够让所有众生都能够进入无生法忍都能够进入不生不灭的那个佛性本体。那么亦令十方一切众生呢获妙微密性净明心所以不只有是阿难得到利益，也要令这个十方一切的众生能够获得妙微密性妙净明心所以那个妙是贯下来两个呢都有妙微密性跟妙净明心，然后得到呢清净眼所以阿难那个所求佛都那个答应他。然后呢接着底下呢佛就讲说阿难，汝先答我见光明权你要先回答我的问题。我所呈现这个光明权，此前光明因何所有，允何成全所以这个问题叫阿难呢事先要回答。所以你看到我这个光明权此前的光明是因何所有，为什么有光明？那么允何成全？为什么会成为这个拳头？那么阿难就回答：有佛前提阎浮檀金续如宝山这个佛的这个身呢就是阎浮檀金色那么续就是大红色好像这个宝山。清净所生故有光明就是它的来源非常清净才有呈现的这光明。我使眼观我实在呢使眼睛看到无论此端就是呢我去征讨安尼去恶智人故有全相把伊安尼合起来做拳头为这个拳的形象伊就呈现。那么佛告阿难佛呢就跟阿难就讲如来呢今日实言告汝，知有智者要以比喻而得开悟这个佛跟阿难讲说如来今日实在的语言来告诉你
知有智者呢，就是很多有智慧的人，要以比喻而得开悟，从比喻里面来了解到那个真理所在，能够呢领悟。那譬如我拳，若无我手，不成我拳。所以现在把那个范围就讲到呢手上的拳头来。说比如我拳，我这个拳头，假如说我没有手的话，就不成我拳，我就没有拳头。若无乳眼不成乳剑，以乳眼根呢立我千里其余金否？假如说呢没有你的眼睛就不成乳剑，你若无手就无看以你的眼根来跟我的拳头相比较，那么义理有没有平均？是不是一样的义理？那阿难就回答说：唯然是真。说对，就是这样。既无我言不成我见。我若无目睭我就看。以我的眼根立如来前，事跟义相类。就是这个义理跟事情它是一样的。那无我的目睭我就无看。这个如来无这个手就无这个棍合起来手那拳头就不见。那么佛告阿难，佛呢跟阿难如因相类是亦不然。你讲安尼同款目睭呢甲手的拳头迄个义理同款真理是义就是在真理方面，不然不是这样不是呢跟你所讲的是一样。何以故？为什么呢？如无手人前毕竟没这个佛讲说没有手的人他毕竟那个拳头没办法呈现，所以无手人拳就毕竟没比无眼者那个没有眼睛的挥剑拳，讲伊无目睭暗是无看的所以这个无目睭看的这个导致我们凡尘这个比较少接近的道理。所以就走路这十番显见的第一番就是显见是心这上面小字有写那个已经呢走路十番显见的显示我们那个见性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那么所以则何？说彼无言者挥剑前讲那个原因说所以则何？如是以土行问盲人。说你在这个道路，那个土就是道路，你伫个路然后呢行问盲人，你去问迄个妹妹如何所见？你甲问讲你看什么？你问青妹甲问讲你看到什么？必来答汝，迄青妹会来甲你回答，说我今眼前唯见黑暗，更无他主。我的眼前敢若看到安尼黑暗无看到别项迄个青妹一定安尼甲你回答。那么以是义观释迦牟尼佛就讲，以这个真理我们来延伸道理，前尘自暗见何亏损？都是眼前显现在眼前完成的讲，他自己暗相那我们的见性没有亏损见性就是完全能够见到暗，那个见到暗就是见性见到的所以见性没有亏损。这个时候阿难听到就讲话了，知盲眼前唯独黑暗，云何成见？谁哪有看
我们一般都这样，对不对？无目睭啊，我们伊拢无看，对吧？都是这样。可是佛在这方面他就发挥了，发挥那个真理所在。那么佛告阿难，就跟他讲，知盲无眼啊，唯睹黑暗。说那一些盲人没有眼睛啊，唯有看见黑暗。以有缘人啊，处于暗室，恶黑有别为无有别。甲迄有目睭的人，伊伫迄暗室内底伸手啊，见五彩。这两个乌啊，有目睭的人看到的迄乌暗暗，甲青眉看到的乌暗暗，有分别无？各位姐姐有没有分别？拢感官乌暗暗对不？所以佛就从这个地方呢，他发挥，那个阿难回答说：如是是真，此暗中人以彼情盲恶黑较量，真无有异啊！这个阿难比喻啊，他听得懂。说咱目睭啦，好好的人去暗色啊，甲迄个目睭青眉看到的乌来比较拢同款，无迄个无共。所以我又讲，阿难，若无眼人啊，前见前黑，迄青眉看到头前乌暗暗，那么忽得眼光啊，即马改手术迄个眼角膜伊都有目睭有看凡以前尘啊，见种种色即马伊就看到咱定的迄个经验拢看会到啊。这个明眼见者，安尼伊的名称呢，这目睭看到。即马呢换过来讲，迄个暗中人啊，前见前黑。迄个有目睭的，入暗室看到头前拢乌暗暗。然后现在呢，开灯，忽获灯光异于前尘啊，见种色。即马灯火一个开落，伊伫个眼前景色看甲真清楚映明啊灯见佛咧讲，迄是开灯伊才看到的，安尼做灯见迄个。青眉因为眼角膜互伊做眼见即马开灯做灯见。佛讲若灯见者啊，灯能有见啊，自不明灯灯啊就人看，伊的名毋是做灯啦。又则灯观啊，何观如是？又个迄灯咧看，甲你有啥物关系？是当知啊。灯啊能显色开火的灯会当显现影像出来。那么如是见者啊，是眼灰灯安尼来看会当看到是目睭啊，不是灯火。那么眼能显色，迄个青眉的目睭会当看到种种的在形象。如是见性啊，是心回眼就是安尼他见到的那个见性啊，都是心，不是目睭啦。各位这样的意思吗？哇，这下有个点气质。我们比较少接近这方面的那个说法，所以这边呢，那个佛就讲说我们那个见明暗，那个明暗是凡尘景象跟我们的见性没有关系啦。想了解意思吗？这个了解是在心中打一个问号，还不是很透彻了解啦。所以我们要了解说，假如说有看《如是我闻》那一本书啊，各位有没有看？他有说偷跟偷成，对不对？有没有？我们那个佛性啊，就是能够偷根，能够偷成。就是无眼有见啊，就是我们没有眼睛
一样能够看见啦，就是看到黑漆漆的啦，然后呢，主暗成见啦，就是我们看到暗的景象，那个景象就是完成的景象啦。完成的景象，它有明光明，也有黑暗。那黑暗是在景象里面，那你不用看到景象啊，才叫做见。就是你看到黑暗一样叫做见，那就是见性。我们那个佛性啊，明来见明，暗来见暗啊，那个是佛性。所以佛就讲说我们的见性啊，脱根脱尘，那个离尘离开了缘，离开众缘，它超然独立。你更加清楚不？不容易容不容易？不太容易了解。可是当你了解以后，那个幼稚园的课程呢？现在什么课程？小学课程还是大学课程？读研究所的啦。研究所课程，这个往后越熟悉的时候啊，我们就会知道说，这些斗笠金欠不是很深，只是我们没有常用，没有常用呢，才不知道。那假如说我们了解说，原来见性那个我们能见性，不是眼睛啊。之前我们也说啊，那个满眼本灰色，满耳本灰声，文殊常触目啊，观音赛耳根，有没有？那个就是在讲这样说满眼本灰色，我们眼睛看到的那一些形象色不是然后呢，满耳本灰声，耳朵听到的也不是那个声音的动静，也不是啦。所以文殊常触目，文殊就是智慧啦。那我们的佛性那个不生不灭的佛性就是文殊啦。文殊一看了就能够辨别辨别外境的所有一切。所以我们眼根就是文殊，然后耳根呢就是观世音菩萨，能够行深救苦，就是那个意思啦。不是在声音里面用心，不是在行里用心，而是在我们的不生不灭的佛性用心，这样知道吗？还是不要回答最好了省掉麻烦。所以我们呢就是要了解到佛的这个苦婆心就是告示这个阿难以及大众说我们那个佛性它是离缘独立超然的，很超然阿难虽复得闻是言以知大众口语默然心未开悟。阿难呢虽然听到呢这个佛这样讲，说呢盲人有见盲人我们都一般认知就是目睭青眉没闹坏可是佛说有跟我们明眼人在那个暗室所见的暗是一样的。明眼人暗室里面所看到的暗跟盲人一不一样？一样各位来试看嘛，里面暗梭梭春秋无见的五在像是什么都无看，看到乌梭梭，那就是盲人那盲人我就讲他能够得到眼光，就是呢有那个眼角膜，现在医学发达嘛眼角膜把它植进去以后他就能够看见了。那这就叫眼见，因为有眼睛的他看见了。
然后那个有眼的人在暗室里面啊开灯，灯一开，一样他看见了。佛说那个叫灯见，不是你眼睛看到，是开灯你才看到，所以叫见。佛讲说完奥妙就是让我们去了解说那个来源，他看到的来源都是我们那个不生不灭的佛性，来源是佛性不是眼睛。所以那个底下又会讲说这个刚一口气断的人眼睛是不是还好好的？还有快不？没快所以我们就了解到，刚断气的人，他的这个身体器官都好好的啦，他都是没快，是那没快，佛性不在这样就很清楚明白，对不对？一口气断去佛性不在，没快。所以佛性在叫快，是不是咱目睭有看就是佛性在？看就是佛性看，对不？安尼就承认了我。所以我们研究就是要这样透彻了解知道不是呢那个含混含里糊里没有那样的，我讲清楚说明白。然后恶难呢，心未开悟，由如来呢慈音先示虽然已经呢知道这个道理了，可是心还没有透彻了解那个记就是希望的意思还希望如来能够呢慈悲的音声来这个先示宣扬开示，合掌清心自否非悔就合掌然后呢清心，把心里面的所有杂念妄念都去掉，然后那个字就是等待等待佛那个慈悲的教诲所以那个合掌就很有意思了对不对？之前我们就讲我们左手做的事，右手的事都是凡尘事，那两只手一合起来，凡尘的事没办法做，对不对？所以合掌以后把凡尘的事都抛到背后了然后我们一合掌把心掏出来，对不对？那个就觉所以一合掌做背沉，然后合觉，很有意思，对不对？刚人安尼的动作在台人没有了所以这样的话都表示很善很善良所以我们平常也时时可以自己试验一下，能手个好起来，完全是无法度做可能好变一合了以后心良心都扭出来，对不？跟觉性合在一起，会做错吗？不会了心清，对不？有没有？很快所以往后遇到想骂人的时候你就这样骂得出来吗？骂不出来了它就改变了，对不对？很快尔时世尊呢施多罗绵往向光手，这个时候呢，这个释迦牟尼佛就是张开呢多绵，因为那个佛的手很柔软那个多罗绵往向他的那个手里面呢就是有那个网往向光手，然后开五轮指就是呢打开呢他的手指，那个毁斥恶难呢集之大众就是教导恶难以及大众我出成道于入眼中
为阿耨多无比丘等及汝四众言：一切众生呢，不成菩提啊，及阿罗汉，皆由客尘呢烦恼所误啊。汝等当时啊，因何开悟，今成圣果？所以释迦牟尼佛呢，就要呢这个无比丘他们来说，他们当时啊怎么样领悟的那个过程，这样呢讲给阿难啊以及呢知大众啊听，就容易教导他们啊，也实际能够领悟那个课程安入我们众生在六道轮回的那个因素，就能够了解，所以这边我就讲，说我出成道，释迦牟尼佛出成道的时候呢，本来就先讲那个华严经万华庄严，只有讲21天那个是把领悟的那个真理全盘都讲说，因为太高了，程度太高，没有人听懂所以他就以大见小，那个大乘佛法隐藏了，然后显现了那个小乘教导众生所以这个无比丘就是那个释迦牟尼佛的护王派出来祈祷太子要劝太子回去因劝太子不回去，现在无面通回去所以就跑到那个鹿园去点修道了，那自己修了，那个时候因为看那个释迦牟尼佛这个接受那个养武，所以他们就不愿意再跟释迦牟尼佛一起修，带你去鹿园去修，知道这个意思吗？好，我们这个重点所在是要明心见性那个过程我们稍微了解一下那个小字也有解说。那么四众就是呢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出家众两个，在家众2个，就四众讲一切的众生不成菩提就是所有众生呢都修不成菩提，以及成就阿罗汉，那么皆都是由于客尘烦恼所误所以以往那个修持他们的方法都是很简单扼要，就客跟尘，客就是来来去去，尘就是灰扬尘子灰扬客人来了，客人去了，就从我们的心念心念来了，心念去了，就好像客人一样。尘就是摇动我们的身摇动，外面的境摇动，然后我们完成所有的一切事业都是摇动，那个叫做尘尘的本质就是摇动我们被客尘烦恼所耽误。假如说现在跟我们讲说我们被客尘烦恼所耽误我们想得出来什么原因吗？不飒飒对不对？因为我们现在很少投入这个修道的那个领域里面那以往他们对这个一个字就能够使他们成就所以佛就讲说都是课程这2个字所耽误然后佛问他们说，如当时因何开悟今圣果，现在已经修到有成就了。那么这个时候陈乔那起立白佛，这个陈乔那就是歌利王来转世啦。歌利王都知道嘛我们那个金刚经就是把那个释迦牟尼佛分解有没有节节分解嘛那个就这个讲说
我假如说有那个怨愤的心呐、那就被你分解就算了啦。那假如说我一点怨愤心都没有，那我全身都又恢复，结果又恢复了，对不对？所以了解说这一些呢，重点呢就是在心，那个心很重要。咱心有咧起无咧起但是外表看不出来，对不？有当时心气要死，外口了面容在笑迄内底气甲呢要夹倒来人呢还佫笑，所以内外不同，所以心修道所强调就是心，心的重要，所以我们修持呢，就是有一个六里面忍辱波罗蜜，没有？忍辱，那要了解说佛他说有对立哪有那个忍耐？没有侮辱的人，也没有受辱的人所以那个我们要了解，就是一些假象那假象，那我们假象都看不开了，那怎么成道呢？所以是要我们都对假象透彻认识，都知道是假的，完全只要落入现象都是假的，真的呢就是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那这个本体又在我们身上，很亲切一秒钟都没有离开，都亲切。之前我们不是讲嘛，真人不讲理事事随着你，岁时半眠行止随如期。你认识他，他却认识你，有朝看透他，知佛皆欢喜。还不记得？记得好像不多回答音拢是稀稀拢不记得，拢和我大灯去给人较济。真人不讲理不是霸道因为不能落入对待，讲理就是对待不讲理是绝对，所以真人不讲理处处都随你我们的那个佛性都随着我们。岁时半如眠，你咧困，伊甲你斗阵困行时随如期，你若起来伊嘛跟起来。你不认识他，你唔捌你你拢无研究，他却认识你，伊捌你你甲用讲话，你唔甲用，伊嘛拢甲你伺候，伊嘛拢甲你伺候啦。有朝看到他有一天，你捌你知佛皆欢喜，又多一位佛出来了。你看好不好很好所以记得哪行哪背。我们不是要走路吗？哪行哪背，背顾着咱嘞所以这边呢我们了解说那个乔真那虽然那个时候对那个释迦牟尼佛把它分解可是呢释迦牟尼佛都没有怨愤所以后来又有这个因缘，所以以后我这个成佛以后就要先度你，结果就真的第一个就是度陈乔那，就是歌利王然后那个最后一个就是那个120岁的两个，一个头一个尾。乔真那呢其100佛我今呢长老于大众中呢独得经现在经年岁大了在佛讲楞严经的时候那个乔真那已经当这个长老了年岁已经多了，德性也大所以成长老。那么在大众中呢独得解明在大众中他对那个课程领悟的最快最早就是因为因悟课程2字成果，就是2字使他能够呢成就有那个果位。那底下呢就细数那个成就的过程。说世尊譬如行客我们旅行的客人
托寄礼瓶，就是要呢去住宿，或宿或食，在那边住或是在那边吃，四时四弊啊，这个俗装呢前途，就是食饭食饱，困饱，这么行李款款的，束装，款行李，前途各条，不妨呢安住啊，就是啊，袂使讲全人带咧，讲带要钱，所以啊，没有住。若使子人啊，假如说迄个礼品的迄个主人自无忧往，伊就免来去去。那么如是思维啊，不自啊名客，自名主人，迄个不住，就是客，那大的迄个主人，以不住者啊，名为客意，就是啊不住，像咱的念头拢无大的啦。来去去，一个接一个啊，两头，个不住，叫做客。那么底下呢，就解说那个尘，又如心悸，那个心悸呢，就是下雨，下了蛮久了，然后一停，那个呢叫做心悸，把那个天空之中的灰尘啊，拢来用迄雨水甲落来涂骹，所以规个天空啊，拢真清晰啊，那个叫寂。那么清阳升天，迄日头啊，佫出来啊，那日头佫出来。那么光露啊中，迄个日光啊，伫迄个厝旁，迄厝。都旁一旁，迄日头光照入来，微阳照入来。那么花明空中啊，只有晨曦，这个时候花现明了，在呢那个空中，伫迄个光照入来，迄个空的中啊，有发到迄个灰尘的迄个尘相。那么尘子啊摇动，迄个尘啊，拢叮当。拢无一个安尼安稳啦，拢无定着安尼叮当。那么虚空居然，迄存咧大迄个虚空啊，伊拢定当，伊拢无动作。那么如是思维啊，安尼想，层起啊明空，摇动啊明尘，那个层起，就是迄个空中啊。迄个真空妙有迄空层起，叫做空。摇动有咧叮当，迄就是尘质，凡尘迄个质。那么以摇动者名为尘意，所以以不住者啊名为客意，以摇动者名为尘意，就是这个义理。那么佛就回答，如是给他认可，说你讲的啊都符合真理。那么即使如来于大众中呢，屈五轮子，屈以复开，开以又屈啊。这个时候释迦牟尼佛在大众之中啊，就是屈五轮子，甲伊的迄个手掌。迄五指头啊，拢压落来，变做滚，即嘛佮再开开，佮再合落来，安尼互大家看，为恶人甲恶人讲，说如今何见？你即嘛看到啥物？恶人就回答：我见如来啊，百宝轮掌，众中开合。我看到释迦牟尼佛迄个百宝轮掌。伊手掌跟他百宝啊呢，伫个众人之中啊，一打开了又合了，一打开合了。那么佛告阿难：汝见我手众中开合，谓是我手有开有合，谓复汝见有开有合。佛甲阿难讲：你看到我的手啊，伫个众人的中间啊，伫咧开啊，伫咧合。
是我的手啊，有开有合，还是你的见性有开合？阿难呢，他就回答：世尊保守啊，众中开合。我出来呢，手自开合。我看到这个佛的手啊，自己开自己合啊，非我见性啊，有开有合，不是我的见性有开有合。那佛又问：谁动啊？谁静？这个又深入一层了，像铃铛还像行星。那么阿难他就回答：佛所不住，这个不住就是客了然后而我见性啊，上无有静，谁为无住？就是呢，我的见性无迄个静相，见性无静相，嘛无动相。就是动静啊双离这个时候呢，那所回答就很正确了啦。动静双离，咱的见性啊，我们那个如如不动的性啊，没有动也没有静没有动相也没有静相所以就给他印壳如是就是这样，安尼就对了啦。那手咧开咧合，那是外境。外面的迹象那外面的迹象跟你的界限没有关系，还有了解不？突来一笔，感受说这个蛮出众安尼真重，在迄担几百斤担袂叮当。我们剩下10分钟要给各位呢这个发问能够提问有问题就问会进步的比较快。那上个礼拜呢或许记得说这个中阴身跟我们那个四性。四神中阴身呢跟四神有什么差别？然后我们要了解到说那个四神跟中阴身呢，它本来就是一体呀，就是这个相关联。假如说我们这个整个四神都已经恢复到佛性了没有的话，那大概我们也没有中阴身了。所以中阴身跟四神它是一体的。有问题吗？10分钟而已因为好，请问。这里有提问说，养狗没有去结扎就放生，是否也不觉是盗罪？爱则养之，不爱则弃之。这么冷的天气，还把小狗放生，因为小狗才出生1个多月，修道人这样对吗？所有动物灵性都是一样的，此生能为人就为修道人，弃养物不是很残忍，没有爱心吗？这个之前呢，我们都有这个讲过说我们修道不能养宠物，各位都还记得吗？因为我们养宠物是要负责到底要使你养的宠物也来转世为人，你又把它度化成佛了，你才可以成佛。安尼有找家己麻烦无？就麻烦搁直等，等到伊也袂变人，咱搁变动物去所以不要养这个宠物。那自然，假如说我们还没有进入状况之前就已经养了，那就把它养到善终了，养到它过往了。那这个中间假如说我们有那个想养的我们就可以送给他去养，给他去负责任了。我们就不用再负责任。还有吗？第二个问题，请问营养师，佛性和自信有没有一样？
那个名称不同，佛性就是自性啊，自性就是佛性，是一样的。第三个问题，我们刚刚讲说96元人，96是代表乾坤男女，也有代表数吗？哦，那个9哦，就是阳之极呀，6哦就是阴之极呀。96是代表阴阳，阴阳，哦，它就是已经到达那个数的一个顶点，所谓上观啦，所以我们说清阳有度2亿，然后红阳也度2亿，那现在剩下92一起度尽，这个是方便说法。我们要了解那个单呐就是阳，双呢就是阴，你要那个9就是阳的顶点，6就是阴的顶点，是就是度尽阴阳，度尽所有众生啊，那个意思是这样，不数目的啦，那个数目的以我们现在来讲，大概有50几嘛70几了这么恐怖啊！有70几啊，70几亿是人类啦。那我们了解说众生啊，不光只有是人类它还包含所有有生命的都算是众生，都要度他们成佛啦。那个数目都非常的庞大。所以了解那个是一个概类大概就是阴阳，就是凡尘之间所有的众生呢，我们都要使他能够成就，都能够脱苦海。还有吗？好，请说。刘老师，请问就说上次你有提到，就说修道人修道的，就是佛性跟我们的水火不分开的时候，如果有一波油锅我们手去搅动，对不对？这个丝毫不会受损对不对？那么我们解释的话是不可思议、不可议，对不对？但实际上到底是什么原因，这个手不会受？因为现象界的应该会受伤的，很烫油所以到底是什么原因？排除了不可思议这样的解释以外，可不可以用就是说我们能够理解的程度，到底为什么没什么人那样子？功要了解到那个都是用蛮长久的时间来训练自己就是气生灭所生产，那所有的现象都是生灭。那我们要了解说，我们的身体一样是生灭。那生灭我们平常假如说非常注重身体，那是相反就是气增长所生灭啦。那气增长所生灭，我们跟一般凡夫大众没有两样。那努力要达到说是油窝的那个沙拉油，它的温度大概有200度，可是你的手就可以很像我们平常摸那个水冷水一样下去这样搅拌，那个就是长时间的气生灭所增长。那身体的生灭它完全可以控制，可以超越了。他一走入那个真常世界，真常世界里面他都没有形象，而且没有痛也没有一切我们会感到难过的，全部都没有。他已经到达那个状态，到达那个状态以后所有我们看到不可能的，那都可能了。所以那个修是要经过蛮长时间。像六祖在猎人队，他那个水火风土，身体的水火风土，
天地的水火风土没有两样。结果那个自测不是把那个刀利刃从他脖子经过3次吗？那个六指脖子还在，没有断，所以自测那个侠客晕倒了不是很久吗？为什么？就是他看到这个不可思议的现象。那为什么可以？就像我们水投入水，你有办法分辨你投入的水跟原来的水就把它分开吗？没有。那火我们投入火也一样那个意思。那你身体的水火风土投入天地的水火风土，它两不相触，接触不相伤，不会伤害，是那个样子啦。那以我们现在的众生来讲，那一种现象都不可思议啦。可是你只要有心，你想做，你就开始气生灭挣扎，然后慢慢你的神经我们这个都有神经你全部生灭的神经越来就越淡薄。所以人家哀哀叫，你不会为什么？你转移到真常，不可思议。还有1分钟，好，请说。那再来请教一下就是每一个研会都一样，对？对。那老师有讲过，自古以来这个普度众生，这是头一招。那个是说我们这个研会的头一招啦。那个研会也有普度众生，道在处，下一个大研会也有，对不对？你把它连起来了吗？因为下一个研会你要了解到，不一定是在这个太阳系，知道吗？不知的很多了。我们不能用我们的心意识来想象下面的事情，那样的话我们修道障碍很多。下课。但是各位讲师、各位坛子、各位天贤，大家好。谢谢三老天师的老天天大德，以及感谢各位天贤给机会学讲。我们讲到哪边呢？第几页？29、28、28后面。28后面的下半段吗？对这个如来是从轮掌中这边吗？对这个释迦牟尼从那个轮掌中会宝光在阿难的右边。那么即使阿难呢回首右盼转过去看，那么释迦牟尼佛又放了一光呢在阿难的左边，阿难呢则又回首左盼。就是看那个佛放出来的宝光。那么佛告阿难，佛跟阿难讲说：汝头今日何因摇动？你的头今天为什么这样左右摇动？阿难就回答说：我见如来出妙宝光来我左右，故呢左右观。头字呢摇动。那释迦牟尼佛又问说：阿难，汝盼的佛光左右动头，为汝头动，为复见动？是你的头在动呢，还是见性在动？那阿难呢他就回答说：世尊，佛头呢自动，而我见性尚无有止，
随为摇动，就是呢动静双离，上无有止它是静相，它随为摇动，动相，它是没有动就不用说静，没有静就不用说动，所以动静双移，这个时候阿难他已经知道，说头在动见性没有，所以我们上个礼拜一直强调，说我们这个以为是佛性在身体里面，然后我们到哪个地方就把佛性带到哪个地方去，这样以为所有的众生也都这样，就形成一个共识，大家的认识，这样对不对？我们上个礼拜有详细解说说呢，我们的佛性是常住不迁，如如不动，动的是我们的身体，动的是外面万象在动，然后我们的性，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没有，它是充塞整个宇宙虚空，不管到哪个地方呢，纵然到达太阳系的外面我们的佛性也在，所以都不用佛性带来带去的，了解吗？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观点因为我们这个之前就一直强调说大家都认为佛性是在身体里面，那佛就讲清楚说明白，说我们的心有灵知的作用，凡心所在之处一切心能分别了知心里都一样，拢清清楚楚会了解。那假如说心是在我们身内，那我们身体里面有五脏六腑，有抓生法掌，有筋转脉摇，可是呢我们全部不知道，知道吗？我们知道我们五脏六腑吗？都不知道所以可见我们的心不在身内。那阿难听到这样讲以后不在身内，那在身外。在身外呢，我们更知道不对了，对不对？一定呢还跟身体有关系所以是不即不离，不即呢就是不住了，不住在我们身上，可是也不离开我们身上所以或者就讲身体它是水有土众缘际会借我们用的我们要呢还给天地。那水有风土它是无知之物，没有知觉性的东西。那可是现在我们身体都有知觉性。那么身体的知觉性我们就要了解它始于我们佛性的那个部分是始于佛性。然后我们现在呢就把知觉性跟水有风土把它分开。那分开了以后我们修持就是我们那个灵知灵敏的知觉那个呢就是佛性的本体没有形象的本体，这个叫真。我们从小就被长辈告诫要认真要认真可是我们都没有朝的那个认真的真去努力他都论假论现象，那现象变化无常，都是假，都不真所以自古以来我们都是这样，所以才一直六道轮回。那上个礼拜不是有人问吗？说那个我们那个沙拉油烧到超过100度，将近200度的时候我们还可以用手下去
捞都不会烫，有没有？有。那或许就有解说了。那个就是气生媚，手增长，长时间下来的功效。那个六祖啊，不是被智彻从脖子砍3刀吗？那为什么砍过以后啊，六祖没有死掉？就是因为他已经修持啊，那个外面的所有宏图跟身体的所有宏图啊，已经能够结合在一起。那么结合了以后啊，它不会有摩擦，所以互相之间不会伤害。好像我们水又把它倒进水，那我们倒进水以后，已经融成一体啊。能够分出来，我们倒进去的水跟原来的水，可以分得出来吗？已经分不出来了，结合一起。所以努力修的时候啊，天地的所有宏图跟身体的所有宏图已经结合在一起了。所以那个六祖啊，被智彻砍3刀啊，就没有受伤，没有死掉。所以我们呢要了解到，那个不是说一不改这个脖子没有把它伤到，或者就听有人这样讲，我说那正确是有，可是有功夫啦。那假如说我们在日常生活之中，把注意力全部转移到佛性本体，就气生媚手增长，身体所有都是生媚的，我们去然后手增长呢，就是那个灵敏知觉性，我们都守住它。这样的话，我们身体的那一个所有宏图的知觉它慢慢会转移到佛性本体。那当它已经可以转移到佛性本体的时候我们这个所有宏图恢复它本质，本来没有知觉性的那个本体就呈现。那当它呈现的时候你就可以沙拉油烧滚200度，你的手下去去摸捞那一些呢沙拉油，可以烧大把香，然后倒过来把那个香燃烧的部分送进嘴巴里面，舌头不会受伤。这样了解吗？不是在讲卡通影片这个是实际修持方面的功夫。那为什么我们现在都没有？因为我们现在的精神都外放没有说来守我们不是不灭佛性本体那对身体又非常注重注重身体的现象所以这个样子你在经过几生几世都不可能到达那一种状态。就是你的手可以下去200度的沙拉油里面去捞不可能的啦。为什么？因为你没有做功夫不可能有那个现象呈现。那我们实际做功夫慢慢你就会知道身体的那个知觉慢慢就是淡化，然后呢我们那个佛性的灵敏度增加。那越来越增加，身体的那个所有宏图越没有知觉性，到后来你就可以真正的做到不可思议的现象都呈现。所以我们了解到说我们的佛性不生不灭的佛性很奥妙的那我们一般对它的了解度都不够，都注重现象身体的现象不管我们再怎么注重，不管我们再怎么样的努力去养生都一定会死掉死掉的时候身体的所有宏图就归还给天地所有宏图，我们都不能够拥有。那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
我们可以自己主宰。到达那个时候啊，我们就那个生与死迷雾已经都无关重要了。因为回归到我的本位，每一个都是佛，所以要对自己有信心，自己本身就是佛。现在所以还没有成佛就是了一了业障，然后呢改一改观念，了解吗？这很重要我们都可以做到的。所以这边这个阿难他已经列到说见性双离动静，没有动也没有静动静双离。然后我们在生活之中也要了解到说我们的佛性是常住不迁没有搬家啦，没有搬来搬去啦，然后呢如如不动是不动的。因为呢如如不动，所以我们看影像才清晰，不是只用那个照相机的原理来讲嘛。记不记得？记得我们有玩过相机的都知道照相的时候按快门的那一刹那，绝对手不能放动，一放动呢，洗出来的相片模糊不清。那可见就是不动的时候才能够清晰。那我们假如说一直以为佛性是在身上，我们头都一直在动，对不对？那我们头动的时候我们那个那个佛性看影像也一样模糊不清可是我们现在头转得很快，看的影像又很清晰，对不对？就是身体在动佛性没有动佛性如如不动。你有了解吗？蛮重要的一个观点。咱拢以为讲佛性在身躯你若去倒了，甲带去倒位出国去观光的话，就把佛性也带出去观光不用带了。它本来你要到哪个地方去佛性都有了都有，它遍满整个虚空。所以我们现在看我们周遭的万象都了了分明，对不对？为什么能够了了分明？就是佛性的功能作用，有无？看起来足清楚的足多人大家拢失控，大家面无同，对不？拢真清楚嘛那个就是佛性我们佛性非常亲切，都跟我们在一起，所以呢要认识它。那么佛就给释迦牟尼佛就给他印壳，如是对了，你的讲安尼对见性双离动静没有动相也没有静相。那么是如来呢普告大众这个普遍呢告诉大家，若复众生以摇动者名之为尘这个摇动就是尘，凡尘凡的景象是摇动，因为它一直在这个生灭不停，所以我们也有浅显的问嘛那个清净经那个动则静之机有没有？大概那一句话考倒多人都是静为主要。为什么动呢？变成静的基础呢？所以那个是从真理的角度来解说。假如说凡尘不是动，小孩子不会长大，我们万物也不会生长。万物有没有生长会出芽会大长，对不？咱囡仔会大汉，人会老，对不？有没有在动？都是全部都是动。那假如说我们静下心，跟天地一样动这个叫做动则静之机。那假如说我们也动，天地也动，这个叫背道违背这个道
所以我们了解说，这个摇动者啊，名之为尘，就是凡尘啊，尘它有那个污染污的意思我们这个房子里面窗子门都关起来，会不会有灰尘？有，一样会有还有得来，从虚空来虚空之中呢，自然都有自然呢会有灰尘所以我们了解这个尘就是染污污染我们的活性本体，使它呢不清净那我们呢在凡尘就要去掉这一些尘垢，凡尘的污垢全部都去掉它能够去掉凡尘的污垢，活性就清净。它清净以后归到本体了我们就能够回到本位回到我们每一位都是佛。那以不住者名之为客不住，像我们的念头都呢心心不住来了又去了，来了又去了那个不住，那不住呢就好像呢客人一样客人来了这个问题讲完办完了他就走了主人都不用了，不用来来去去，可是呢客人就要来来去比喻我们的念头，我们念头呢都是生灭来来去去所以它不住。那么汝观二难头自摇动见无所在动，身体在动，万象在动，然后见性都没有动，如不动又汝观我所所知开合又汝观我所知开合见无失，失就是张开见就收起来我们的见性没有张开也没有收起来。然后底下我就讲说允和汝今以动为身，以动为境把那个身我们的法身以为说这个肉身的身呢就是法身，然后以动为身，然后以动为境完成那个境象全部都把它当成真。那么从始计终那个从开始计呢就是到达，从开始到达终点念念生灭我们念头一个接一个，念念呢都生灭，然后遗失真性真性就遗失了我们曾经遗失过东西嘛，都会有那我们真性也被我们遗失掉了因为都不认识它，所以不要它了，遗失真性。然后颠倒形式，这个颠倒就是呢重要的都不注重，不重要的看得很重就颠倒老一辈的说钱话都唔白唔钱话看到老。各位有没有这样还有无钱话看到肥老所以了解到那个颠倒我们凡人应该注重的佛性我们都看了，应该看清的身体我们都看重了在你养生在你顾有你顾辛苦无下面要去假修真爱顾这样法度把佛性修得很光明能够恢复本来所以我们了解说那假的虽然是不真，可是呢我们要好好用它就是不要利用它吃喝嫖赌这样就好了我们可以借身体的假来修佛性的真，借假修真，可以让我们呢回归
到佛本位。那假如说我们12瓢毒啊，借着身体享受的话，造了很多罪，一口气不来，到哪里去了？到三恶道去了啦。进入三恶道以后啊，就迷迷糊糊了，都知道苦难。我们看那个三恶道最轻的那个畜生道，畜生道知道苦吗？知不知道苦？你也不是畜生海，人家讲他不知道苦。你有蹲下来问他吗？你也苦呗。他怎么回答？咕咕咕咕咕。所以性心失真，任务为己。我们的佛性跟我们的真心已经失掉它的那个真。任务这个水火风土就是物东西任务为己，任东西就是为自己。我们把这个身体看得很重，就是任务为己。轮回之中自己流转，在轮回之中六道轮回之中，我们自己取那个轮转，一直都是不离开呢这个六道。这个是这个释迦牟尼佛呢跟这个大众去阿难讲。那么尔时阿难及之大众闻佛释悔。这个时候阿难呢及诸大众听到这个释迦牟尼佛的开示教诲，身心泰然。就是身心呢安泰自然。很快乐的念无始来，就是回想回观无始以来失窃本心，就是本心都失掉了，失去了，妄认眼尘分别影视。所以我们要了解说眼尘就是尘眼，我们跟凡尘结的缘满尘都很贪念凡尘，那个叫眼尘。那么分别就是凡尘里面的所有一些影像都了了分明。那呢我们要了解说这一些影子就是影子方面的事。所以都是虚幻不实在。凡尘的事都是影视。像我们时常都在用有影无，有影无，影视就影，有影无有无，有影无，无有实在就有影。你若准看到人就伫个了中那无影一定看鬼所以人实在有影有影。那么进入开悟这个阿难呢他讲今日已经开悟经过佛的那个开示教诲，已经能够领悟了，如师如儿，好像呢那个幼儿这个师这个母亲没有奶可吃会会命丧失掉了。那么呼吁慈母现在呢又依照呢慈母可以会命相续了。合掌礼佛就是双手合掌然后呢这个礼佛，愿闻如来显出真心真实跟呢虚妄真妄虚实那个真实跟虚妄的真假所以真的跟妄的，虚的跟实的，
现前啊，生灭啊与不生灭二花明现，就是呢，希望说释迦牟尼佛能够显出身心呐，真的跟假的，虚的跟实的，生灭跟不生灭，这两方面呢，都清清楚楚的能够呢，让大众以及恶难呢，他们都能够发现明了，这个时代的我们的那个本心。那么的时候啊，波斯诺王起立啊，白佛，我喜未曾知佛悔赐啊，这个波斯诺王，就是宴佛啊，请佛吃饭的那个波斯诺王，起来呢向我表白，说我往昔未曾知佛的教诲然后赐命。那么见迦旃延啊，毗罗其子，这个迦旃延以及毗罗其子是印度6位外道里面的2位，他们呢都是外道，贤言贤呢就是全部，多说啊，此生身后断灭，这个外道就讲说我们呢一口气不来，那个一了就白了。死后呢就断灭，名为涅盘。这个呢胡说八道了。涅盘是不生不灭，他说断灭死后断灭是涅盘，那个不对的。那么我虽知佛，虽然这个波斯诺跟佛同时出生在凡尘，这个时候波斯诺王62岁，那因为释迦牟尼佛跟这个波斯诺王同一年出生在凡尘，所以这个时候释迦牟尼佛也是62岁，比那个《金刚经》这个还要早，《金刚经》是68岁的时候讲，那这个时候是62岁，还早6年。那么今有狐疑因为听的时候断灭他觉得说不合真理，可是呢不知道他的结果是怎样，所以还怀着那个狐疑的心。那么允和发挥正知此心，怎么样来发挥证明知道这一个心不生灭地，怎么样可以到达不生灭地？那么今此大众知有漏者，贤贤的愿闻，这个大众里面这个挑起那个知有漏，有漏就是程度比较低，精神都外放，是有漏。那漏呢，翻成我们中文叫做烦恼。那有漏就是有烦恼。所以只有烦恼者全部呢都很喜欢听呢那个不生灭的那个真心。那么佛告大王，这个释迦牟尼佛就告诉波斯诺王所以他们都互相呢尊重这个佛称呼波斯诺王也称大王那波斯诺王这个称佛他们都互相尊重。汝身现在释迦牟尼佛跟波斯诺王讲那个时候断灭不用讲，那个没有看到，他们讲汝身的现在。几乎问汝现在呢问你，汝此肉身唯同金刚，常住不朽，为何变坏？问你现在这个身体这个肉身是跟金刚一样呢？能够常住不朽，不会这个腐朽不会坏掉，维护变坏，还是呢它会变化坏掉。然后波斯诺王就回答：
说世尊，我今此身呢，终愁变灭啊，说我现在这个身啊，就会变化呢消灭。那释迦牟尼佛就问说大王，汝未曾灭啊，云何诸灭？你都也未灭，你那怎样讲一定会灭？都也未死，那怎样一定会死？然后呢，波斯诺王就回答说：世尊，我此无常啊，变坏之身啊，虽未曾灭，虽然还没有灭，我观现前啊，念念啊牵系，就是呢有听那个外道讲说死后断灭，所以他对现前的一切变化非常在意啊。所以非常仔细的观察，所以观察现前啊，念念啊牵线，一个念头一个念头啊，一直千变然后代谢。那么心啊不住，心出来的念头呢，又不住，又呢有后面的又升上来。那么如火成灰啊，好像那个木啊，或是能烧的东西啊，一烧了就变成灰了，渐渐消愈，慢慢的一直消失印亡，印亡不息呀，一直朝着死亡的道路前进，觉知此身呢，当愁灭尽啊，所以知道这个身体一定会灭尽。那么我听他呢讲这个呢，都还能符合这个真理，所以给应说如是。大王，如今生灵已从衰老，颜貌呢何如童子之死？所以现在的那个年龄已经衰老的62岁，那个颜貌跟那个童子的时候比较怎么样？有没有一样？然后波斯诺王他就回答说：世尊，我喜孩乳肤臭润泽，我往昔那个小孩子生的时候婴孩会走路要如此孩乳。那么肤臭肤就是皮肤，臭呢就是皮肤的纹理。润泽润滑光泽，年至这个长成血气充满一直这个年轻的时候长成的血气充满，而今呢颓龄，现在已经颓败的年龄，迫于衰貌已经呢被先感到已经衰貌那个脑底下一个毛那毛起蝶就是起老社会英雄180、190。那么形色呢枯悴精神昏昧这个整个形象都叫枯悴很憔悴枯萎憔悴，精神呢已经昏昏不明的很暗昧，花白面皱，头发都白了面孔那个皱纹很多，歹将不久，就是在凡尘各边瓦固的西来这个歹将不久这个翻译的把他们这个翻成前后转过来讲。那么如何见比通生死跟那个孩童的颜貌不能比。那么释迦牟尼佛就说：大王，汝之形容应不顿朽。说你的这个形容应该不是很快就马上到达这一种那个腐朽的那一种程度。波斯诺王就回答说：世尊，变化密仪我们那个身体的变化密仪，我曾觉不觉不知不觉，我们身体一直在变化。寒食天流，
就是这个冬天过去了，夏天来，夏天过去了，冬天来，这千变流转，渐于此，渐渐到达这个样子。底下呢就叙述那整个过程。何以故？我年20虽好年少，颜貌已老，痴10岁时。讲我20岁虽然还阁真少岁，不过已经比20岁较老啊。30之年又衰于20，30的时候哇，又比20岁更老。于今呢60又过于62岁，官50时宛然强壮。我即马62岁，想我50岁时阵，还阁真勇，宛然呢很强壮。是真，我见密矣虽死此肉，这个此肉本来是死亡的名称呐。那么这边呢，就在讲变化的现象。那么其间留意这个中间那个变化且现10年就讲10年中的变化。若复令我维系思维就是维系的来观察来想，即便年为一季，一季就是12年一季之中那个12年的变化也都很大时为年变不止是一季，一年就已经有变化了。其为年变亦见液化，不只有一年的变化1个月一样它也变化。那么何止液化？不只有1个月变化，又间入间一天一天又千变所以这个形容那一种那个观音因我们那个时间的流逝很细沉思谛观，刹刹那念念之间不得停住又能够沉思谛观，静下心来观察。刹那之间我们的念头一个念头一个念头都一直延续不得停住。故知我身终从变灭，所以知道这个身体一定会变灭。那么佛告大王，汝见变化千改不停，所以你已经看到这一种这个秘密的那一种变化的情形不能够了解。悟知汝灭由这个现象领悟知道你会这个死亡。亦于灭时汝知身中有不灭也。说呢，在灭的时候在死亡的时候，你知道身中有不灭的吗？这个波斯诺王合掌白佛他就回答：我实不知。实在不知道。那么佛就讲：我今是不生灭性。那我现在这个开始给你知道那个不生灭性的地方所在。底下就借着经过的事来讲，说大王，你年几时见恒河水？波斯诺王回答说：我生3岁我的那个年龄3岁时候慈母须我夜岐伯天，就是他的母亲带他去拜那个岐伯天。岐伯天就是长寿天去拜这个长寿天，希望能够长寿。那么经过此流就是经过恒河20集之是恒河水。那时候3岁就知道就是恒河所以他们那个印度很有名对恒河又很尊敬。那么释迦牟尼佛又讲：大王，
如所说啊，20之时啊，衰以10岁，乃至60啊，变。一直这个时间的经过啊，都一直在迁化改变。则汝3岁啊，见楚河时，至年13，其水允和。你3岁啊见到的恒河水，跟13岁啊见到的恒河水啊，有没有一样？波斯诺王回答说，13岁的时候啊，如3岁时啊，宛然无异呀。那个都没有变化了。3岁见到水，13岁见到水都一样，没有不一样的地方。乃至于今年62亦无有异。到现在啊，62岁见到的恒河水也是一样，没有不同的地方。那么佛就讲，如今自伤啊，自己很感伤，花白面皱，头发都白了，容貌皱纹很多，其面必定皱以童脸，那个面容一定这个比童年的时候皱纹多得很多。则汝今时观此恒河，以习同时观河之见有头貌不？所以佛就问波斯诺王说：你的面跟童年时候的面容已经都不一样了。那么看到的恒河水现在看到的跟那个往昔孩童的时候看到的那个看到的见性它有没有生出那个同貌呢？就是已经有生那个模出来。各位了解吗？我们的见性会不会生同貌？会生模出来的？不会所以是那个波斯诺王回答说：不会是真无生境里面没有生东西啦就是呢真清澈。那么佛言：大王，汝面虽皱而此见精。那个见精就是我见性，精呢就是纯一不杂叫精，见精就是咱的见性本体性未成动，就是我们那个佛性本体它的见性无了啦。那么皱则为变，有那个皱纹是变，不皱会变。无了那个无变化，那变则受昧会变化呢，它就会消失不见。那彼不变者言无生灭，不变的话呢，它就没有生灭。那么允和一中受汝生死所以那个不变者没有生灭为什么会在你的认知之中呢接受你那个生死？有以彼莫且离等，就是外道所讲的话，都言此生死后全灭用的那个外道所讲的呢，都牢记在心。那么王闻是言波斯诺王听到呢这个话，尽之身后舍生弃生，就知道呢自己就是死掉以后舍生就是舍掉这一生，弃生又往下一生舍生弃生，我们六道的都这样舍生弃生。那么以知大众踊跃欢喜得闻有所以这边呢，我们了解那个波斯诺王只在意他那个时候这个断灭了他没有这个要求找到真心也没有要求呢
要呢修正成佛，所以只听到释迦牟尼佛讲说那个时候啊，舍生弃生，他就已经很高兴了。那么这个时候阿难听到那个见性不昧，所以又产生了他的那个疑惑，所以即从做起，阿难呢即从做起。那么礼佛合掌，惭愧拜佛，说世尊，若此见闻必不生灭。这个见闻就是能够看到恒河水的那个它呢都没有生灭。那么允何世尊呢明我等辈遗失真性，颠倒形式？为什么这个释迦牟尼佛讲我这一些有漏者这个比较低层次的辈分遗失真性，然后颠倒形式？这个有一点怪罪那个释迦牟尼佛责备的恰当所以他又开始问了。那么愿心慈悲喜我成垢，希望呢这个释迦牟尼佛能够呢大心慈悲喜我这个凡尘的污垢。所以这边就是第四个十方显见的第四个显见不失。虽然颠倒，可是呢它不失掉。那么即使如来垂金色臂轮手下执，是阿难言：汝今见我母陀罗手为正为导。这个时候呢，这个释迦牟尼佛就自然两手下垂垂金色臂，然后呢他的那个手指就指向这个地上，然后呢告诉阿难跟阿难讲说：你现在看到我这个母陀罗手为正为导。各位浅浅，我们两手下垂是正还是导？这样是正还是导？两手下垂是正还是导？我们平常都没有去研究这个问题，所以当佛一讲了以后我们也想非常久，安尼是正是倒？然后阿难呢他就回答说：世间众生以此为导。因为每一次阿难用自己的那个意识来回答，时常被这个释迦牟尼佛当头棒喝所以他拉世间众生呢来垫底说不敢用自己的意识回答，说世间众生以此为导，而我不知谁正谁导，这个你都不负责任拢推给别人说这个世间人。然后佛呢就随着他的那个话语就跟他讲说：若世间人以此为导，即世间人将何为正？世间人拢讲安尼好做导，世间人讲安那好做正。阿难就回答说：如来施臂陀罗绵手上指于空，则名为正。阿难释迦牟尼佛讲你手拿起来臂的天空那个比在这个天上，安尼就好做正这个佛也很听话佛即四臂叫牙开都牙来那么告阿难言跟阿难讲：若子颠倒手尾相换。我们这个双手下垂的时候各位可以看手臂在上，手在下。然后呢，我们一举上去的时候手指在上，手臂在下，这是手尾相换。手尾相换。所以佛讲说若此颠倒手尾相换，
知世间人啊1辈啊占世，这个手臂啊没有一定的正一定的倒，没有一定的正倒了。然后我们以为手臂有正倒已经是1米，那直轴啊上视为正啊，下垂为塔，这个又加1倍啊倍米呀，弥上加米，往上呢加往，这样了解意思吗？都已经唔对啊，还唔对，顶头搁咧用心佛就是这意思1倍加1倍的瞻视，则诸汝身呢，以知如来清净的法身啊，比类花明所以从这一个观点啊知道你的身体跟呢是如来已经证悟的那个清净法身啊比类花明，就是拿来相比这也就发现明了。如来之身啊，名正偏知；汝等之身呢，好性颠倒。这个如来之呢，就是正偏知。所以呢，我们了解那个正知啊，我们了解说这个心包万法，偏知啊，就是万法为心所以正知偏知。那我们众生呢，好性颠倒因为执着心是在身内，然后法居这个心外，这样呢就叫做好性颠倒。那么随汝地观呢汝身佛身称颠倒的名字何事号为颠倒。所以这个佛呢要这个阿难来地观这个仔细的观察，说我们众生之身跟佛身这称颠倒者那个名字何处号为颠倒。那么以使阿难以知大众邓蒙瞻佛，目见不顺，不知身心颠倒所在所以这个呢，我们了解说这个一般呢我们都很少去探讨的这个内容。所以这一段呢，我们就是要了解那个颠倒的名虽然是在我们这个身上，是呢那个真理义理就是从我们的心，由心呢这个起颠倒，所以身上呢不知颠倒相所在。那么其相更不在心的义理乃在于我们的固执由迷真呢起固执才称为颠倒，而心呢实不依之真成颠倒，所以在心上也不是颠倒相之所在。那最终呢，我们了解说非可相求那个颠倒不是有形有相的东西，只可以从义理来求。因迷执固执了而说颠倒，然后我们呢迷执固执也不是有相的东西所以不能够指其相之所在。所以这边那个佛一讲这个阿难达以及大众都不知道这个佛所指的是什么样的地方所在颠倒。那么佛心慈悲，哀悯阿难及之大众，发海潮音遍告同会。这个佛心的这个慈悲说我们众生真的都蛮迷昧都是真妄为真，所以心慈悲，哀悯阿难及之大众就是可怜这个真。那花海潮音这个海潮音就是呢这个即使
海潮它都呢这个浪一来都会这个及时，所以海潮音呢就是这个及时之音。那骗告同会，就是普遍的告示同在这个楞严法会的这一些修持者，知善男子佛常说言，摄心之言即心所使，知所演化为心所现。汝身汝心呢，皆是妙明真经妙心中所现物。所以我们了解到佛在这个地方呢，就把凡尘的所有山河大地所有万象全部呢都讲，就是我们的真心所呈现，都是妙明真经妙心之中呢现的东西。所以这边呢就是讲这个法性法性中法性全部这个色心知眼及心所属知所演化，全部呢都是为心所现。我们的身我们的心全部都是妙明真经妙心之中所现的东西。所以我们了解说我们之所以这个追求心理心所讲的万象万事都是我们佛性所生它的根据来源就是这边。那我们了解这个是法性，那么法性只有一个，可是法相就有五位百法。五位百法，五位就是色法、心法、心所法、不相应法跟无为法，五位五个。那呢，我们要了解说这个五个五位把凡尘的所有万象万事都收纳在这个五位百法里面。那或许呢，之前就曾经有讲过这个五位百法那个时候呢，承蒙那个坤道典师也印那个书面资料给我们，有没有？不记得了有，但已经蛮久了那或许把这个五位百法的内容全部解说，要不要？这五位我们先讲第一个色法色法、心法、心法就是心所使用的方法心所使用的最多了色法有10个，心法有8个，心所使用的有50个最多，然后不相应法有24个，无为法有6个加起来呢刚好100个100个就是包含凡尘的所有万象万事。那我们先从色法讲，色就是形象那形象呢在凡尘来讲有11个就是眼耳鼻舌身眼耳鼻舌身5个了，对不对？然后6尘色声香味触法，5加6 11个，凡尘的色法就是这11个啦所有的万象超不出这11个，都全部在这11个里面就是色法像呢那个6尘的第一个色，它包含最广。然后呢，心法有8个，各位浅显，8个是什么？就是我们8识
八识知道吗？眼、耳、鼻、舌、身、意、莫那、阿赖耶八识，这个就是心法。心法呢，有8个。然后呢，那个心所，心所法，心所使用的法有51个。那51个里面呢，又分成5遍行、5别境、11个善法、6个根本烦恼、20个随烦恼，4个不定法。那20个随烦恼里面又分成大、中、小，大有8个，中有2个，小有10个。那我们现在呢，先从那个5遍行先讲5个遍行。遍行在我们心所使用的里面，心所使用的里面呢，我们就是了解它呢，就是非常的那个宽广。遍行5个遍行，遍行在我们的生活之中，所以那个呢，是最重要。之前我们都有讲过一点印象都没有吗？有没有？以后有那讲讲看，5遍行是什么？第一个就是作意，工作的作意念的意，作意，是遍行在我们那个心所里面。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接触，我们接触它就是5遍行里面的那个第二个，第三个就是受，接受感受。然后第4个就是想念的思想的想，然后第5个就是思，思想的思，叫遍行，遍行在我们的心所里面。然后5别境第一个呢就是欲望，我们的那个欲望。第二个呢，就是圣洁，圣洁就是对我们所关照的景象决定认可，不可怀疑一怀疑圣洁就没有了。然后呢，第3个念，第4个定，第5个慧，念定慧，这个叫5别境，要个别的景象。然后呢，有11个这个善法，心所使里面有11个善法。第一个呢就是信，相信自己不生不灭的佛性，信。然后惭愧，无贪无嗔无痴，然后精进清安不放逸，然后行舍跟不害，11个善法，善法有11个。然后有6个根本烦恼，贪嗔痴慢疑我见。你看我见列入根本烦恼，所以那个我见就是邪见，不正确啦。这个呢是实义6个根本烦恼。然后有20个随烦恼，随着我们心所烦恼随。那有大中小，大有8个，8个就是我们了解到那个随烦恼的重要，就是调举。还记得调举的意思吗？我们把心举得高高，让它不安，这个叫心都掉了，把它举高，让它都不在了。比如我们去买那个9.6亿的刮刮乐，心有没有掉了？都是想
要丢吼，心拢无呀，那个叫调举，所以我们了解啊，那个调举都是使我们的那个心呐不安，不能够安定啊，心都不能够安定，那个呢，这个是最重要的。那我们不要在日常生活之中呢，不要把心这个举得高高的，让它呢不安定，所以不要有这个调举，这样了解吗？因为我们最少使用调举的这个名词，很少用对吧？所以一讲呢，我们都不知道它是什么意思，不知道了。一讲出来下面有做调举，这样知道了吗？所以我们是不要这个调举，一调举了以后，时时刻刻呢，我们生活都好像悬在那个半空中，所以不要有那个调举的那个事情呢，在我们生活之中，就是要了解那个重要性。然后呢，这个第二个是什么？不是都有听过吗？懈怠，懈怠知道吗？所以我们要知道说，完成的事情要有成就都要精进那懈怠的话，一定成就不了。可是我们最容易有这个身体那个懈怠是很容易就产生，很容易产生了这个懈怠，然后第三个昏沉，这个昏沉就是咱的那个神不济可以有没有昏沉的时候？所以我们了解那个昏沉就是精神不济，昏昏沉沉，很容易就形成，对不对？那当昏沉的时候我们有没有那个那个觉在不在？昏沉的时候觉在不在？那不觉叫什么？叫无明啦。昏沉的时候还叫昏沉，那就同一个名词了。不觉啦，不觉就是无明。所以我们了解就是无明。然后呢，这个第四个叫做妄意。妄意知道吗？妄意假如说我们坐那个大众运输看到那个两只脚然后伸得直直的，有没有看过？那个就叫妄意，动自己的意念，妄意，所以我们了解那个都蛮生活之中蛮会呈现的啦，都会让我们这个走路不很这个修上面不很正确的那个方向，所以不能这个放，这样了解意思吗？所以那个是属于心所使用的那个随烦恼里面所呈现的然后呢再下来就是这个思念，我们念我们不是保持都没有念头就叫正念吗？我们思念就是拢规个六神无主思念，然后第七个就不正那个散乱到最后一个呢不正知，就大的有8个，中的倒比较容易记
无惭无愧，惭愧啊，没有惭愧哦，随烦恼的哦2个中的。那小的随烦恼哦有10个10个，第一个哦就是愤，一个分底下一个心，然后第二个哦怨愤的愤，立心边再一个梗，哦愤，然后第3个覆啊起来，覆盖，哦覆，哦第4个啊哦就是恼懊，哦然后第5个嫉妒的嫉，哦第6个牵的牵，哦牵，然后呢哦第7个陷，第8个害，陷害，哦第9个骄傲的骄，哦还有一个什么？早记得很好，没错，就是狂。哦，然后4个哦不定法，哦第1个啊，就是后悔，哦第2个啊就是睡觉的睡，第3个呢哦就是寻找的寻，哦第4个啊就是事，一个人字边在一个总司令的司啊事，哦这个4个不定法，哦这个啊是20个随烦恼哦里面啊所呈现的。然后呢不相应法有24个，就是不跟心法相应，也不跟色法相应，它就是独立哦。那或许先把它从头到尾念一次：得命根众同分一生性，然后呢无想定灭尽定无想报，然后名身具身闻身生住老，然后这个生灭流转，然后同意相应，然后这个世数次第，然后这个时间的时，大方的方，以及树木的树，然后和性跟不和性24个，那呢一个解说它的意思。第一个呢得，我们得到了，得到跟失去啊，它是相对待，所以这个得呢不跟心法相应，也不跟呢色法相应，它是独立的得。然后我们呢命根，我们生活在凡尘有命根，然后众同分，众人大家都一样，那个共识众同分，然后异生性，异不一样，然后生性生出来，异生性不同，然后呢那个受想定灭尽定，这个是以我们修的定力，也跟色法心法不相应，然后呢再接着下来就呢名，我们那个名名字的那个名声，然后呢这个记，一句一句一声，然后文章文声，3个。接着呢生住老，是以我们在完成的生，然后住相，老年岁大，生住老，然后无常流转，无常一个流转一个，然后呢同义，同跟义不一样，然后相应，相应也不属于心法，也不属于色法，所以它不相法里面，然后呢再接着世数，世就是势力这里适度的适，然后这个次第一个接一个缓慢
次第，所以呢，我们了解啊，这个都在不相应法里面。然后呢，接着啊，就是时间的时，然后荒大荒的荒，然后树木的树，手，然后啊和性跟不和性，24个啊不相应法。然后呢，第五位的无为法，那无为法有6个，虚空为，然后则昧，显则啊昧，非则昧，然后呢，这个不动，然后呢受想昧跟呢真如，这样呢整个五位啊刚好100个法，五位百法。刚才啊，那个释迦牟尼佛讲说呢，色心诸缘，色法心法以及呢诸缘，心所跟呢不相应啊，跟无为都属于资源，所有的因缘，以及心所使用的方法，诸所演法，全部啊都是唯心啊，所现，都是我们的那个真心呐，所呈现呐。这个呢就是啊，万法唯心，心包万法。之前啊，我们师长都会讲，说我们无念的时候啊，叫做什么？叫佛知佛见，对不对？那佛知啊，三心不可得；佛见啊，不执着一，不执着欲。有没有印象？好像是忘光光了所以有时候啊，我们了解说，一研究深入了以后啊，有蛮多的一些啊，那个内容名词啊，我们有时候连听都没听过了，他没听过，当然就不知道他的意思啊，他不了解了，那我们要怎么样去做？那更差得很远，所以要做啊，都是要先了解，对不对？因为我们今天就是我们这个农历年的最后一次上课了，下次上课啊，已经过年元宵以后啊，2月11号，2月11号，就是明年第一次上课。所以在这一段期间我们就可以啊，这个拟定方向目标，背一背我们想知道的真理。假如说我们利用这个过年的1个月时间啊，把这个五位百法都背下来，可不可能？明年有没有那个勇气说？我来背给大家听，有没有？五位百法，因为我们知道了以后，就会了解说，完成的万象万事啊，离不开这个五位啊，色法、心法，心所使用的法，不相应法跟无为法。绝对的里面，那我们有背的时候，知道是它的范围到底有多宽广。那我们了解以后，对真理的那个认识啊，有非常大的帮助。就不会含离糊里啊。我们时常都会含混，对不对？拢安尼啦，都安尼就对啦，都安尼，拢个夹做伙啦，有没有？那我们假如说对这一些比较深入的话，会知道啊，他每个角度所讲的都不一样。那我们不一样的角度啊，有不一样的作为，那成就啊，也以不一样的程度啊，所以那个也是帮助我自己，所以或许之前就已经有讲过了，因为在北部啊
这个《楞严经》啊，有讲过2、3次啊，所以那个时候啊，也就有背那个五位百法。现在呢又把它这个恢复啊，他说背能够改复习，所以啊，不但能背，而且能解说。很多都是背啊，背的时候会了，可是一解说以后啊，解说完了找到下面各讲的下面转不赢，时常都会有这一种现象。所以背很熟以后啊，就不会了他一个会接一个。所以这边呢，我们了解说佛所讲的，就是完成的万象万事啊，都是我们的真心所呈现的。这个呢，我们要接受啊，是要一段时间，对不对？你看我们已经上课2年多了还做这个观念啊，是不是刚开始听说那种人安尼什么山河大地拢我的佛性，很奇怪都会说山河大地跟我有什么关系？怎么会都是我的佛性？可是我们一研究了，一深入了以后没有真心佛性就没有山河大地，所以整个万象都是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所以佛性虚空无相，不拒绝诸相发挥。所有的万象要发挥，我们佛性都不拒绝，都让它呈现。那万象的呈现跟万象的那个消失时间呢都很短暂，不过100年而已啦。那100年在我们不生不灭佛性来讲，它只是一个一刹那，很短暂的。所以我们了解说，为什么会生花？生花呢，就是众缘际会，然后才生花。之前或学姐还记得说，在义佛宫有上过一堂课，那个时候就是用这个。我讲大家拢有双手用的时阵手摸拍，了解道理。你看咱拍谱的声对无？这个声的来源倒来？为正手来？正手会出声未？为倒手来？倒手会出声未？去空中来？空中会出声未？无音家己走出来，无音会出声未？拢未你看众缘际会，有正手，有倒手，有空间，有咱的心，声就走出来，对无？所以观地万象跟万事，拢是安尼啦。众缘际会，它才成立，叫缘际则生啦。即摆缘散你无咧拍，则灭就无去对无？咱知影这个道理爱顾及免，拢唔免对无？万行拢是因缘集合才出来，万缘消失就无去，咱那就顾及害着啥？害家己啦，害家己拢烦恼的对无？有没有？咱若拢无讲迄个缘起则生，缘散就灭了，过了就过了不要有善心思想，不是整个佛性拢呈现啦，有无？所以当下面万年拢伫内底，万年拢伫咧咱当下一念。咱若有善心思想，咱就拢伫咧六道轮回。爱是苦嘛苦袂了，苦袂了想找，家己找来对无？咱就拢家己消掉。这苦袂了，拢甲消掉，迄是咱家己找来。景色已经拢变换，咱固执伫咧旧的景色内底，还阁固执条条，有无？拢安尼迄甲咱骂的人，毋知拢走倒去。咱伫咧骂迄个内容内底，还阁气甲安尼
阿妈滚筋大条，有没有？真戆吼，真戆人跳。毋过咱也无去吼，佫会互笑。所以哦，我们了解到哦，在凡尘啊，我们走入这个真理世界，所以一进入以后，哦，咱就要了解，别人好歹是非拢免讲啦，伊做足侪功德唔分我啦，啊，伊做足侪罪过吼，我唔免去甲担啦，安尼爱去讲人哦是非也免，唔免啦吼。迄无效咧吼，啊，所以吼，迄就拢莫讲，吼，拢过去啊啦，迄拢无，啊，所以吼，观恶缘啊是功德，迄无代无志吼，吼，甲咱离离咧麻麻咧。我们想一想啊，那样呢？哦，是安那甲咱麻麻的吼，啊是啥物原因？啊，原来就是咧甲咱消一寡业。甲他消一寡罪，啊，咱若来吼，对立啊，就是无爱好消啦。啊，平常咱拢安尼吼，咱拢顾一条条，啊，我要甲抹条条啦，我的罪过，我的业吼，我拢要甲抹条条，你免甲我消，是不是这样？好像是吼。所以哦，我们要了解到哦，那个啊，喜欢骂人啊，哈，自己啊，就是不明理，不明理才爱骂人啊，对不？啊，不明理的人有可怜啊无？可不可怜？很可怜哦，敢若跋落去古井，啊，咱唔通摸石头搁甲沉落，哦，哦，咱知伊可怜就好啊。伊后日啊吼，迄个景象，伊咧敢骂，咱伫咧看伊可怜，将会怎么样？那个哦，旁边有手机照相的，赶快照起来。一个接受嘲骂，一个骂人，然后哦，那个被骂的人很高兴，骂人的人那个气势足强，迄一定哦，食足迄个五辛呐，五辛怎样？讲看卖，糖啊菇菜，因为那个五辛啊，会帮助我们发威。你若拢卖食哦，你咧想哦，迄面容拢袂歹看。好看好看，啊！你若有食迄五辛哦，迄个是哦，因为帮助你啊，食迄物件帮助你，发出来迄个威形哦，真重，啊，看到真恐怖。所以我们为什么说要培养的素食？假设是一方面无甲这下等动物啊结恶缘。啊，一方面啊，培养咱迄个慈悲的心，慈悲喜舍啊，是咱佛性内底本来就具备，本来就有。可是我们现在大概都拢唔知讲咱佛性有具备啊，慈悲舍，慈就是娱乐，人家快乐；悲呢就是拔苦，把人家的苦啊拔掉。然后随喜功德无边，要随喜，人家好了要高兴，然后舍啊就是布施，什么啊可以给人，这样呢就不执着，就呢很快乐的生活，所以我们了解说佛性里面就有慈悲喜舍，是无量心，本来就有，可是我们现在都没有。拢无遐啦，所以这一阵子啊，要看那个老子的那个天运，老子在讲那个中无主而不直，
有听过吗？我们中心没有主人呐、哦，那个道啊不会停留在我们身上，有没有？听过要记哩啊！哦，我们听过拢啊，你等于家人较远过，你大顿的啦。然后我又背着回去了，难怪一次都那么重。所以那个老子讲的那个道理啊，都是很简单、很扼要。说我们中心没有主人啊，道就不会停留在我们身上。然后外无正而不行，外面没有正念你就无法度做出来。所以做出来拢跟真理啊相符合，你才能够做得出来。然后那个名啊、公器啊，不可多取。咱爱名对不？爱真好的名，爱学了迄个名声啊。老子讲迄公器，公的器物啊，不可多取，袂使摕伤济啦，一时啊就好。然后呢，仁义啊，先王之举辱，迄就是先王迄个因迄个传递信息你休困迄个驿站你休息的方式，只可以一宿而不可久处，会使住食，袂使住伤久啦。所以那个仁义，然后这个古之智人，古时候的智人呐，那个假道于人，偷走于义呀，就是从那个道里面的仁义然后去行持。然后这个以有逍遥之息，然后食以苟简之田，立以不殆之朴，逍遥呢无为，然后苟简抑扬，然后呢不殆无出，就是说呢，我们要培养那个无为的那个生活无为无所作为然后苟简抑扬，苟且简单好吃的啦身体够健康咱即摆食了伤好身体毛病真济愈简单身体愈健康愈长岁数不殆就是不谋利，不谋利的话我们人就不用付出就会完整咱拢付出神都善的所以老讲说以富为食者不能让路就是伊拢爱就爱趁钱就爱累积财产伊迄个别人迄个要趁钱的迄个路伊拢袂溜啦，伊拢要占的家己趁。那以显为士者不能让名名显你若去追求要出名你拢迄名拢袂去让人讲谁的名若比你较好较安尼较侪人学了，你就嫉妒，有没有？我们都会这样什么人好安尼大家咧学了迄内心好安尼已经嫉妒唔好讲的亲前者不能与人比就是讲你若爱管拢6条条你就袂放管互人然后而一无所见对这个道一点点都没去体悟，一就是道，一无所见，就是没有去印证那个道。那么以窥其所不修者是天之入冥看遐无用是咧创啥原来就是上天在刑罚人民啦咱若受上天的刑罚就是咧追求钱、追求名、追求权利迄个已经上天惩罚，这样了解意思吗？那个是在庄子的天运篇里面
第五小段，那一段也蛮对我们帮助也是蛮大的。因为孔老夫子研究易经已经有12年，可是还没有得到。那我们现在的人研究的时间都没有那么长了，可是都会称为自己都已经了解了，就可知道我们那个差的那个程度很远。那我们又回来讲个楞严经，还剩下20分了。各位有没有很多问题要问？没有，再讲个10分钟，还是要留给各位问，或者都鼓励有疑问，才会进步得快。好吧，我们再讲个10分钟释迦牟尼佛讲说，允和汝等遗失本妙，本来自妙了。所以我们了解我们那个真心佛性就是非常的这个奥妙所以佛呢就讲说为什么我们拿这个遗失本妙就是呢这个责怪这个阿难及大众遗真任忘就是遗失那个真的任忘的那么前面呢阿难有问若此见必不生昧，因何名我等辈遗失真性所以他的意思阿难的意思呢不知以何因缘收为遗失那么这一段佛现在讲这一段，闻汝等呢遗失本妙，言妙明心呢保明妙性任悟中迷，就是他那个遗失那个真心的缘有因缘，那么由颠倒而失因为颠倒，然后才讲这个遗失是本来就没有遗失了，可是好像我们都不知道不认识就好像失掉一样，所以我就讲就是这个本妙，它本来自妙了不假修为，不用我们修呢，它就已经很妙就是我们的心性本来这个自妙。再讲这个言妙明心这个言就是我们那个本觉造用言容呢囊测言眼觉造用，因为言后面加那个妙就是从妙呢即明，那个妙就是不变之体然后后面那个保明那个明是随缘之用所以不变之体妙在前面，然后随缘之用明在前面言妙保明，先了解他的那个意思吗？了不了解？言妙就是在讲说本觉造用，我们那个本觉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妙变之体不变之体就是妙那后面那个保明那个明就是随缘之用所以先讲那个本体圆融那个圆妙明心，从妙呢起明，就是呢极而常照用极或是用妙都是不变之体极而常照那个照就是随缘之用。那么保明性保就是本性这个集体清净呢真实乃极明而妙那个明就是照用照而常极这一些就妙明心保明妙性就是我们心性的全体大用佛都是这样的，我们众生也这样，只是我们没有认识而已
这个原本啊都是自己啊本有的这个家珍，家里啊最珍贵的东西啊，我们都遗失掉。那么最后一句啊，任呢物中迷，任呢就使以啊这个颠倒的那个固执的我们那个情绪不当任呢而任这个悟者就是啊领悟万法为心心呢能够包万法，那迷者呢就是迷这个法皆在心外，那么心呢就在我们身中所以我们众生呢应当啊要反迷啊归悟。那么允呢竟任呢悟中一点迷情为自己的心性这个呢就是啊这个颠倒即为啊遗失呢真性，更执着啊认了这个迷情以为真心，这个就已经啊使以啊认物为己，认呢所以宏图就是我自己认为身体啊四大假儿是我，已经呢就是啊迷上加迷就是被迷，即是啊颠倒之中加一倍的那颠倒。那么心的迷雾啊，跟手臂啊这个正道来对论其很容易了解。那么心呢本来没有迷雾而说迷雾如手本没有正道而分呢这个正道，那么它的病所在啊全部是在固执那个执啊这一个。我们固执这个执情啊，假如说能够化解掉就变成啊偏执那执呢不化不把它化解，就变为性颠倒。那么见虽迷执颠倒，而真心呢它不会依它真的颠倒所以好像我们人迷东为西呀，那么东实在不会转成西呀只是我们人的认知啊不同而已所以了解啊这个凡尘事啊我们这个知道正确的并不多了，很多都是这个一知半解那么接着呢就讲这个毁灭啊为空，空毁暗中呢这个结暗为色，所以这边呢就已经在讲我们那个一念无明啊生三系那个毁灭为空，本来是真空了变毁灭空，那毁灭空就是完空在空为暗中就会结暗为色就变成山河大地山河大地的由来它的那个因缘就从这个地方就已经开始在讲所以我了解说整个年经呢就是佛在讲我们的那个心境呈现在凡尘的所有一切讲得最透彻的一部了一部经典呢就是这个楞严经。所以那个底下那个小的字乃由最是一念的妄一念的无明迷这个性名成无明，所以叫毁灭。那么由此无明将这个灵明洞彻的真空变为毁明暗昧的虚空是为业相。这个时候业已经形成，这个就是从起就是经典里面呢所讲的迷妄才有虚空然后呢依空呢立世界那么空为暗中呢这个结暗为色，在这个完空毁灭暗中互依呢这个无明之力
转我们本来有的那个智慧之光，也就是般若。为能见啊，是望见，所以能守啊，从这个地建立，所以是第二个转向。那么以这个空为暗中呢，亦有所见，而业相无形象啦，业相没有形象，所以本不可见，没有办法见。然后呢，我们眼睛瞪以花劳，就看到空中有花，所以结暗境不成四大，所以有鸿儒之色，变起三河大地世界，依报。正报是我们身心依报呢就是外面的景象，外面的环境，所以就讲结暗为色，是为相，有业相，有转向，有现象，就是我们楞严经所讲依空呢，然后立界，世界有了以后想成国土，有世界有国土然后我们众生就这个出现在国土上，所以和这个业相转向这个现象三相为这个三义就是阿赖耶识以上的这个色空等法迷则无论虚空世界虚外实有不知道呢就在我们的个身心之中。接着色杂妄想那个我们要明年再研究了因为只剩下10分钟留下10分钟呢给各位提问有疑必问好，请说。我们说万年放下万年放下一念生可是刚听他第一句话亦无所事而生其心，那这两个有没有冲突？好，请说。这个《金刚经》所讲的应无所住而生其心，那个应无所住也就是万年的放下，一切都无所住，因为有所住它就把范围缩小。那无所住我们那个佛性尽虚空遍法界很宽广，所以应无所住就是万年放下。然后呢，而生其心那个就是真空妙有，所以真空妙有就是我们佛性的本体，也就是一念不生状态。所以那个我们要了解说，只是文字不同，它意思是一样。那个应无所住是最重要的。那我们能够万年放下，就是一切都无所住了。一切都无所住才叫万年放下。那我们在《楞经》里面讲到7次生心处心的地方所在。那么这7个地方所在就是我们凡尘的所有境界所有的境界，这个甚至连没有形象的也包含在内。所以不管有相不管无相，一切呢都无所住。一有所住就不对了，就已经错了，离开了佛性本体，就变成佛性的功能作用了。佛性的功能作用我们在凡尘用，可是用了只有一次。像或者讲我们呢以那个我们的嘴巴里面的舌头表示说它不变之体。那我们吃花生、吃甘蔗、吃梅子、吃面、吃饭，那个是随缘之用。那随缘之用我们要了解说，当我们花生吃完了，那个花生味道
就消失了。那个就是随缘之用的用，它只有一次啦。袂讲你无咧食土豆豆味啊，个拢喙拢直咧，几六工个拢有，袂安尼啦。所以那个用啊，只有一次。可是啊，你看咱的喙齿伊即摆拢无食什么时阵恢复啊，甲不变之体又回来。回来不变之体，你即马食什么啊？个什么味个造出来，有个随缘之用。所以我们了解说，我们保持啊那个体，我们掌握到体，那随缘之用啊，就那个事来则应，事去则见。用的时候我们就用，该用就用，那个已经用过了就丢。用过了就把它呢，抛开了，不住在我们心里面，这样呢，我们的心啊就清净，时时刻刻啊，它能够急而常照，照而常急，急照同时，就是我们的本来面目。这样了解吗？急照同时，急啊，不变之体。照啊，随缘之用，它同时啊，都是同时呈现，同时呈现有不变之体，同时呈现有随缘之用，那我都能够了了分明，这样知道吗？知道。所以《金刚经》的应无所住啊，跟我们在日常生活之中万年放下，它是一样的。你无所住啊，是不是已经没有万年了？对不对？万年都已经放下了，就无所住了。可是无所住啊，会变顽空，所以耳生其心。耳生其心啊，就是有在无所住的真空之中。呈现啊，没有形象的有，那就是佛性本体，也就是急照同时。这样了解吗？了解。听久了一定会熟，一定会足熟啦。一直伫遐听久了足熟，足熟就变咱的啊。就呢，能够在真理世界之中呢，讨生活。就会很自在。还有5分钟，好，请说。好。什么叫火候、土候？它如何培养火候呢？好，请说。这个火候你有煮过饭吗？迄饭若当咧煮绝对唔通去淹去。你若去淹迄餐饭活大海啊，歹食。所以要火候像或学那个小孩子的时候啊，煮迄个迄大鼎迄个饭用超音啊，迄稻啊挂咧，超音摕来做迄个茶火，即马拢要煮饭啊，迄米洗落去，手都接水啊，都淹到手满满，安尼水拄啊好。刮看咧超音就兄，即马兄听内底啊，无水滚啦，即马声无去，水大啦，水大的时阵都唔通搁兄热火，即马搁兄热火就超大，所以迄个时阵啊，就安尼迄个安尼温啊火，用文火互伊烘，即马烘甲迄个饭的味汤味拢走出来。迄就熟啊，迄就火候有够。你若个等咧啵，迄火候还未够。所以这个呢，我们就要了解到，当我们做万年放下，那个刚开始的时候是要认识啊，不生佛性本体。那个时候当然谈不上火候了。你即马已经抓到佛性本体啊，即马搁接落去，搁在这万年放下，搁一念不生，迄度咧培养火候啦。你即马迄个火候一直培养，培养的中间它一直累积。本来
那个培养出来，开始啊就执行了，过来就必生心，过来必大悲心，那个大悲心的成就了，火候的拢有啊，所以火候有的时阵你就能够这个事还没来，你都能够去感应到，就会事先有第六感，然后会有一些是佛性的功能用。我们讲神通，都会呈现，那个是有火候以后才会有的这个现象。所以假如说我们刚开始做都不会有啦。只要我们能够掌握到的佛性本体，然后往后就会一个一个一直呈现出来。你不用心去做，只有按那蒙一个轮廓，你蒙掉你就该放弃，那就谈不上火候了。所以火候就是要培养，就久的时间对的是跟真理相应的对的，你要坚持去做，久了自然火候就呈现。还有2分，好，请说。袁老师好。好。或者我是想请问，何谓不空如来藏？何谓空不空如来藏？好。这个第一个空如来藏，就是全部都是真心佛性本体啦。那个叫空如来藏。是实以我们偏在真的方面。那个不空如来藏就是跟凡尘的现象已经融汇合成一起，它已经进入凡俗，所以空如来藏是真谛的，然后不空如来藏的是俗凡俗的俗谛，然后空不空如来藏就是中谛。所以了解说我们就是到最后的空不空如来藏，是吧？中道而行，都很生活之中很符合真理。那我们偏空的话，那个空如来藏是在佛性本体我们很注重，就会变成阿罗汉独善其身不想兼善天下。然后不空如来藏，它就跟凡俗融在一起。他有要兼善天下的心，可是比较着重凡尘的一些事物，然后到达不空如来藏，那就已经很理想的状态，是这样的。我问人走一走，这久也无看。这样了解吗？到了下课。白话有2面，不同时间写的，那个解说里面内容的解说不同角度，不同时间写不同角度，那个5位百华在那个不相应法有24个里面或许少写1个，就在那个大方的方前面有一个时间的时，可以把它加上去，时间的那个时，加一个时还刚好24个不相应法，那个时没有写就少1个。只有23个5位百华不相应法有没有看到？不相应法我们算一算只有23，就是少1个，1个就是在大方那个方的前面有一个时间的时，有没有？不相应法第4个，第5个无为法，第4个不相应法，不法少1个就是时间的那个时，在大方的方前面，
有没有找到？好，找到了哈。哦，因为我们过年前啊，是希望说过年1个月的时间啊，能够把它呢这个5位百华都能够背下来。5百华搁浅写过年1个月背了几个？有没有50个？百华全部都背下来了。因为我们在凡尘啊，就是有2大系统，一个法性啊，一个就是法相。那么这个5位百华就是法相，所有的凡尘的法都在这5位百华里面。所以我们5位百华了解啊，就了解凡尘所有的万象，万象呢都在5位百华里面。包含在5位百华，所以有那个色法，有心法，有心术法，然后有不相应法跟无为法，5位5个，那5个的底下呢，我们把它算刚好100，那个心手法就是手使用的方法，那个最多啊。有51个，那51个里面啊，它分成了5片行、5结境，11个善法，6个根本烦恼，20个随烦恼，4个呢不定法。那20个随烦恼又分成大、中、小，大呢有8个，中有2个，小的有10个。所以这个呢5位百华已经包含我们凡尘的万象，全部包含。所以刚才或许有讲说2大系统，一个法性啊，一个法相。那么法性呢，我们就是得在我们身上来说啊，就是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本体。那为什么我们会说呢？这个法性，因为完成的万象都是从我们的真心呢生发。我们呢上个过年前啊，上次啊有讲，万象啊都是我们真心，是我们真心所生发出来。那生发出来，我们讲这个佛性本体啊，我们听起来就怪怪，所以就讲法性，这样懂吗？所以2大系统，一法性的，一个法相，就只有这2个。那我们全部了解呢，大概凡尘的所有万法都了解了。可是各位一定会很纳闷啊，那有没有全部了解？没有啊，对不对？所以就我们呢又要习习，这个楞严经呢是释迦牟尼佛示在凡人的时候就直接讲净理心法，就是要我们都能够明心见性，透彻的知道我们的那个独一无二的不生不灭真心佛性都是整个透彻了解，就只有这一部经典那因为我们有预告这一部讲完以后要讲维摩诘经，有没有？那或许已经把维摩诘经都记下来了，可有没有拿到都没有好像断层了后面那个箱里面呢，整个都是维摩诘经。那为什么或许会先把它记下来？因为在或许的讲经说法之中都已经这么久已经有大概将近50年的时间在讲经说法。最深最难讲的就是维摩诘经最不容易讲解就是维摩诘经，而且它很究竟
一个维摩诘，他示现在家居，就是凡人。那一个释迦牟尼佛就是出家修正成佛。所以一个在家，一个出家，两个角度不同，然后两个互相惆怅，就是互相把那个重点都提示。我们在凡尘要重视什么？然后我们修道脱离苦海要怎么修？都有交代。所以那一本经呢非常殊胜。他或许有把那个里面经的本文比较不容易了解就在那个空地旁边把它注解下来。所以我们事先看的话，就可以事先了解说那一些比较没有时常看到的经文，它是什么含义。这个倒是蛮重要的。因为以往我们接受我们道场教育那个受持读诵金刚经，我们不是拿经典在受持读诵嘛，对不对？可是后学讲解就不一样，各位有没有听进去受呢就是受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本体，然后持就是把真心佛性本体拿出来用，叫做受持，是不是各文字都不同了？我们就是要了解到往内那个才是正确的，往外我们去受持那一本金刚经没有用了，那你放下来都全部没了。那我们从我们的佛性本体出来，我们能够接受自己不生不灭佛性本体，我们就当下就是佛。所以那个受就很重要。然后持就是要用，把佛性本体功能作用全部都表现出来，在日常生活之中，这样的受持才能够我们自己是不是得到利益？然后读诵就是要利人。要帮助别人，所以受持是自利，然后读诵就是利人，能够自利又能够利人，能够自觉又能够别人，觉醒就可以圆满。觉醒圆满就成佛了，这样了解吗？所以4个字对我们作用就很大。然后或许把里面比较少看到的一些经文旁边都有字解，像说深入缘起，我们要深入深深的进入因缘怎么起来，现象怎么来的，那个我们深入缘起就会把怎么来的原因找出来。那我们能够找出我们生出现象的原因，我们就可以去掉它，不要它呈现现象。那这样我们就可以归还到我们每一个都是佛的本位，就已经都回来了，回到家了。我们郭老师真用心或者迟到这2天才看到那一张浓缩版的老师的墨宝，各位都有看到吗？真的是老师写得很棒，对不对？老师又提起你要的话一定要看那个 DVD 要听CD 要听 MP3，就是要研究心理心法才可以要。有没有推广得很极致？有没有？真的是很用心，对不对？那各位了解是我们福气老师在北部一句也不收，所以或许就像我们同一公要个几千份，做什么？给北部的道亲看一看老师在南部提倡的情形。那老师为什么把北部放弃了呢？
没有，怎么连点纵然不见效有开杀？怎么开杀的时候连一句也不提？所以我们要了解到北部的善因缘不记住，我们南部就是很淳朴，善因缘很足，所以老师很疼爱我们这边，对不对？没有感觉啊？都要我们能够研究，能够自己有信心可以成佛，可以成道。老师又一直强调我们点到那个点到词里面只有18逍遥，18以后因果都要自己承担，对不对？所以研究性理出来以后我们就从那个因都透彻了解。因都不造了，就没有果报，就当下解脱了，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回归到本位，都是佛菩萨，每一位都是佛菩萨。可是我们现在呢，就是被我们自己的知见障碍，我们的知见障碍我们不能够呢，成佛，障碍我们不能够呢，当下。就能够具备万年。我们现前一念具备万年，可是我们现在的现前一念不浅显什么念？我们跟我们最亲切在一起的念头什么念头？是不是过去心、未来心跟现在心？对不对？都在想过去、想未来、想现在，都是在现象里面，所以那个就没有具备了，那个时事古今不离当念。那我们要了解到，我们佛性本来都呈现，跟佛菩萨没两样就差别在我们的见解自己障碍自己，在这里而已。所以只要我们能够放下，我们能够万年放下，一念不生就可以回归到跟佛一样的那个佛性本体，可以发挥佛性的那个整体大用都可以发挥出来。所以我们老师写的墨宝不是有2个方向吗？有没有？真的就是要放下，放下万年，放下就海阔天空了。因为我们放不下，所以烦恼很多。我们回想一下，为什么烦恼？就是因为放不下，因为我们住相，对不对？够同好的无一个给我赢。同心努力，所以我们这个明心见性一样要同心努力，大家呢都能够明心见性，因为这个眼睛全部呢讲得很微细都是要我们明心见性，心明了因果不昧，见性了成佛无疑绝对呢不用怀疑，一定呢会成佛。所以内心产生的信心。那假如说我们对自己不生不灭佛性本体一点认识都没有，怎么成呢？就不会不会成那个成是希望，是不是这样？是。希望成佛，希望，那希望就很渺茫了。我们是可以掌握，我可以成佛的。各位有没有信心有。还不错啦，这个还很肯定。就是肯定自己的佛性本体。这样的话，成佛就是佛性本体所以我们一定要有。那而且在过年期间呢，这一段就看那个淮海禅师
怀海禅师啊，是七祖马道一马祖的徒弟呀。那马祖徒弟啊，这个怀海禅师跟那个普愿，还有一个智藏，三个啊，同时啊拜七祖为师啊。那怀海禅师就讲那个顿悟的法门，然后或许一看说我们在这个一直周万年放下念不生，就是这个内容，所以把它呢这个抄写下来，然后呢想一想说过年的时间都可以这个静下心来看，然后就会有所领悟有所进步。所以呢，各位要对这一章呢多用一点心，因为我们在这边假如说再来讲解的话，那个场面就不太适合我们讲。所以要呢就是要听那个内容，就是要像北部前线要那个 CD 或是 MP3， 他们会录下来拿来这个听呢就可以。因为我们对万年放下的内容都还不是很熟悉所以有一些都还会问，说在万年放下的时候看到什么，遭遇到什么，然后都很在意，对不对？那个是没有放下，没有万年放下，所以呈现我们佛性的那个精体大用就没有全部出来，所以连那个敏感度那也不懂。那假如说我们能够按照怀海禅师所讲的这内容来做，那就从凡夫地直登佛地，直接到达佛地了。所以或许就把它呢抄录下来。那各位要找原文呢，就在简德传灯录或是五灯会员里面呢有记载，那个都是我们历代修持者的经历，从西元0年一直到西元1135年，这个期间我们中国那个修道很兴盛，都会踏破铁鞋去找道，到各次去访道，去呢找怎么样修持的那个法门。那从那个密勒鲁巴以后那个修道风气就渐渐的消失了，因为道隐藏了就见了，所以要修就没有法门可以修。那我们呢现在是沾到了上天大开普度，能够先得呢而后修，都很幸运这么好的时机上天又承认我们都已经能够得到了。各位有没有得到我们都得到了。得到是我们脾气毛病都还有，对不对？我们要把它修让它不见，没有脾气毛病。有没有坐在那个供桌上的佛菩萨发脾气？不会坐在供桌上不会发脾气，对不对？所以我们在修的时候也不能有脾气就是不能有落入情绪方面的事啦不能有。所以我们要学会降服自己的妄心那个发脾气都是妄心呈现那我们要降服它我们呢在日常生活不是被那个妄心降服就是要降服妄心。那我们选择那个还是要降服妄心然后才会回归到我们真心。那现在呢，我们对那个妄心跟真心
能够分辨得出来吗？可以的哈。我们要知道说六根呢，所面对六尘产生的呢，都是妄。那个叫认识的是识心呐，识心就是妄心，就是生灭的心。所以那个心不能拿来修道，因为它变化无常。那真心呢，就在我们万年放下，一念都不生的时候才那个真心，那个妄已经尽了，真才会显。那真心想，即心就即佛，那个心就是佛了。所以我们一定要对真心认识。那尽量在日常生活之中都用真心。我们开始用真心的时候比较会吃亏啦。可是没关系，只要你用习惯了，都用真心来待人，交的朋友都很久，做的事都很牢固，而且不会后悔。走路的时候也不要走关右顾，没有人会害我们，对不对？因为我们做的都是利益众生的事不危害到众生，所以这样这个晚上睡觉会偷笑。所以有没有晚上睡觉偷笑都没有那可见还没有体会到那个道的殊胜，道的奥妙。真正的体会以后晚上你困到直笑气那个产生的能够咀嚼到的味道，很殊胜以往我们只有嘴巴讲而已，没有实际去亲身体验。那现在我们有机缘自己本身亲身体验万念放下，然后一念不生是什么状态？真的就可以到达心愉悦的状态，很舒服，就好像在天堂。那我们呢，这个回来这个闲话家常一讲就半个小时。我们讲到33页的碗面，对不对？这个呢是从我们这个一念无明生三系从那个地方呢开始我们为什么会落入凡人？就是起心动念有一念的无明然后产生三个，一个业相，一个转相，一个现象。那么这个时候业相、转相、现象都没有相，都是在空中在空中，可是已经酝酿我们已经有起心动念了，那个念头已经形成业所以那个叫业相业力形成了，它业力形成，它慢慢转变转变真的落入有形有相。所以老师在谢谢你那个歌词里面就有讲感悟生命的因果牵续也是心灵的累积，有没有？所以老师那一首歌就是把真理都融入，用最少文字讲最多的真理，就是那一首歌那个里面全部都是讲真理那我们能够时时刻刻去这个回光返照，时时刻呢去了解到它的含义，那我们可以警惕自己不再造业，那不造业就不受苦就可以解脱
所以我们就可以掌握自己未来的命运。所以我们都会讲，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我们有没有好好掌握啊？可能是好好去造业不知不觉又把业力又造下来。所以我们就是要保持那个清醒的头脑，能够保持就是觉，我们觉能够呢久就是觉者，一个觉者就是佛了。我们都是不知不觉，不知不觉就起念头一起就造业，造了业就受苦，是不是延伸下来？不知道了我们知道自己在造业吗？都不知道我们知道自己那很骄傲吗？又不承认了，这没嘞，可是就是要了解到，心中的那个我相很强，那个就是骄傲，所以要降服这一个我，没有我啦，我们所认为的我就是身体的我，那身体是天地的物质，水有风土。众缘际会借我们用，都是要还给天地我们不能够拥有，所以身体都一直在变化，新陈代谢，不是我们所能够掌握。然后我们能够掌握就是我们呈现在凡体这么短暂的那个觉，我们就可以自己掌握，然后自己转变。很可惜我们在这么短暂的这个时间之中都被造化所引诱去追求有形有相的东西这样呢蹉跎岁月一下子一生就过去了，再来的时候已经迷糊了不了解我们前世到底是什么。可以了解自己的事是什么吗？大概呢我们都不知不觉了，已经呢在第10点那个喝那个孟婆粥那个孟婆汤忘魂汤已经都全部忘光光了都不知不觉。可是我们要说佛性呢它是不生不灭的身体有生灭佛性不生灭虽然经过千生万世佛性都不生死，那我们受苦都不知不觉，就像我们看那个那个鸡鸭鹅，他们知道他们苦吗？都不知道那我们大概也像那个样都不知道苦他现在就是能够研究到这个心理心法，让我们呢能够脱离这个苦海所以呢我们就接着从那个去年年底讲下来的那个毁灭为空空毁暗中结暗为色就是33页的那个底下那一段那个毁灭空就是完空没有空中没有东西的空。那我们了解到空中的空是真空，是有佛性在那空中有佛性就是妙有有没有形象就是妙有真空妙有就是我们不生不那个佛性本体。那么这一段呢就在讲我们那个佛性本体怎么样落入现象那个过程怎么样形成有山河大地，然后呢有众生，然后有业是怎么样形成
所以呢，大的标题就讲一念无明啊，生三系，然后境界为缘，长六出。各位都有印象吗？哦，那个三系啊，业相、转相跟现象，那个都还没有现象。那因为有毁灭空因空才立世界，山河大地啊形成。有山河大地以后才有众生，有众生以后啊，才有造业业果，所以世界众生跟业果，它是这样呈现。那这样呈现呢，我们就是了解啊，是我们一个人的能力啊，可以去改变它。可是呢，我们可以了解它的过程，知道怎么形成，然后我们呢，从中呢，了解了以后不犯了我们形成现象的那个因，也就是种子没有。那种子没有啊，我们回归到那个本来。那本来呢，我们的本质都是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可是我们等于离那个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很远，就完全都不认识。因为都不认识也不研究，所以就没有当它是存在，就已经好像不存在了。不存在就不管它。我们不管它的时候它在不在？会不会管我们？不会不会才怪。为什么管呢？因为我们种了因已经含在里面。既然有因然后我们又一直延续着所有的一些思想，所有一些作为。所以那个因就慢慢的发芽，然后呢变成看得见的形象。那既然形象一形成我们又住在形象里面，产生了喜欢讨厌。那既然有喜欢讨厌，我们就有取舍，有取舍就有动作，有动作呢就造业。不是这个行善呢就是作恶，不管是行善作恶业因都已经成了，都已经形成。所以这段告诉我们怎么样形成现象，那个由来，所以从那个灭空，然后这个空回暗中呢，就结暗为色，把那个暗结成就变成形象，所以形象的由来都是虚幻不实在。我们要知道说，我们看到的你看到跟我看到都同款都是那个形象那个就形成共业，共同的业力你也这样，我也这样，就形成整个我们大地天气的变化。所以各位就要了解到，现在天气的变化很快，对不对？所以要了解说，那个是我们的心变化了，心变化很快天气的变化就跟得很快。所以有一点现在都天拢无照大气因为人拢无照老人无照道理，这样子整个都天地之间变化很快，都是我们心的变化所以我们只要大家都心存那个善念，都是善心，都是行善事灾难呢就离我们远去了。那假如说呢都是为非作歹一些灾难是接踵而来，一个接一个。尤其是今2012不是灾难年吗？
所以要先心理准备啊。今年就灾难的那个年代灾难很多，可是呢，灾难啊会随着我们的心念改变。我们大家都是在行善，它整个那一种黑气啊，灾难的那种黑气啊，它就消失了，会变成锐气，成祥，都是好的。所以各位就可以回想，我们去年啊，都没有台风，对不对？这明明要来了它还来一个消转，转到冷气了，所以要了解到，那是我们大家都有那个善心啊，然后改变了整个天气。之前或许也不会知道说天气是随着我们心在改变了。跟人来讲，干嘛呢？哪有可能？好像地的变化是天地自然，那我们只要观察的久，绝对就是这样。尤其呀，假如说有那个节日，大家要杀的那个节日啊，天气预报都是好天气，可是呢，当那个那个节日一到了愁云惨雾的就一定呢报不准了。那为什么？就是杀多了，杀生多啊，天气都产生变化。所以或许从后天庙开始就一直观察，观察到求道，然后呢研究性心法透彻的时候啊，整个过程都这样。就是呢一定啊，遇到杀生的时候啊，都是愁云惨雾了，都天气一定不好。不管预报在怎么样的晴朗，都会变化。各位可能都没有观察到这方面，有没有？有啊，那还不错嘞，还能够事先知道就是要了解天气的变化，随着我们的心所以那个形象的由来，就是由从我们的妄念而来，山河大地也是从我们的真心佛性而生发。那色杂妄想想象为身，也就是33列我们把它翻过来这一面那个色就是形象，那么形象呢掺杂着妄想，就是我们那个不正确的念头，那个妄想色杂妄想。然后呢，我们的念头跟形象为身就呢我们身体，我们的身体里面呢都是念头跟形象。是不是这样？咱这卖身躯内底拢全念头对，有没有？都是念头所以念头跟形象都变成我们的身体。我们身体就是念头跟形象。所以佛要度众生呢，去生死先把念头灭掉，没有念头了，就没有生在凡尘的因了。那个因没有果报就不会呈现。这样了解吗？咱若无想讲要凡世间这个出现的话，就是不要有念头。不要念头就好啦，有简单无？我们就到那个念头是我们自己心里面起来的啦。可是要它全部没有的话还真的蛮困难。没有经过长时间的那个训练那一定自然而然就冒出来。那个念头自然就冒出来，阻挡都阻挡不了。
所以呢，我们就是要了解到，有一些啊，像六祖会讲断百思想，六祖的断百思想啊，就是我们的这一些念头很清切那个同时存在，是我们佛性的功能作用啊。所以也不用一定要去除它，我们能够善用，能够知觉就可以。来了，我们知道念头来了，什么念？是善念，是恶念，是无记，不落入好，不落入坏，我们都会清醒知道，不住相，这样就可以。这样了解吗？不是要消灭它啦，就是呢，要跟它和平相处，不呢被这个妄念啊，主宰，因为我们都会啊，被那个妄想主宰我们的行为，而且还蛮厉害的。日常生活啊都是这样，六根呢。然后牵着我们四大，身体呀，这个翻来做事，都是这个样子。那我们就是了解到我们的念头跟真理呀，契不契合，有没有违反真理？然后起心动念呢，是实以自私自利呢，还是想利益众生？这个呢，就是要了解，然后了解到有大方向能够掌握，掌握到大方向这样子我们本身就可以掌握到自己的整个现象，那个都可以掌握。所以这边佛就讲说我们呢念头跟形象为身，然后气言内摇，我们记得很多语言，在凡尘生活的时候很多遇到的事都是语言然后我们记，就是让他们都全部集合在一起，气言内摇，在自己内心里面摇动。所以家里我们已经呢在家里的时候想出门去逛街那个逛街之前经过什么阶段？就是经过气言内摇，有没有？出来去外口真好，风景很好看，有没有？那个气言内摇啦，要不然你无出来安那？内心真感觉到，我们的什么会做，就会那个样子，对不对？所以我们就是了解到，这个气言积聚很多的因缘，在内心里面摇动，然后气外奔逸，气就是往要为倒位去，那里往就是去，为倒去，为外口去，奔逸奔走放逸，到出外口来佚佗可以有没有出去逛过街刚那个元宵过有没有去看元宵？没有所以我们了解说，都有那一种想热闹一下或想放松的心情，那都是气外奔逸。所以因为有气外奔逸被外境诱惑，叫我靠怪气怪气又形成下一次要出去外面的因，有那个因才会有下一次的行动。假如说没有的话
你遭遇有时候都不如意你若不爱出来啦，出来拢吃亏，就不会想出门了，所以那个奔逸就是放松心情，就把整个心往外放，追求呢这个形象，所以佛就讲昏老老相，那一种在外面所遭遇到的事情都是昏老老，不是清净拢无平静有平静无？所以你看你在家里坐都没事你去坐计程车就出事了对吧？那个马屁有没有出事了？天报纸登判4年，还关4年。然后那个男的日本那个男朋友6年，就判罪打人，伊那点会坐到袂点厝会坐无代志对不对？就是因为出门就有代志对不？所以我们就是要约束约束自己的身心不呢这个去外奔逸就没事他还引起人民公愤，有没有？大家拢喊杀过街老鼠犯了众怒。为什么犯众怒？北财，对不对？讲谎言所以就是了解说，讲白贼，人上讨厌，所以整个我们这个国民都讨厌这个不良示范，做一个演艺人员不良示范，所以都公愤。所以我们就了解说，我们在修道呢，所讲的就是真实，很真实。那个被打的那个司机醒过来了，他说他都说老实话，我会原谅他了，有没有？你看我们都很善良，对不对？对不对？对。我还以为说都不苟同。我们众生呢都很善良很可爱，可是有时候很可恶有没有？讲白惨还拢要互人死的那个警察看到那个录影那个2个警车司机用那个行车记录器把他那个行为全部都拍下来。那个看到那个影像这种打法是要人家死的嘞，有什么深仇大恨要打到这个样子你看。所以现在到处都有监视器看老死的。我们老实实修道，这个4次3天都有监视器在给咱监视，看看你修道有没有脾气有没有这个行善所以到时候我们在那个内镜台前看现在我都拢无做歹代志整个都呈现了我看有没有了解到就是要慈心身心大悲心在完整的生活就要把它拿出来用都是用我们最诚恳的那一种诚心，跟天地一样，白天就是白天，黑夜就是黑夜你种卜就生卜，种菜瓜就生菜瓜
不会乱来的啦，会不会？你不要整个生头倒干没？所以我们就要学天敌的那一种诚，只要以诚来待人的话，所有问题都会解决。那佛就讲，我们呢向外发展的话呢，就会纷扰，纷纷扰扰，都呢内心得不到平静。所以内心得不到平静呢，我们呢就是讲那个调取，那随烦恼大有8个，第一个就是调取。那调取呢，之前师长把它解说，说因为我们很少用这个名词啦，所以不知道调举是什么意思。那调举就是把心举得高高的，让它失掉了。胖起心都胖起不安，那个叫做调取，这样知道意思吗？知道。就说我们这个现在这个买那个那个什么乐，刮刮乐，买那个彩券，不是有几亿吗？对不对？然后我们心就想。现在已经上看9亿，动不动？动不动心？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到，要训练不动心，训练自己无功不受禄，就是这个。要送来给我们，不是我们应该拿的钱我们就不要，要到这个程度了。那自然什么时候没有了？对，那个诈骗集团他就没有伎俩可以施展，对不？因为我们都不贪心你摕我那不是我的钱你摕回去，不动那个心。就没有调取不会把心举得高高的，无你若去买那个彩券已经在手上，你都一直在看那个号码啦，看看开出来号码跟我这个有没有一样？最好都是一样是不是整个心都不安了？一直在期待，然后开出来的时候都没讲，失望，很失望你看心的起落有没有很大？谁造成的还是自己造成的嘞所以我们都不动那个心要训练到那个钱都已经送到门前来了。不要就是不要，是我的，就是不要，要训练到这个样子。我们一生我们就想一定会断气的，对不对？那我们就把它想象说我已经断气了，你什么代志都没对不？什么事情都解决了，都没事了，没事。有事都很麻烦，没事，我们最轻松的生活方式啦，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到这个外面是纷扰相，纷纷扰扰，让我们心不安，我们就把它都清除了以后心都很清净，心一清净回到佛性本体回来，时刻刻呢，很快乐，这样不好吗？理想我们可以做到的而且又不困难，困不困难？
这回答就较细声。意思就是讲，我若拄着，我若要试看嘛。那佛又讲，说我们把那一种老相以为心性，就是认为啊，这一种就是我们的心性，然后一迷为心决定后为色身之内。第一个迷惑的地方呢，就我们决定把那个心放在我们色身里面。各位浅显，心在哪里？我们的心在哪里？对啦，我们的心是无所不在啦。所以那个四念处的那个第三个，我们就是了解到这个心不在内，也不在外，也不住中间，还记不记得？记得。那在哪里？我们对那个文字要透彻了解。为什么佛前面问这个阿难心呢为心里目今何所在？就是你的心跟你的眼睛所看到的形象它到底在哪里？所以那个七处真心处，心的地方所在，那个就是告诉我们心理心法，就是告诉我们心它没有形象，没有一个固定的地方，你把它固定了，心它就死亡了，所以它没有固定的地方。所以虽然说不在内，不在外，不住中间，可是它毕竟也在内，也在外，也住中间，这样了解吗？了解。所以之前或者都记得，我们用这个拍手来讲那个众缘际会各位没有这个日常时候心念自己下拍手拍手不是有声音吗？声音从哪里来？从右手出来吗？从左出来吗？从空中出来吗？无音出来吗？全部都不是。它到底从哪里出来？就是众缘际会了。它不是右手出来，可是也不离开右手。不从左手出来，也不离开左手；不从空中出来，也不离开空中；不无音出来，也是从无音出来。这样了解意思吗？所以它没有一个固定的地方所在。因为它很宽广，整个宇宙虚空全部都是。只要我们一看了。你怎么能够看到那些字？那个礼运大同篇，怎么能够看到？是不是佛性？就是我们的心那个心就是真心，真心看到。宽不宽广？整个空间呢全部都是。你看头前的个屋顶琉璃它盖得很整齐漂亮，是不是心？不是无形无相。我们的心无形无相，无所不在，了解吗？了解。所以不能把它固定化。你把它固定化它就比下下很狭隘就不会宽广。所以它呢是尽虚空，然后遍法界。所以才讲说万年放下了以后一念不生，然后我们可以进入司机而龙现，淹没而雷声，神动而天水，是不是更深入了？刚开始的时候
是虾米，然后呢到达司机龙线啊，是不是角龙？对不对？是不是大的？所以都不一样那个程度啊，我们就是了解到，我们开始先了解佛性的轮廓，然后接着就要深入，开始是直心，然后呢进入身心，然后进入大悲心，大悲心就是菩提心了，那已经都是本来就是本体了，所以要了解到它呢无所不在，不能把它固定化，你固定了就只有一个范围，那只有一个范围太窄了，就不是它的前提。我们要讲它的前提是非常奥妙，不可思议所以之前或者都讲，我们怎么体会不可思议呢？就是不着有，也不着空，也不着亦有亦空，也不着非有非空，然后我们就讲不出来了。它是什么状态？就是不可思议不可思议就是佛性本体，佛性本体就是不可思议，这样了解吗？所以往后有人问的话什么是佛性？你说不可思议，标准答案不能讲的，一讲的就有所偏了。所以我们那个最上圣的佛法就是无言，没有语言无言之法就是最殊胜最高超的是无言。那因为没有语言就不容易了解，所以以言来显收，无言之法以言来显收用语言明显的把它说出来，它依言而入因为讲出一些语言让我们能够进入非即是言，不是这一些语言，而是他讲的那个内容，这样了解意思吗？那我们研究就是借着经典借修正者的所说所阐释的那个内容，然后我们按照他的那个方式来做，我们就一定可以到达可以进入就呢能够真正的超生了死。我们佛老师不是要我们超生了死吗？有没有？真正要超生了死我们就要了解怎么样超生，生怎么超那死要怎么了都要透彻知道那我们研究身体的生死是众缘际会叫做生，众缘分散叫做死所以身体的生死那个都是假象。真正的呢，我们佛性没有形象，它不会生也不会死，这样了解吗？了解。我们要对没有形象的佛性可是我们知道切实存在，存不存在？要掌握，对不对？我们可以使它时时刻刻保持那个觉，可不可能？可以的让它都是觉不会有不觉的时候了，因为不觉就是无明，无明就起后造业了，就糟糕了，底下苦海无修啦所以不让它不觉，都觉都觉就对了很有容易不？不容易我们要做的那个方向很容易掌握什么做对按那才会上很容易掌握就是不要起心动念不要落入自私自利，这样的大方向就正确。然后多行善事
累积善因缘，善因缘都充足了，我们自然障碍都消除了。所以我们为什么都这么久了？我们佛老师讲道版民国19年开始，不是大开普度了吗？到现在都经过这么久，你看看我们到底为什么被社会都瞧不起？道理在哪里？就是在我们对道德了解不够，障碍多。那为什么没有善知识来引导？就是因为我们善因也不足，那我们认知又错误，都在行前面冲都是一些假名，都爱偌济，为了那一些名跟相，变得读个专类有没有？认为功大德大，有没有？所以六祖就明确讲，见性是功，平等是德。我们要见性才有功，然后要平等才有德。平等功德是从佛性本体来的，不是从形象来的啦。所以不要认为说，我呢去外国东南亚读过来千个、过来万个，功德足大，那个都是跟众生结缘啦，都是了一了自己业障啦，有什么功德？你所度的人，你所点的人都成佛成道了吗？没有啊，所以袂使自大，袂使骄傲。佛学都讲我们既然落入凡尘，就不要摇摆，拢爱是苦了。那我们既然领悟了这么多众生不苦害无受袂使骄傲，该多互因学分。所以做都袂赴还会骄傲，所以唔使摇摆，这样正不正确？正确。我们就是要这个样子，没有骄傲的本钱都没有，就是要努力，能够呢，使众生都能够进入修道的轨道。我们自己确不确定自己已经进入修道的轨道？那还不错了，起码对自己有信心，不然呢，很多都不修讲你可以知道成佛嘞，伊反问讲，敢有法度？所以我听到这个话无力力道都消失了所以我们研究的方向，成佛是谁在成的就是我们不是不灭佛性本体那我们都已经认识了万年放下一念不生。虽然那个时候小虾米，现在慢慢长大了有没有长大？有都慢慢长大了，对不对？虽然还没有变成蛟龙可是已经都不是小虾米了对不对？还愿意让它长大吗？要使那个小虾米长大变小龙所以到时候司机龙现是司机就是安静的居住在那里，那龙现就是神通万物，就是你的整个佛性本体跟整个宇宙虚空都是合在一起，那个叫龙现我们都可以达到的只要肯努力都可以达到不要一天到晚被那个造化引诱去逛街，然后呢投入去这个完成的那一些
污垢面的事。这样就好了。可是因为我们都习惯性已经太久了，那个完成式啊，说不参与看手啊真喵，都会这参与其中啊，好像我们都是50出生的，还记得吗？或许之前在后天庙啊有研究那些七魄37魄，那你在50出生的人他自己的事情放的不要管，别人的事没有管，他很难过了。那个就是50出生的。我们有没有？看看周遭谁啊？这个家己的代志放的拢唔做，别人的代志无管，足艰苦的。那一种啊，都是所以啊，这个50出生，自然倾向啊。那假如说我们是50出生，要去管别人，就要告诫自己，别再管，这样就可以改过来了，对不对？就要告诉自己，他有功德也不分给我，他有罪过我也不用去管他，这样最理想的，对不对？就是要这样。伊是伊的代志，我是我的代志，随时检点身心事啊，哪有功夫说他的？洪佛老师说的啊，都是这样。那我们呢？了解，我们都是迷惑，把心啊决定在色身之内。那佛就讲，不知声色啊，外具善恶西方大地，闲事呢妙明真心中物。就是我们不知道，这个不知道就是不研究啊，不研究所以不知道。我们的身以及外面的形象，声色，以及外面山河大地，虚空大地，闲事啊，就是全部都是，妙明啊，真心中物，我们的身的四大假合所有宏图，外面山河大地的那一些相。全部都是真心所生发，妙呢就是不变之体，明呢就是随缘之用，所以有体有用，都是呢我们佛性里面的东西，真心中物，这样了解吗？所以万物身心本来一体，万物跟我们身心都是一体的，所以就不用分别。那我们证悟到不分别的时候就是成佛成道。那我们还很强烈的分别就是众生，我们都还是众生所以分别心要越来越淡薄，越没有分别，还没有分别我们那个心中的那个喜欢讨厌就越来越少，那喜欢讨厌越少了取舍的心就越淡薄，就越没有，没有取舍就不造业了，不造业就不受苦了，所以或许在讲都是是不是都反路一样？那够毛尖对不对？所以我们了解说真理的部分就是这个样子。怎么讲它都不会变化。它会变化叫做生灭生灭的我们就不要追求，追求生灭呢会让我们很疲倦也安尼足忝那我们追求呢不生不灭呢就不会。所以佛呢又做比喻
例如啊，澄清的百千大海弃之，那个百千大海就是咱的佛性本体，咱改单一上弃之不要，为任呢一浮欧体，那个浮欧啊，就是那个海泡、海浪啊引起来的泡泡，像我们的肥皂水啊，肥皂呢，那个一泡到水以后就起泡泡，有没有？那个泡就叫浮欧体，浮欧，那个一抽呢，它就破了，对不对？所以佛就说我们众生啊，是在告公了，百千大海不要，刚才任一佛体，然后目为前草。那个目啊，就是目标，就是认为啦，那个啊，一个海浪的泡泡，认为啊，就是我们佛性的前提，穷尽啊，言薄，言就是大海，薄就是小海，穷尽啊，大海小海，一点单单拢改动作精了，就是讲我们身体呀，身体很小嘛。我们都认为啊，佛性呢在身体里面，所以那个是错误的认识啦，这样就对了，那么汝等即是啊迷中悖人，这个释迦牟尼佛跟阿难讲，说你们在听的这一些程度比较不高的啊，就是啊迷中悖人，在迷昧的里面呢，又加一倍的迷呀，一倍加一倍的迷，我们忘了，起心动念都已经忘了，在那个妄念里面去分别好，分别坏，那个就叫悖，悖人，迷中悖人，又加一倍的沉迷，这样了解意思吗？所以我说我们众生呢都不用智慧，拢伫现象内底迷惑。那么如果垂手啊等无差别，好像呢释迦牟尼佛手啊垂下来，跟手啊举上去，这样是平等，没有差别。不是说手举上去叫做正。然后呢，手垂来叫做倒，我们不是有说手举上去叫正吗？然后垂下叫倒，有没有？佛就讲答案了。那个时候啊，阿难问阿难，说了这个双手一垂下来是正还是倒？阿难因为时常被释迦牟尼佛当头棒喝，他说世间人啊，说此为倒，而我不知啊，是正是倒，有没有？他被那个释迦牟尼佛骂，所以说世间人来垫底呀，然后我就顺着他的意思啊，说世间人这样说倒，那世间人怎么样说正？阿难说，如来把手指上天空，就叫正。我还很听话，还真的两只手就指到上面去了。他说这个地方才讲答案。说如果垂手啊，等无差别，手没有一定的正，没有一定的倒，没有正倒了。我们的手啊，没有正，没有倒，这样了解吗？袂使改定讲，你手伸来做倒，手夹起来做正。你假如说是这样的话，那已经迷昧了，还加一倍迷，迷中悖人。所以啊，等无差别，就是垂下来跟举上去啊，它是平等，没有差别，等无差别。这样了解意思吗？所以我在讲，很粗啦浅，加粗浅啦无深，
那么如来收为可怜悯因为我们都有自己的那个观点，说呢举上去叫正，垂下来叫倒，所以如来就讲恁才有够可怜众生可怜悯就是都不用智慧。那么阿难成佛悲救生悔这个阿难呢承受释迦牟尼佛能够慈悲能够这个救要救他脱离苦海，深深的教诲然后呢吹气擦手就是呢掉眼泪无声掉眼泪的叫泣有声的叫哭哭了就是有声音气就是目屎在流无声啦，这样了解意思吗？吹气然后擦手那个就是行礼敬礼而摆佛言表给他心中的意思。我虽成佛如是妙音说我阿难虽然成佛这样的妙音就是大圣佛法这个悟妙明心严守圆满这个呢领悟那个妙明心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到那个已经领悟那个妙明心已经呢圆就是本来守圆满，本来呢它就圆满常住心地就是我们的那个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那个妙明妙呢不变之体，明呢随缘之用我们那个那个体用都呈现，而且都圆满，而且常住心地这个呢当然讲出来都符合真理。而我悟佛现说法音，但是我现在领悟佛现在所说的这一些法音信以眼心引手瞻仰，所以问题就出在这里那个阿难用眼心来听法，那用眼心听法这个法就变圆了就变生昧。本来是殊胜的佛法，去用眼心来听的话，那个殊胜就不见了。这样了解吗？所以未得法性，没有得到呢那个法性所以阿难的表明他用眼心引手瞻仰就是来这个听释迦牟尼佛讲经说法。那么突破此心未敢认为本源心地这个突破就是没有付出劳力然后得到那个不生不灭的那个真心所以突破此心。那么未敢认为不敢改认那个就是我的本源心地就是我的本来心就是佛性本体。那么念佛哀悯先是原因所以希望佛能够呢哀悯这个众生能够先是那个圆融的那个音声，这个原因圆满的音声最难讲很不容易讲，因为我们画出来都有缺点都可以攻击所以要圆满很不容易比如说我们在吃饭都夹好饱这个圆不圆音？咱吃会饱不？
所以即马是有啦，即马食饱，但是咱会阁枵啊爱阁食嘛你食好饱有法度无？真是无法度所以这个因就不远了。然后这个小孩子啊，我们养育小孩子在这个大号的时候，放好清气耶，放会清气袂？所以我们知道生活之中啊，所有的讲出来要互伊圆满真的很难的都会有缺点所以就是要了解到那个先是原因那里有智慧，讲你就要讲好伊唔能讲伊就无伊所以这个是很有智慧的请求把我移根呢归无上道所以我们要了解到那个有疑呀有怀疑的话，就没有办法呢到达那个最上升的佛法，就呢回不到呢本位，所以呢一定要把疑根呢拔掉才可以到达呢这个无上道。各位贤，这个还有不到半个小时啦。那假如说各位问题的话就要留给各位提问。那假如说问题不多，我们再讲。要不要问啊？要问的话我们现在开始，还有25分钟给各位提问李下师这边有贤贤在问说，后学最近常感觉耳朵口有东西在动，但是摸不到，照镜又看到，这是虚幻吗？还是有什么事情要发生？心里感觉怪怪的，要如何破绽？这个我们要了解到我们在这个修持的过程之中呢，会遇到很多呢那一种自己想都想不到的一些事情。那要知道呢，有一些是属于我们累世自己的因果呈现那有一些呢是我们自己的那个疑心生出来疑心会产生现象。那我们的业它也一样会产生现象，所以现象的来源导致蛮多。那我们要知道说在做一门功夫的时候它最可贵就是专一。那专一的时候就是有什么样的突发状况你都不要去理它，不要这个转换心意。这样我们那个修持的法门功夫才能够深入，才能够呈现才真的有效不要说我在做什么什么，然后会遇到什么什么那个心都已经就是没有专一毛病就出在没有专一其实都没事的各位就是要了解到我们可以试验咱拢皮肤捌上对无？拢唔捌啦。我想讲拢无人甲我验。那当我们的这个皮肤痒的时候，我们是要去抓，对不对？那个叫自然反射作用可是你训练，知道皮肤痒的地方痒，你就训练它身体本来就是假的，
哪有痒不痒？然后你再看它的变化，一下下不很久，那个痒消失的无影无踪，不痒了。啊，你也无去阿白哦，会找一道。各位就是要了解到，很多呢都是会一种现象，叫是什么错觉。那我们产生错觉的那个情形啊，就是因为我们神散，我们的精神没有集中，很分散，分散呢，遭遇的事情啊就变得很多，我们都会变得心很缓啊。那假如说你能够笃定的话，什么也没有啊。那你身体的呈现什么现象，你也都可以迎刃而解，本来就没事。这样了解吗？各位可以试看看。那等你上你有想法吗？你要告诉自己，身体是假的。你是羊不会真的，不是真的羊，对不？可是假如说你的意志不强，一定会被他拉了。进来搞我背，一定会被他拉走。你假如说意志很强，假的，不多久了，它就消失了，因为真的是假的。还有吧？只有一个问题啊，还有20分哦。有疑必问，把我疑根呢才能够归无上道，有疑就不能归无上道了，所以有疑就要问。不敢再讲也没关系，写请超子的念，超子很乐意服务。有没有？不用惊人笑了。我们不敢问，都是说，我问这不知人搞我笑。有没有人要问啊？好，请说。请问有讲那个道德经，你有说那个从根起妄，然后反妄归真是有形象，但是从体起用，在那个用在归体，就是形象非常鲜明，那或许是听得不懂。想请问说，从根起妄跟从体起用差别在哪里？好，老师说明谢谢。好，请说。这个我们要聊到在凡尘呢这个从真起妄就有12类生，那反妄归真呢只有10个类生啦。因为那个肉非有色，肉非无色啊，是我们佛性的本源本来，它就是呢如正智，所以呢反妄归真以后啊，这2个它就归位，所以只有10个。我们看呢《金刚经》啊，那个10类生里面它就没有这2个肉非有色，肉非无色，这2个没有，只有10个，只有10类生啊。然后我们要了解到说，从真起妄，真呢就是我们佛性本体。然后起妄，那个妄是佛性的功能作用，然后我们摄妄，
归真，收摄那个妄啊，又回归到我们佛性里回来。那或许说用文字不容易明白，可是呢，我们用比喻啊很容易。说我们舌头啊，就是不变之体，然后我们吃花生、吃梅子、吃甘蔗，那个叫随缘之用。那个呢是从体呀，然后起用。那我们要说从体起用，它是不是很短暂？吃花生的时候，花生吃完了，是不是花生的味道就消失了？可是我们众生的差别啊，就在于啊，我们呢，那个啊，从体起用，从不生不灭的舌头，然后我们吃到花生，已经从体起用。那么起用以后啊，把那个用啊当成本体啊，所以时时刻刻拢伫咧想土豆味啊。当然已经咧食梅啊，还佫想土豆。这样了解吗？所以我就是要了解到，够了就让它够，事来则应事去则静所以那个从体起用那个用，它是短暂。那短暂以后，我们用了就要摄用，然后又归到本体。你听有无？很简单嘛，对不对？有个点点嘛。这样问的人有没有得到答案？没有啊。那你再讲一下，看看哪个地方不懂。从这个起望是到这边你说那个它是没有形象，然后从体起用是形象非常鲜明。那或许搞不懂为什么从这个起望是没有形象，那从体起用是形象非常鲜明。好请坐。这个因为我们了解到有一些在文字方面讲出来，虽然都让人容易了解到那个讲的是什么，可是我们要知道呢，这个妄假如说或许会讲说没有形象，那一定呢是我们从念头跑出来，是从生发念头跑出来。念头有没有形象？念头就有形象。那我们从佛性的本体才能够生发念头，对不对？是不是从真然后起妄？从我们的佛性本体然后生发念头，念头没有形象，所以那个时候的角度是站在这里讲。那假如说我们是从体起用，然后呢那个形象性，就用我们刚才讲的我们那个舌头喙齿，然后呢吃花生、吃梅啊、吃甘蔗，是不是形象都鲜明？有没有？都很鲜明的。所以那个就符合我们在讲的内容。所以你从体起用，你从本体不生不灭的本体，然后来应用吃花生、吃梅子、吃甘蔗，这都形象鲜明，都是很清楚明白。可是你这样一问就把那个范围局限在一个角度了，它可以更宽广的，还可以更宽广。可是这一个角度就按照你所说的妄想没有形象，可是你从体起用有形象，形象鲜明，有没有？就是这样的。可是我们好像对号入座，就一定要这样去说，然后才符合你问的，那种它范围就比较狭隘。那又
又可以把它呢放得更宽广。我们呢从本体来启用，不一定说形象要鲜明啊。不鲜明一定可以用。比如说我们做设计的人，他设计有没有形象？没有形象哦。可是他的设计一呈现到实况的时候有没有形象？就是有。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是变化。它呢也一样具备在我们刚才讲的真理里面。它不是说从启用就一定要形象鲜明。它没有形象的时候一样也呈现。你在呢这个设计的过程，要使它怎么样，可以达到理想的要求。那个过程没有形象，可是它只要能够构思都完整，呈现了以后一定都是有形象圆满。这样了解意思吗？所以我们这个研究真理的话，宽广透彻全部到说从真起妄我们了解起心动念，起心动念的念一定是没有形象的，是念头念头没有形象。可是为什么有念头？就是一定有佛性本体，你才有念头。你没有佛性体，念头生出来所以那个生发念头就佛性本体。那我们要回光返照，说关照念头，就已经是在关照佛性本体。这样了解意思吗？所以我要问才会更宽广、更了解、更透彻。还有吗？还有10分。好，说。请问李讲师，那我后期在听那个有氧师的录音的时候，就讲这个录音的时候，有氧师讲到清凉起的口诀是阿弥陀佛，弘扬起的口诀是南无阿弥陀佛。不过我们平常在开示道义参法的时候，都讲说清凉起的口诀是无量寿佛，那到底是清凉起的口诀哪里的？好，请说。因为我们要了解到那个无量寿无量寿，各位有没有听过？无量寿佛就是呢阿弥陀佛。那个我们要了解到那个阿就是无有没有的无密密满整个宇宙空间阿弥。然后头就成就了成就以后就成佛，阿弥陀佛。所以清凉起口诀就叫阿弥陀佛。而阿弥陀佛就是无量寿，就是无量那个寿命无量寿所以我们要了解那个无量寿各位浅显是什么？就是佛性本体啦。我们佛性本体不是无量寿，所以我们本身就是阿弥陀佛。了解意思吗？在我们身上所以借着那个外境来了解内心借着外相来点醒我们清凉起是一个刚那个生发时期，红阳是成熟，白阳是已经收获那个果报所以它有时机的不同，所以讲出来的那个口诀就不一样那我们要知道我们所传授清凉三宝、弘扬的三宝，我们现在白阳三宝这都是在我们身上一生都具备三宝了不是说还要再向外去追求，身上都具备，就在我们身上那我们所点那个是最重要的，一定要点开我们那个玄关，才能够跟整个宇宙虚空大地融会
天人合一才成为一体所以一定呢，我们要接受那个上天指派的掌道盘的祖师来受记。那受记了以后就有成佛的资格了。那以往都是先修然后后得。那因为现在先修后得来不及了，为什么？大家都没要修所以就没有希望，会一时俱焚啦，好与坏拢规个遭受灾难，那上天不忍心所以向道拯救善男信女，降劫来惩罚为非作歹，所以道劫必降，当地拢降来还地。那所以我们要了解到，我们所得的道玄关那个就是佛，然后呢，我们所得的那个口诀就是法，那法就是我们般若妙智慧，然后我们所得的合同，那个叫僧，佛法僧都在我们身。你进入僧宝，进入佛法僧的僧，你就是有佛的已经的那个影子在了，已经就是佛的程度所以有佛然后有般若妙智慧，然后有那个行善的行为，这样呢三宝都合在一起。这个是我们的三宝要去行去做，不是讲干那在念啦，不是讲干那一级一级在那个做那个守贤那个功夫。那个守贤我们就了解到，求道以后妄想杂念很多。我们借着守贤把那个妄想杂念去除是容易所以各位可以试验。你要胡思乱想的很厉害，你一守贤了，胡思乱想都消失了，很快消失。那消失了以后我们要守住贤妙的关键。那什么叫贤妙的关键？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啦。所以或者都一直强调假如说你都死守着贤观我们佛老师来介绍就讲守着贤观跟人走，忘了贤观已成佛，有没有？我们守着贤观，人会不会死那跟着我们走到哪里去？到蒙阿去啦。那我们要不要把贤观带到蒙阿波去所以那个就没有守住贤妙的关键。我们要了解贤妙的关键，就是不生不灭佛性本体，这个就是贤妙的关键。我们守住了，就是觉。你觉觉久了就叫觉者，觉者就是佛那不觉就无明，无明呢就是会造业，造业就受苦，就在六道轮回，脱离不了苦海，那个很明的。所以我们要了解到这个三期的那个构成全部都是要我们成就佛法僧，都是在自己本身上面，然后要去行，要去做。还有5分钟，还有哪个问题？好，请说。好，问一下，我们回到刚才那个问题就说从真起乱，那从体起用，那后学可不可以理解，就是说我们心不会跑掉，就是因为不加五，因为引而已嘛，所以我们前面的那个从真起乱，可以把它理解说，它是在心里面，因为它还在心意识，所以没有一个实体。那么讲到从体起用的时候，因为我们的心从事已经跟外物接触了，所以我们很容易看到，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好，你说因为这个释迦牟尼佛呢，明确的告诉我们修道者不要用心意识来修道。他说心意识心则即意，
忌讳的忌啊，忌的义理。那你用那个忌，就是那个叫因缘忌讳，缘忌啊，则生缘善就灭。它是一种因缘忌讳的心来修道，它变化无常，没有办法去掌握，所以要用。然后呢，忆则忆忆啊，忆就是回忆。那回忆你一定要有经过，有经过，然后呢，有认识，有学过。那这一些呢，也都是跟那个因缘际会一样，是无常变化，所以要用。既然是无常变化，都是生灭。那既然是生灭啊，我们不追求。追求生灭啊，很疲倦呐。它变化无常。那第三个那个事，心意识，事呢就是显现让我们知道，显现啊，显现形象让我们知道，现之意。那要显现让我们知道，也要很多的因缘际会才会显现让我们知道。所以一样是变化无常，所以佛就明了讲，修道啊不要用心意识，要把心意识啊都拼除，然后啊不用，那不用心意识啊，这一些妄，这一些生灭啊，它都离开我们的思索范围。那么离开思索范围啊，就叫妄都能够尽，都已经放下了。没有了，尽了，妄一尽啊，真就显，真一显现啊，我们就是那个，就是那个真啊，成佛的，所以那个即心啊，即佛，那个心就是佛了，因为没有变化，没有形象，充塞整个宇宙虚空，而且又当下圆满现成。所以佛就教我们说，心意识不要用，用真心。真我们用了真心啊，成就了，就可以成道，就可以成佛。所以我们去研究，心有没有跟物在一起，心里有没有生出物，那个啊，已经都是生灭之中维系变化。那我们再怎么样追求，它都是生灭；再怎么样追求，都是无常变。那到头来，不管修得几生几世啊，都不会成道。佛很明确的告诉我们说，一定不要用。所以我们心意识很强的，一定要降伏我们心意识。下课。讲师、各位坛子、各位天友，大家好！佛学占道天师德老千千大德，以及感谢各位前辈给佛学机会去讲。我们讲到第几页了？到色杂妄想，这边对不对？34页的左边，33页的反面。已经经过了这个35页的左边，34页的反面。对不对？这个讲到把我移根归无上道，所以我们要了解说，这个修道不能有怀疑，这个一怀疑整个力道都消失，所以一定要把那个疑全部都去掉，所以有疑要必问，不管是大的、小的，小疑大疑
都要问，消失了，华语消失了，才可以归无上道。那无上道啊，就是佛的归啦，就是已经成道，已经成佛了。所以或许要鼓励各位啊，一定要有疑提问，才会有那个留下半个小时啊，给各位提问。可是好像都不热烈的半个小时就变太多了，后来就剩下10分钟。那今天呢，准备是半个小时还是10分钟？还没到。因为前面这个阿难他讲说徒获此心就是没有经过努力，然后这个就得到我们不生不灭的那个真心佛性。那阿难说不敢，不敢认为是本源心地，这是我们本来的真心佛性。那希望呢佛能够哀悯宣示这个原因那或者有讲过说这个原因圆满的一生很难说因为我们语言一出口了以后都有缺点都不能够圆满所以我们要了解到这个阿难很有智慧我能够讲原因圆满的这个声音让我们都整个怀疑消失，然后整个佛性都呈现。所以或许呢就想到说开始或者鼓励我们一定呢要用不生不灭的心来修不生不灭的道。各位都还记得吧？非常重要。假如说我们用生灭心要想得到不生不灭佛的果位那个因果不一致是绝对不会成的。那我们在生活之中各位同学，我们所运用的都是生灭心我们的心认识的心那个都是生灭变化无常，一直在变化都是六根的六尘产生六识都不真实。那我们在凡尘做事我们都把这个不真实的那个心当成我们修道的主轴指导都是依靠着它所以很多我们都会这个你都要按你做才会使无袂使。各位先生，这个叫什么？这个叫霸道。阿爸有阿爸无？咱做阿爸好无？唔好所以这个一讲起来，这个就叫法执啦。那我们修道呢，最主要就是要去掉我执跟法执，去掉我跟去掉法。那没有我了，没有法了，我们就整个恢复佛性本体。那佛性本体发挥的功能作用那个大用无限，非常广大。所以我们就要在日常生活之中就要培养培养我们用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来应对凡尘的万事物。不要在生活之中都时常跟人家起摩擦就是人家的一些意见自己都不采纳坚持自己的见解。这样霸不霸道？很霸道我们喜不喜欢人家这样？我们不喜欢人家这样，我们也不要这样，对不对？所以都是要互相尊重
既然有意见的，大家都可以协调，到很圆满的境地，那个事情也完成了，人也高兴了。那假如说坚持自己的意见啊，一定要怎么样才可以？那个法执太重了。那纵然事情完成了，那个彼此的摩擦也已经都形成。那形成了以后啊，再见面啊，怎么样？见面的时候你向左看我右看，个人看个人的目标，没有交集啊，这样好不好？这个路就越走越窄，对不对？所以我们在这个生活中啊，就是要培养，我们要有那个含量，纵然知道别人不对，我们也要先能够忍耐下来，然后呢再慢慢讲解，不合的地方在哪里，我们应该可以朝合理的方向进行，这样呢，相信我们修道者都会接受了，我们都会接受真理。那么以真理的角度啊，来解开万因，万象万事啊，都虚幻不实，都是假象，虚相、幻象。唯有我们呢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才是实相。那我们呢，就是要在实相之中啊，讨生佛，全部不生不灭。这样呢修啊，不要说等到以后了，当下都已经成就了。所以我们一定呢要朝这个方向，不要在私底下，有自己的意见，有自己的做法，然后都不跟别人互相沟通，了解意思吗？不然我们那个呼口号没有用的用不生不灭的心修不生不灭的道，要落实啊，在生活之中，生活之中啊，全部都是用不生不灭的心啊，在应对啊，完成万事万物，这样就成就了。自己的内心啊也相信这样做啊就可以成佛，就可以成道。要说是一意孤行啊，能不能够成道？不能构成不都行啦。怎么讲呢？你想成道成佛，后面啊很多人都把你拉住了，对不对？会不会？袂使好行，袂使好行。伊若行我唔去啊，会不会？一个你不佩服的人，他成佛坐在供桌上，你要去他拜不？要不要？不要讲那做求你安尼我才不爱。一定是这样的啦。我们都是要佩服他的在世所作所为，值得效法，值得我们呢去向他呢这个学习。那往后啊，种在供桌上，要拜的话，比较好的水果要高级，会不会？若无欢喜嫌水果嘛免，嫌香嘛免点，是不是这样？现不现实？很现实的所以我们在生活之中呢，就是一定要启发我们的般若妙智慧，来应完成了万事万物，知道完成万事万物啊，都是演寂则生啊，演善就灭，变化无常，无常变化。我们都还住在旧的形象啊，新的都已经呈现了，会不会这样？不会这样咱还阁带伫个旧的形象让新的已经拢呈现出来所以要了解到，我们要呢跟得上时代，跟得上变化，这个变化我们都走在前端，然后思想啊，就是没有这个负面的，有负面的思想啊，会形成
我们负面的行为，那就造了业哦，受了苦，自找哦罪受。所以哦，这个我们刚开就讲说把握一根很重要，不能有怀疑，所以鼓励大家发问，唔免惊歹势啦。你地方我若问这唔知用笑啊，不会啦，哦，唔免惊人笑，哦，惊家己未熟未熟到安尼尔，对无？对无？不过大家沟通我唔爱搞阿姨。然后呢，这个底下释迦牟尼佛讲，佛告难，这个佛经里面有安2个字佛告，表示说底下的那个很重要，不要忽略就看过去。说汝等尚以眼心天华，此法一言，非得法性。所以这边呢，我们就是要透彻了解，为什么呢？佛会这样讲，就是我们用眼心，我们不是说要万年放下吗？有没有？有。有没有努力在万年放下？有。所以要了解到完成的那个眼就是我们佛性的功能作用。像之前我们讲，我们那个舌头是不变之体。然后吃到花生吃到梅子吃到甘蔗那个是佛性的随缘之用，有没有？有。这个眼心天华，那个就像我们吃花生、吃梅子、吃甘蔗，是随缘之用。那我们用随缘之用的心来听最上乘的佛法，那这样是不是很快？这个上乘佛法就消失掉了。对。这样就容易了解它里面的意思啦。那个时候或者讲，那个眼佛性功能作用就是法相。法相我们有讲5位百华，对不对？各位记得几华？百华里面记得几个？华一个有没有个无，100个一个也记不起来哪5位呢？哪5位？等下就想讲我迄张无带来，迄张讲义写真清楚我无带来，那有我当回答。这样不行要在脑海里面色华、心华、心所华，然后不相应法跟无为法，这样就5位了啦。那色华有11个，心华有8个，心所华最多啦51个，不相应的24个，无为法有6个。这样又更容易了解到它底下的内容了。那11个是什么呢？眼耳鼻舌身，然后声香味触法，就11个了。那8个就是我们8识，眼耳鼻舌身意莫那哈赖的这个8识。所以昨天在这个台有一个前贤问我，说我们去地狱是哪个气？各位前贤，我们到地狱里面去是哪一个气？是佛性呢？是秉性呢？是习性呢？哪一气？佛性气存得了佛性是无所不在它不管什么地方都有，可是要修正，修正即不无染污即不得因为佛性没有形象，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染污啦。要它沾了很多尘垢都沾了不住。像虚空我们用那个油漆来彩色有法度个彩色
擦不掉，对不？佛性就是这样它呢不会被我们污染，不会把它污染。可是修这里不无啊？为什么？因为我们落入六道轮回太久，只要落入现象啊，就有气柄之性，然后只要落入现象啊，我们就有习惯性。那我们要修呢，就是习惯性跟气柄之性。那气柄之性啊，是有形象以后啊，就形成。那习惯性是生活上的习惯形成。所以啊，才要改毛病啊，气脾气。佛性里面没有毛病脾气啊，所以那个不用你去修，它本来就那样。所以要修的呢，最重要还是习惯性。有没有习惯性啊？有。还蛮强烈的，对不对？所以要从我们习惯性入手。先把那个不良习惯啊去除掉。我们佛性里面有贪嗔痴啊，没有。习性里面有没有啊？有。那我们就知道我们要怎么做了，对不对？把贪痴啊去掉，佛性没有。那没有贪嗔痴啊，烦恼就没有了，对不对？我们的烦恼都从贪嗔痴来，所以很重要，改变我们习惯性。习惯性一改变了以后啊，我们生活也都改变。面相也改变，所以只要研究真理啊，大家有没有发现？迄面色拢加足好看，加足白较早拢2年多前啊，我才来一看黑噜噜嘞。现在大家都猛用啊化妆品，擦得真白啊。都已经呢修持得很不错，最起码都听懂了，有没有啊？假如说3年前啊，我们心理心法听懂吗？那个浅显啊，我们浅显跟我讲说，安尼开始讲就听，无要坐2点钟伊啊拢敢若有尖呢，有多艰苦，有没有？各位都在受煎熬。有没有？拍摄你熬，还是熬过来了，终于听懂了。你的讲起来我怎样，对不对？殊不殊胜？就知道我们佛法很殊胜，可以让我们超生了死，可以脱离苦海，而且是从自己的心里面深处生发出来。不是西方的是自己生发出来，有没有啊？有。没有的话要赶快培养。然后我们呢开始说要万念放下，一念不生。那个时候只有提示大概。然后后来把那个怎么样万念放下呢？我们过年前啊就写那一张怀海禅师的。那个悟啊，顿悟啊，法，那个就是我们万念放下的内容，要怎么样做，那个写得很清楚了。还因为我们在这边不适合讲那一章那个讲义，所以在北部讲啊，或者请北部的先生来录下来，然后就用 CD 记下来，要呢就拿 CD 回去听，就可以了解啊。我们要怎么样的万念放下？怎么样到达我们想追求那个佛程度？里面有交代。喜不喜欢听啊？喜欢。喜欢的话呢，过一段时间我们就会记下来。所以各位这个要学着习惯，下课的时候两边桌子上看有什么资料，有的就带回去啊。还有一本《维摩诘经》，有没有？有。那个维摩诘啊，那个在家积数，他讲的啊，就是很殊胜的佛法，在家习事的修方法，还有那个跟释迦牟尼佛出家那个方式，一个在家，一个出家，然后2个
就要成就所有的众生。看看我们在家的时候怎么修，出家的时候怎么修，里面呢有详细的记载。那因为或许有在那旁边那个经文那个本文的旁边不容易了解的呢，都有把它注解下来。所以呢，都是希望给各位先拿回去看，先看了有一点印象，然后往后我们上的时候就容易了解。那前在问说，是不是我们的年经要讲完了？我说还没啦，还要1年啦，1年。我们还要1年的时间啦，这一本才会讲得完。就是要了解啦，不求快。我们讲的那个目标就是要了解，所以不了解就要问，这样懂不懂意思啊？像刚才呢，这个前就问说那个结案为色里面的内容，我说我们可试验各位前可以实验，你把它塑造你看到那个最难看的那个形象就是我们给知道吗？鬼鬼有没有看过鬼没有。把它塑造那个最难看的那个鬼，然后你就一直想用幻想一直想那个面的他的那个形态，他的身体他的走路，因为他没有影子你若看到人无就是去看到鬼啦。人都有影子只要有光它就有影子。那光还无影迄就是鬼然后你想象鬼的形象想得久坚固，然后结案为色，鬼就真是出现给你看。真的不然可以试验。这个是实际的，所以我会讲出来说我们本来清明眼看到就是清明空，什么都没有，那个才叫真理可是我们都瞪目花老，然后呢结案为色，把暗境就变成4大假合，所有宏图，所以山河大地就呈现了。好不好？没有？我们想象不来那样呢？本来没有山河大地那为什么有了？从我们的念头来，凡尘的万象都是这样来，从我们的念头生活来，所以山河大地万象就是我们佛性。你有了解不？所以我们所有妄想都去掉，所有山河大地万象都回到佛性本体，这样就成道了，就成佛了。还了解不？一定在想讲梦不是这个真理所以我们要了解说形象怎么来的。虚幻不实在，我们看到的形象，只要落入形象，它都会变化，后来呢都会不见，所以才有山海、沧海桑田，有听过？变化无常了，所以我们不要住相，相都是假的，变化无常，或者都喜欢用水泥来比喻，水泥的寿命100年以后它就风化，就没有线了，没有线它就量不掉，会落乱，所以这个住的就危险，是要打掉，要重盖，对不对？那我们的寿命呢，大概在100年左右了。
它会跟水泥的寿命差不多，所以啊，认为它很坚固，然后很久，不知道呢，在我们佛性来讲，佛性啊是千千万万年，那100年在千千万万年来说，它只是一个刹那而已啦，刹那就消失了。所以啊，还没有盖房子之前是空，盖房子以后啊是有，房子啊又这个风化以后啊又归于空，万象万事都是这样，从空而来，然后又归于空。要不要住相？我们不住相呢，我们就回归本体啊。那我们住相了，我们烦恼很多了。然后我们一生追求的方向目标啊又不明确，都是追求物质享受，追求物质生活。不管不生不灭佛性本体啊，所以我们才流浪生死，才一直啊六道轮回。那我们老师就把这个真理呀写在一首歌里面，叫谢谢你，有没有？我们都会唱嘛，会不会？然后也知道你的意思，是啊，老师说我们经过很多缘会，经过很多六道轮回，我们可以算一算了，一个缘会啊，129600年，然后呢有6万年啊是没有生物，有6万年啊是有。那我们啊，从隐会一降世以后到现在啊，是将近6年。现在是大清算的时候，对不？我们在这个6万年中间啊，造了很多因果，做了很多不对的事，现在都要还债了。业力现前的时候啊，我们的遭遇啊，是不是很多？很不如意，对不？黑咱家己做地来啦，制造的要自己呀勇敢的去承担，有没有逃避呀？大概都有啦，小避，时啊紧的厝紧搬搬的，明仔去就无人啊，债务都不用还了，对不对？有没有？心里面在想无啦，最气背我搬的啦，要了解到啊，不是你搬你搬走了，你的债就不用还了，那个天网恢恢啊，疏而不漏，对不？搬会走你的佛性啊就搬会走，总有一天呐，会到你。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到不要逃避，这个逃避啊，那个在主义找到了很生气，对不对？没有你好看，有没有？就发生事情了。所以我们就是要勇敢承担，自己既然造了业啊，自己就要去还清，所以要培养欢喜心呐，甘愿受，有欢喜心甘愿受啊。我们很容易啊，就把债务都还清了，还清了，性清净啊，就归还到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回来，就回归本位了，理不理想？所以我们借着上天啊，大开普度，所以老师啊，这么努力的你看我们过年前的法会，老师不是来写个毛笔字啊，有没有？老师呢说你要老师的墨宝啊，就是一定要听心理心法，而且要努力听，有没有？老师说用尽办法，要我们都能够脱离苦海。我们就是要体会老师的心。这个师徒啊，如父子父女。一定呢，我们要努力去修持，让自己的佛性啊恢复光明，就能够回归啊。我们都是佛，我们都是菩萨，
菩萨中的菩萨，都成就，这个呢，老师才高兴，对不对？那我们也要管我们的亲朋好友啊，没有求到要鼓励他求，求到以后要鼓励他研究，能够了解，理不理想？就是一个很理想，把娑婆世界变成莲花邦，对不对？这个不要沦为口号了，一定要做。我们自己本身做，自己本身有功效呈现。我们呢，这度化亲朋好友，亲朋好友也改变了，那整个那个家就很和谐，很和气，过的生活就很如意，我们就要朝这个方向，去努力。所以，这边这个释迦牟尼佛跟阿难讲说，我们不能用那一种佛性的功能作用，那一种眼性来听法，那个眼就是暂时的而已，那个法性就是永永远远。所以或许有讲，我们在凡尘就两大系统，一个是法相，一个是法性。那因为假如说把三河大地说成是我们佛性本体，我们听起来会怪怪的，所以就用那个法来代表法性。那法性又可以代表我们人不生不灭的佛性，一样的称为这个法性。所以身是净身，心是妙明心，我们就是要回归到本来，本来就是这样。可是我们现在都用人心，用人心修道不可以知不知道？用人心修道不会成道，不会成佛，所以不能用人心修了。我们不修人行道，人行道不会成道，不会成佛。所以一定要朝真理的方向，不生不灭的角度修持。安尼听有无？一定呢要公心一片，没有那个自私自利的那个执着。我们执着引起别人很痛苦啦，会不会？会。要放开心胸。老师的墨宝大概或许听北部的浅浅最喜欢那两个字就是放下，有没有？就是放下。我们放下了没有放下就轻松了啦，佛性就清净了。不放下我们很重，顶个头不知打几百斤。先前有没有挑过担子？有担过打不？有啊。是安尼，用咧安尼劈咧还是安尼用半斤咧担？那半斤咧担，迄就是真的会做事啦。若互我担，我一定拢劈开的，无力，无够力担用劈开的较辛苦。可是资深不久，拢冻久了，所以要聊到说，人的这个负荷总是有限量。那我们一般都会这个四肢那发达头脑的简单，对不对？这样好不好？不好。头脑简单才好修道你头脑很复杂，修道就困难，对不对？所以不要把它固定化，法无定法越简单就越好修道。你喜欢跟简单的人在一起，还是喜欢跟复杂的人在一起？对啊，简单就是最好最最简单。咱拿那起来面洗洗素颜最漂亮的，你拿画较白好看不？
那个妖水怪啊，就是拢为乌擦白，我们喜不喜欢当山妖水怪？又要花钱，又要花时间，又要花精神，可袂使乱画可不可以啊？等下你若乱画出去，人唔敢看，然后变欧巴给。所以佛呢就讲说，我们不能用眼睛来听法，这个很殊胜的佛法，用眼睛来听啊，这个法就变成那个也是佛性的功能作用，只有暂时一下下就过去了，所以此法一言非得法性，就是进入法相。那法相变化无常，法性永远不变，那我们就没有办法得到呢这个法性。底下呢这个释迦牟尼佛就做比喻啊，说如人以手指业世人，用手来比那个牛，咱是不是都爱看野牛？可是我们都看他的手指啦，这就是在讲那个释迦牟尼佛讲殊胜佛法，就像用手在指月亮，他所要大家了解的，就是要能够看到月亮的光明，不是看到那个手指的指的方向，我们是在看手骨针头是在看月牛，所以就比人因指因为手指。应当看月，应该得爱看那个月牛，爱知道那个目标，所以我们研究经典就是要知道经典呢告诉我们什么？各位讲解，经典告诉我们什么？不错，就是告诉我们要就是告诉我们要明心见性，对不对？够同和咧，今晚南面的时候无一个赢，这个来修道一定成道，和肉腹观指以为液体，假如说我们是看那个手指，就是看那个释迦牟尼佛所讲的那个字语言。就是那个观指的意思了，那么以为液体那个他所讲的内容，以为是目标，这样就已经错了，把手指当成月亮的本体，那么此人岂为王师业伦，一往其这一个人他不但呢失掉那个目标，就是明月，已经掉了。那么一往其旨，也忘失掉佛所要表现的内容，佛所要我们达到的，他的那个宗旨，我们都没有深入其中去了解。底下就讲何以故以手标指为明月故，手标指佛所讲的那个内容就是目标，手指式的目标，就是要我们发挥佛性的光明，那个是目标，那把佛所讲的一些语言文字当成目标，这样错不错？错了，就不对了，所以佛用这个比喻让我们容易了解，所以我们所要研究的内容就是要明心见性。那怎么样明心见性呢？他就按部就班一步一步解说，让我们能够呢透彻了解。像我们一开始
就讲万念放下，一念不生。然后后来慢慢的又把它延伸了，那个耳根圆通有没有？然后慢慢的又这个延伸到司机而龙现了，淹没而雷声，神动而得水，是不是一步一步生的？有没有？又不同我啊。那么底下呢，这个释迦牟尼佛又讲，岂为王子啊，亦复啊，不知名之已岸。公不但那个所讲的内容已经亡失掉、消失掉了，亦复啊，不认识明之已岸，不知道呢光明啊跟黑暗，因为佛用呢声音那个名词啊，那个句子文章来说，那么这一些啊声音名词那个词句文章，全部啊都没有观照的功能，了解意思吗？这个就是暗的比喻的暗。那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那个佛性本体它有观照的功能，所以就是用光明来比喻。那我们不认识暗，不认识光明，就是讲我们没有发挥般若妙智慧，要了解所讲出来的那个是一个工具，我们借的是一些过程，借的是一些工具了解到本体，这样呢那个教化教导就有它的价值存在。那假如说不了解，以为说讲出来，我们都把它奉为归稿，奉为我们目标，没有深入其中实际的实践，那佛就比喻说那个就是暗相，都不光明因为要发挥内容才会发挥光明。那内容一进入就能够了解到佛所要讲的，就是要我们明心见性，明心见性了以后是不是发挥光明？这样明与暗就了解，对不对？那我们一般把那个经文就是看得太重，比如讲我们听《金刚经》说受持读诵，我们都以为来受持这一本《金刚经》，来读诵这本《金刚经》，是不是这样？那个就是文字上让我们迷失。那假如说我们以另外一个角度，佛都已经做到了，要我们受，那受就是接受我们生不灭的佛性本体，然后持就是把佛性本体拿出来用，这样会不会受持会。是不是跟我们来受持一本经不一样？我们真的进入受持，就是要受自己接受自己不生不灭佛性本体，持就是要把它拿出来用，这样有没有实际得到利益？有。就是要这样佛所教导我们就是要我们这样去实践，这样实践就真的得到利益，我们能够受能够把佛性启发载了此已经应用在生活之中利益无限的，对不对？然后此是自利然后底下读诵就是要利人，利益别人自己已经觉悟了，也要觉悟别人，对不对？所以要知道我们不能
住在文字相，一定要进入实际的内容。那实际的内容我们要知道说，不在文字表面。佛也讲，文字言是起灭动摇辗转因缘生。若辗转因缘生，于第一义不能显示。那么第一义就是究竟了义，就是我们要追求的最高目标。那我们要了解，语言文字都到不了，一定要我们实际去实践，才能够到得了，才可以到达那个最高的我们想追求的那个目标，成佛成道，一定也可以做到。要按照那个佛所讲解的，我们去实行，就可以达到。那我们一段期间2年多来，也都朝这个方向，对不对？对。我们都在受持，都在读诵，有没有？我们都在自利，也在利人。所以这个生活非常有意义过得很有意思。跟以前比起来，是不是这样？是。所以要努力，我们自己努力呢，鼓励我们这个身边的亲朋好友一起努力，大家呢都很快乐，就生活在天堂。所以这边佛就讲，假如说我们不了解到所教导的内容，然后我们对明跟暗就是不了解。那不了解的话呢，方向就错误了。我们都光自己会背诵，那有什么用？经典倒背如流，它不会实践我们会倒背如流，会产生什么？对，产生高傲、骄傲。我有法度，你都无法度。有没有用你会倒背如流，没有用没有用。所以或者看到那个《华首经》释迦牟尼佛讲说如来不与世间共争世间与我争。什么意思？或不是讲解很多遍嘛？还记得什么意思吗？哇，都没记了，因为住得比较远在基隆，要回去拢赶紧摕我紧搁早回去，惊坐袂赴，紧的要坐头呀，紧的搁早回去，所以都无留落来。留落来那个带回去下次又很累，又背下来。所以大家把它记得。如此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不与世间共争是过去、现在、未来叫是。间就是东西南北、东南西南、北西北、上下，叫做间。那我们的佛性不跟空间、不跟时间争，都不争它修养最好。你要争它就退位，你的阴种起来都没压了，佛性都不见了。所以不世间共争，可是世间与我争世间过去、现在、未来、东西南北都要跟我相争啦，有没有？我们有没有要跟我们佛相争有没有？要知道我们6根很强，都不让我们那个佛性出来，对不对？有没有？我们最容易实验的就是到那个服装店去看，不管男的女的啦，年轻年少的看到那书衫叫水那我哪来就好看。这个时候那个眼睛的那个当家做主强。佛性在暗中跟他点，
你家里衣服很多的，你不缺了，不要看，不要买，下掉。活性会不会比较强？要，那才奇怪嘞。那个时候我们眼睛会把它压下去，你看点没？哦，好看。在那个旁边的旁的，你看，这有好看不？这我来先有好看不？所以要了解那个如来不是释迦牟尼佛了，不是在讲他自己，是在讲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我们佛性本体修养很好，它都绝对不跟时间空间去争执。你若要爱大，你爱做大，就给你做，这样。然后一听到这个非常好听的啦不管是讲话或是音乐，这个时候我心说，这靡靡之音听了对我们不好，不要听，一定又是啦你唔捌啦，你卖，就把它压下去了，又欣赏了，然后回去以后去买那个高级喇叭。那个很响的，真的你到那个那个高级喇叭，我们一支喇叭100多块，对不对？迄拢低级的有听声尔啦。你若去买迄个一支都10几万那个咚，你整个心都被他拉走了，对不对？你唔听的啦，我哪会知影？你甲我问我都拢唔捌听的，去听嘛。我们不买到那个音响店去听听看，去欣赏一下人家那个高的音乐，喇叭是怎么放出来的？这一听了嗨惊袂开卡啦，跳连调了呀，一下子回去就糟糕了。为什么？身体是回去的啦，心都还在，要搁伫咧点，伫咧听音乐。所以我们要了解，我们6根的强要当家做主因为太久了，做真久对不？6万年有久不？做久的。你叫他讲你甲李小胖我主人出来做主，他要不要？他不要越掠讲本来我咧做什么是安尼换你所以修道的困难就在这里还要了解我们6根感官越强，修道就越困难困不困难？看袂转来佛性无法度，米深不深？深不深？深到唔捌你所以不要往内放下要更较好听嘛拢假对不？一口气若来伊还拢唔对话一支10几万、100几万嘛唔对话对不？拢都爱害人要还人家的，对不对？所以要知道都是假的啦，拢在给人怪，有去要怪你无？无太坚强那个造化的引诱人那力道很强我们都斗不过他了还要了解到要先降服自己的心，对不对？该降服，那个都是假的，假不假？变化无常，对不对？都是假的，假的，还没有死就把它当成死掉了，不可以。凡心不死的话道心就不生了，是不是这样？所以我们贪恋凡尘会成道吗？绝对不会啦，被尘垢染了一身有没有有啦，每天都有洗，都洗袂清气的，洗会清气袂？
各位有没有试验啊？这个洗澡啊，我们都有洗澡嘛，对不对？是谁在洗啊？那个我们后面有讲哦，身体是四大假合啊，四大假合要不要洗？水有风土要啊，洗水有风土哦。哦，身体是假的，哦，所以哦，我们要了解啊，那个水接触到身体，那个接触到的都是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还要了解佛性又没有形象，要不要讲？要不要？所以或者就想说，有人都不是洗咧，但是我都伫咧洗身躯的中间拢唔捌领悟咧，人伊安尼半个月才会使洗一届身躯啦，缀大入去洗伊就伫咧想讲，我即摆是咧洗啥？洗四大假合呢？还是在洗那个凡尘的污垢？按凡尘的污垢没有直接性啊。四大假合水有风土慢慢洗啊，到底是谁咧洗？讲安尼人一定啊，进入无漏啊，已经没有烦恼，已经呢精神外放，已经呢可以成就阿罗汉。咱洗久啊捌领悟无？敢若唔捌咱拢想巧，我们都聪明过度，不会去想这个问题。假如说他在洗我是洗啥我们一定会说上去的精神病院那边，就会认为他就是有问题。到底谁有问题？观念所以我就说观念很重要了。那对佛性的认知啊，那个观念尤其重要。我们呢，一进入了以后，进入自己不生不灭佛性本体以后，很多事情呢，都消失掉了。为什么？因为都是小事，都是凡尘事。我们把它呢当成凡尘事，当成小事啊，是不是问题都解决了？没有。我们把它看成天大的事啊，那是不是很烦恼？很烦恼，对不对？所以只要观念改变，我们所有作为形象也都改变。所以或许才讲说，本来2年多前呢，或许看各位可能是时常照太阳啦，真的很黑啊。现在可能都在室里面在那个室内工作啊，所以变得都很白，很好看。尤其啊那个笑脸都常现，这样好不好？很好所以就是要研究嘛。研究会为快乐啊，有没有晚上盖着被子偷笑？要真的到那个样子，修道太好了，盖着棉被偷笑，不像以前唉声叹气呀，我无修拢真快乐，愈修代志愈济愈烦呐，无修拢袂执着啦，愈修愈执着，有没有？那应该关系不做差不有。那佛就讲何以故啊？即以直体啊，为业明显，把那个教化的内容
认为就是已经到达那个明月的光明。那么明暗二性无所了。在讲阿难说如意如是对那个明暗不了解，所以或许那个底下的那小的解说说明暗两个字喻中义之比喻的里面很容易知道，然后法中呢就难解在呢真正的佛法里面很难了解。那么把法中明暗之意解释就是呢教就是呢佛的教化，以声音名词跟那个句子跟文章为题，它呢没有结造之用然后呢和暗喻那个暗的比喻。那么心以灵知不昧为现，我们的心就是以这个灵知不昧有结造之和明喻明暗暗呢就是佛的教化那个明就是心的灵知所以那个明暗那个比喻之中很容易了解。那么学人，我们修道学习的人不了解依教观心，按照佛的那个教化来关照我们的心那个不生不灭的真心，但认生教为真心这叫错论的以为那个经就是真心那么其笃迷心，不只有迷心亦迷其教连那个佛教化的内容都不了解，所以也迷失佛的教化。又不但迷教，亦复呢不达有结造之用无结造之用。那么结与不结无所了别，结跟不结完全都不知道了。那么为阿难以眼心来听法，则佛所说的法亦变成眼尘就是凡尘的因缘那样就太可惜了，短暂的现象而已那个长久都不呈现如则迷失法性那么何以执子为业，就是呢把那个手指头当成明月，不认识明跟暗之人所以就讲说如意如是，跟阿难讲都立即安的都唔捌。若以分别我说法因为汝心者这边呢我用另外一个角度来跟阿难讲，假如说你用那个分别我说的法音你听到里面有不一样的内容，你能够分别，那么这一些是你的真心的话，那么此心呢是应离分别因有分别性，那么这个心是真心的话，离开了因声都不要有因声，然后它还有了了分明的那个分别性这样才真的是你的真心还挺有意思吧这个叫变脸墙，行拢无声音有。佛呢底下又做比喻说譬如有客，敢若有人客人祭祀礼亭来入观来休困，暂时便去伊呢暂时小休困呢，甲迄个疲劳消除，还是讲甲巴肚枵解决暂时大时都爱个行李款款的个行，终不常住啦，无多拢永远大条。而掌亭人就是迄头家，迄旅馆的头家，都无所去伊拢来来去去，名为亭子
伊就是做头家。那么此亦如是，甲咱的迄心来比较，这原来是安尼。若如真心则无所去啊。确实啊，是咱不生不灭的真心，伊拢唔免来来去去。那是一个佛性的功能作用伊暂时来短时都爱搁去，都搁无去。安有了解无？咱伫咧生活中间看念头是毋是暂时来，真紧就搁去啊？迄呢，迄有做眼睛因缘的心，是佛性的功能作用。那咱的真心你有甲用伊得的，你无甲用伊嘛得的啦。伊拢永远唔免来来去去。安有了解无？尤其我们在这个第3遍、第4遍那个DVD 都有详细解说。6根之中有生灭，有不生灭，有没有？有没有看要了解了解了以后，我们往后的一些经文就会看得很容易了解，很容易懂。那假如说我们前面没有努力前面已经无了解后边愈看愈会啦，愈看愈唔知影咧讲啥这样也就得不到利益。我们要改变就很困难。那拢会当了解我们是从凡夫地一直就走到佛地了，就很容易啦，按部就班，就可以到达。佛就讲说，我们假如说真心的话，则无所去就不用来来去去。所以我们最重要就是把那个生灭心跟不生不灭的心能够分辨得很清楚、很详细。一个用就是知影讲，这是我真心；一个用就是知影讲，这是世心。世心就是生灭心，就是妄心。然后我们在没有启发真心之前，我们的世心里面世心里面也有真心像男女之间恋爱迄讲的话迄拢世心。可是那个时候有真心呈现的时候，那真心呈现可以为他生，可以为他死，对不对？那个真心建筑在世心上面所以时过境迁它就会整个改变，所以才有小善出现。假如说是用真心小善它都出现不了。那个世心的真心小善就很容易出现。因为近水楼台先得月，你相处这个美路相处就产生情愫，然后较早的山明海誓拢抛在一边石头的烂，海水的干，这个心一定拢爱你无变，会变变。变得真紧很快变了。那个叫时间过去了，境迁，环境改变了，迁变了，所以那个都不真所以我们要了解到这个我们真心我们的真心不讲理，处处随着你，岁时半如年行时随如期。你不认识他却认识你，有道看透他，知佛皆欢喜。记得吗？记得。很是那个真心讲理不是霸道，因为肉入讲理就两边了，对吧？公说空有理，婆说婆有理，一公一对嘛，公一对，就个人讲个人的啦，所以一讲理就有真理，所以真心不讲理，
处处都随着你啊，你要做啥也拢地你啦，都不拒绝啦。你不认识他，你都唔捌你，唔捌研究啊，唔捌你，他却认识你，伊捌你啊，伊都利用啊，那有朝一天啊，我们看透的，那知我就这关系，就多一位佛出来了，所以我们了解说，只要我们用心追求，一定求得到。所以底下呢，说云何离生啊，无分别线，离开声音，离开佛的教化声音啊，已经呢都没有了了分明的知觉现在，这个呢是在跟阿难讲。师则起为生分别心，分别我容，离之色相啊，无分别线。那么这个又更讲得更又不同角度啊，又深一点这个呢，师则起为生分别心呐，不是只有那个声音的分别心，离生啊无限，即是能够呢分别我32相，我容啊，那个呢就是32相，佛修成的那个32相容貌。也是呢，相由啊，则生，相无啊，则灭，也一样，就是生灭。那么离开呢，所有的那个分别的事项也没有能分别的自现，是不是又不同的角度？讲了一个较清，有无？上面是只有声音啦。那下面呢，连那个佛的32相也包括在内。那个佛显现32相，它是要循循善诱，乖咱众生来修道啦。讲你若有修你就有一番殊胜的形象会呈现。那个32相，就凡尘都见到，很殊胜。希望我们看到形象以后就把那个凡尘的贪念抛开，就进入真正的那个法界里面。那么如是乃至分别都无，这个呢，这个如是乃至就是离开中间，因为只有上面讲的声音，那边讲的那个容貌就属于色，然后中间还有色声香味触法，对不对？他用呢乃至把那个中间都省略掉，分别都无，就是都没有，已经对这一些微细的这一些这个香味触法都没有分别，然后已经呢到达灰色灰空，然后呢那个俱舍里就是印度的外道，他们呢说这个是明地，那个昧就是迷昧，迷昧呢认为这个就是明地。那么这个到达分别都无，灰色灰空这个就是参禅打坐形成的那个功效，所以我们要了解那个完整的参禅打坐它的功夫在，只是用那一种方法没有办法修到成道，修到成佛。那佛就在这个地方呢，他详细说那个这里迷昧，认为那个就是我们人的最初狼熊杂业现象，叫做明地，明出主地明地。那么离之法言无分别线，离开呢那个我们那个6层的最后一个色声香味触法那个法。
法言，法有一半的生一半的昧，有生成昧成，所以它也落入这个形象。那么已经呢离开所有的法言，已经都没有分别性。这个修到这个地方呢，就已经内守悠闲很高的程度那么底下呢就佛又讲不同的角度则汝心性各有所还，因何为主？就是我们心性都可以还到它原来的地方所在，所以不能当家做主。我们呢把这一段这个比较这个深的部分我们来看那个角的文字。那么如是呢，此上眼声色二尘离尘应没有分别性，乃至这两个字就是超越中间香味触那个尘变华处那个最后一个六尘的最后一个色声香味触华，那个华处手色，因为那个华它有半分的生尘，有半分的昧尘而分别之性亦复都无，都没有这一种状态就是我们六识对六尘产生的六识，已经不言六尘的境界，可以说打坐做出来功夫。那么以五识共起这意识也不起了，没有了那个五识最后一个意识那个意识也没有。那么如是则分别心以所分别的见，我们能分别的心能跟所能所那个所分别的见悉皆寂然，已经呢都没有纷纷扰扰，都寂然了所以讲说都无。那么唯留独头意识，这个独头意识那暗时在困做梦，那个梦叫独头意识它没有跟外缘外尘相接近，可是它会呈现，那个就叫独头意识引华处半分内尘因为那个最后六尘的最后一个华，它有半分的生尘，半分的昧尘所以这边呢独头意识攀引那个华的半分昧尘所以或许有写说因华尘有生昧各半分它呢灰色灰空，不是形象，但是也不是整个都是空就是内守悠闲所以这个很高，打坐到这个境界很高。那华子昧尘境界已经离开六尘的初相已经离开六尘色声香味触法，六尘初相已经离开，所以灰色没有形象。那么有极静那个细静很空寂金清净那个极静的细静，很微细的那个景象，所以灰空灰色灰空。那么参禅之事我们打坐的人到此境界难免被他所误讲起耽误掉，就是讲我已经修持到家了，我已经成就了，其实拢也不是啦又不同那个色界的四禅是定故灰色，哪有法度行到四禅唔免喘气，嘛唔免食饭所以那个很高的一个程度非同无色界的空处之地
故啊会空。所以到四禅再上去啊，就是无色界了，没有形象。那没有形象啊，那个剩下来的啊，都是我们那个意识作用。那如八定之后的三定，就是呢无色界，那个事无边处定，无所有处定，会想呢，会想处定。那所言的境界啊，很相似。不但呢随尘啊，里面是见如啊，眼以及啊我们眼心，都不会一个接一个，即秀禅觉知啊，异复不起。那么此次啊，由非真心，也不是咱们追求的目标。所以伫凡间坐禅嘛，一定要有人指导，无不是拢会做唔对。所以切勿啊错认，唔通甲伊认讲，我已经修到上悬的程度。那么昧啊，就是迷昧，明地啊，就是讲咱的开始啊，要落凡尘，迄个上开始，迄个所在，叫明地。昧啊，就是迷昧，不知道呢是境啊，非真，不是真的。只为民族的主地，就是讲咱要落凡尘迄个开头开始的迄个时阵。那么外道的神通之力啊，能观呢八万劫。迄外道伊的神通有法度看到八万劫。8万劫外啊，民然不知；8万劫以外又唔知影。未为民出啊。那么从此觉知处理，故为主地。咱的觉知啊，为家开始。或者呢，民出主地，也叫做咱的世间性，落来世间，迄个性的开始。为世间众生呢，由民出有此性，执世间的本性。那么离之法言啊，无分别性啊，为众时心分别都有，咱的心拢无分别啦，无迄个分别心。一旦呢离于这个粗分别，真粗的迄个分别，那么微细啊留住，因所未解啊，那个微细留住，迄种迄个微细微啊真安尼连续，安尼一个接一个黑啊，咱拢也无法度抵港。所以这个很不容易到达的那个境界。那纵使啊，境之色空都有，环境的遐色，环境的空，拢已经无啊。一旦离矣啊，出境，迄粗的境界拢离开。然后昧尘影视啊，故不能离。就是啊，灭掉凡尘，这个影像的事情啊，无法度离开。若以法尘半分昧尘之言，即无分别之性啊，以上之离，色身而无性呢，同一理，拢同款。离开迄个法尘半分，迄个昧尘之言也拢无啊。迄个分别性啊，拢无啊。迄个离开迄个色身，无性啊，同款。离开色身啊，拢唔知影，所以唔是真心啊。咱要求真心唔是安尼。则汝心性呢，各有所分。就是我们眼尘啊，分别之心性，咱伫个凡尘攀岩，有分别心，迄个心性乃随尘生灭，随着凡尘啊生，随着的灭。那么各有所分啊，拢爱海。那么分别生者啊，从生尘来，咱伫个声内底分别，这什么声啊？声为倒来，咱咧分别迄个声，为倒来啊还倒位，就还之于身。
好像呢人的影哦同款，哦，咱的影呢为倒来，就对哦为倒去啊，哦淮水何人而去啊？有来有去，哦是呢暂住啊，这个暂时住的，哦，迄人客，不是哦常住的主人。假如说住的主人呐，拢唔免来来去去，哦，所以佛就问他云何为主？唔是的，唔是咱的真心。那这个时候阿难听到佛这样讲，他就问了释迦牟尼佛说：若我的心性啊，各有所还，则如来说妙明言心啊，因何无还？唯垂安宁啊，为我先收。而那里就讲，我的心性啊，拢各有所还，拢都爱害人。啊，如来伫咧讲，迄个妙是不变之体啊，明是随缘之用，言啊就是本来。那个不变之体，随缘之用，我的本来的心啊，因何无还？为什么那唔免害？唯垂呢哀悯啊，为我先收。所以希望呢，释迦牟尼佛能够跟我讲这个内容，让我能够透彻了解，能够知道。那呢，我们也一样把那个假的文字看，此当机就是阿难，闻说眼心有还，而求我开示啊，无还，下面免还。那么还者就是归还。敢若世间的物件，甲相就来，都要害啥人？那是家己的物件都免害。所以咱的不生不灭佛性啊，拢想家己的物件，拢唔免害。然后佛告阿难，且汝见我，你看到我见精啊明远，你这个见精，你也当看到。这精啊，就是纯一无杂，明呢，光明、清明，知道，见精明远，此见虽微啊，妙精明心呐，虽然它还不是完全是真心的本体，如第二页，非是夜眼。第二页就是讲，咱看这个天顶的月亮，目睭甲饲落。又变一个月咧，变两个月，迄第二个月啦。非是夜影，伊是讲伫个水的显现出来影，那伫水的现出来的影迄个全部拢是假啦。那第二页干那你目睭莫甲饲甲放弃啊，伊就会还到第一页啦。所以这个第二页呢，跟夜影啊差别很大。那么如应听呢，今当是如啊，无所还地。你即马呢，详细听我讲呢，开始互你知影，那个唔免害的迄个内容。而那此大讲人啊，洞开洞方，路人升天。伊就用。伫个现在看到的大钢灯，然后呢，那个洞开啊，东方就是朝着东方，迄头门拢无关，拢开开，东方迄日人升天，迄日头啊，伊升起来，都有明耀，日头升起来，迄日光伊拢安尼真光明。然后中夜啊，夜，一直到半暝啊，半暝时阵无月亮，就夜，阴雾啊，这个晦明，则复啊昏暗，这个时阵啊暗蒙蒙，迄月拢无。复有之气啊，复就是门，有就是窗啊，迄个空隙啊，则复见通。咱为门为窗啊。为迄个空旁，拢有法度甲咱的看到的拢会当通过，就是讲会当看外口出去。那么墙宇之间啊，墙，这壁，迄雨
就是迄个处处咧流水内，迄下，迄墙宇之间啊，泽户啊，观用，都拢个甲咱诶，迄个会当看拢看起来，看袂着。那么分别之次啊，泽户言，咱若有分别，这个物件，立功顶是立功顶，天花板是天花板，这好做呢，那个能够呢分别，咱会当分别什么物件是什么物件，分别之次啊，泽户见也，咱都会当看到咱见啊的攀缘。那么玩虚之中啊，便是空性，迄个玩空虚空，迄个玩空，唔是伫咧讲真空啦，这是咧讲空间迄玩虚之中啊，全部拢是空性，拢是咱不生不灭的迄个佛性，就是真空。那预备之相，这个预啊，有也预啊，预备，就是讲咱。这环境一挂灰尘，都飞去你伫个迄个天顶，就变做预备，这一种景象，则以分这个分层，就是讲看袂清楚迄景象，去互这灰尘呢，安尼朦胧，那成绩啊，念分又观呢清净。成绩就是讲，假使我有落雨，甲迄个灰尘啊，拢甲带来涂骹，这个空间就安尼真清气清净，迄个气氛啊，咱就会当看到清净的景象，这就是伫个家庭外口啊所呈现。那么阿难，汝闲看此之变化相，你即嘛。显就是全部啊！你看这所有的变化的形象，有今呢不还本所次。我即马改这所有的景象拢系本来也发生原因的所在。因何本因？什么款呢？伊的本因而难。此之变化呢，明还路人。这个变化。看得到这光明啊，咱还有日头，何以故？对啊，无日啊不明，无日头就无迄个光明。明啊，一时以入，这个光明，伊属伫个日头，是故啊还日，所以还有日头。那么暗还黑夜，这个暗咱还有迄个月亮。无月亮就暗面蒙，通还富，咱会当透过门，透过窗仔门看到外口，这个通啊，咱还有迄个门，还有窗仔门。那么用还墙宇，会甲咱踢掉的迄壁，甲迄个屋檐，咱拢害伊，言还分别。就是讲，咱看到什么知影什么，这眼单眼啊，还分别心，当分别，这是日光顶，迄是迄个天花板，咱眼啊，还有这分别心。那么还虚啊，还空，这个空中无行者，咱还有空，预备啊还尘，互安尼，迄个。规个大地拢我这朦胧的这景象，咱还有这灰尘，因为这灰尘拢飞起来伫个天的，所以就变预备，就是讲安尼拢看了袂清楚。则之世间啊，一切都有，咱所有的世间，一切的所有啊，不痴思咧。超袂出啦，这款代志超袂出啦，超袂出这款类型啊，拢是安尼。那么汝见八种见精明性，即马这八种啊，这情形有光明，有黑暗，有通，有塌掉的，
有分别，有这个愿意，有这个预备，这啊，这你看到这8项，迄个见精明性，会看到这8项的景象，意当还水，你要还有像，所以故底下呢就讲原因。乐还里面，较需要你家这有法度看到8项的，还有迄个光明，还有日头，得不明时无复见暗。即摆日头无去的时阵你看袂到暗，看袂到这个暗蒙蒙。虽明暗灯种种差别，虽然有明有光明有黑暗，有通有塌的，这种种差别，种种拢无共款。然后见呢有差别，看到景象千差万别。咱会当看的见性敢是个伊拢无分别，所以见有差别，这样了解意思吗？种种景象千差万别，我们的见性没有差别，见性是一见相千差万别，安尼有了解无？所知可还者自然非如。会当海迄唔是理啦，不如还者非如而水，唔免海迄唔是理也无是相，安尼知影无？咱会当看到足济对无？万象万象迄是现象呈现万象咱会当看到的才是个尔，一个见性，一个见性看万象，万象有差别，见性没有差别。没有差别的那个见性不用还，这万象拢爱害啦，安尼了解无？袂侵啦，会袂？会真无？唔知免哪害，迄唔知免哪害唔免咱管，伊家己就害啦。你看即马有日头光对无？咱即马暗灯食咧暗对无？日头就无去光明消失以后呈现黑暗。咱光明看会到黑暗嘛看会到对无？咱即马这门开开，头门开开，看会到外口。若即马大家拢灯会关起来对无？都塌掉的，看袂出来所以各有所还啦。这个就不是我们。那个我们看到呢，了了分明那个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所以我们没有研究的时候它本来就已经在，就已经有了，可是我们不知道。现在研究知影，见性是一，见相千差万别，这样了解吗？还有19分留下给各位提问，有没有要问好，请说。有讲师曾提到，在弘扬念修时，若启发佛性、讨佛性真理研究，也一样可以理解。请问他们不用求道吗？这个呢，导师我们要很重要的跟这个道经呢这个宣示，这个求道就是受记，受记知道吗？以往那个单传独受那个修持你要当大法师，然后连续7代，上天才会受记，才给你拍开关所以你有成佛的资格那个是先修而后得。那因为我们现在人心不古，那造的业又非常多了，所以要等到修到功果圆满才受记已经大概都了无几能够得的就太少了。那太少的时候灾难一降临一时俱焚不
管是叶啊是石头，大家拢要遭难遭劫，所以上天不忍我们好的也消灭掉，所以这个降道来拯救善男信女，降劫来惩罚这一些为非作歹，所以道跟劫并降。其实那个灾难都是我们众生自己造形成的。所以现在我们来了解，我们那个求道非常重要。假如说没有求道，可是也修得蛮能够这个到达明心见性的程度，那上天不承认。我们要了解到我们是继承那个东方前8代，西方18代，后东方18代，那个有领那个天命的那个祖师掌道坛来受记，那个上天才承认。然后我们了解说，这个人是从无极，然后太极2仪4象，然后八卦相中凑8864。东方前18加28加后东方18，是不是刚好60？就整个那个一个卦气一个圆会里面的气数圆满。所以我们老师就时常讲，老师是万里幕后一早，对不对？最幕后了，第64个月无啦。所以要了解说，假如说有人在做出称主那个都是妄。东西自己异想天开自以为是自己都不知道拢假搞那个都不可以的所以求不求差别很大。纵然我们有求道，可是没有努力去修正，那最起码种子不灭啦，我们的佛性种子没有消灭。那假如说我们种子，我们佛性已经腐碎到碎灵，变成那个小的像蚂蚁像蚊虫那个要极严要非常久的时间。那我们有求道，虽然说没有修正，可是毕竟那个因那个能够成佛的因还在。那还在下一个圆会开天辟地隐会又生人的时候，是一些有求道没有修的又来了啦。我们在看那个黄母十界就知道说山坡我们在洗澡这个老母把我们鲜衣鲜血都收回去了，把我们赶到完成来，那个是比较好听啦。其实是我们起心动念才落入完成所以有求跟没有求差别很大。有求呢，我们玄关打开我们的佛性可以跟大地融合融汇。那假如说你没有求，玄关没有开，那你黑暗一片那个种子会不会灭，那就不敢保证。那我们老师有跟我们保证万德超然，有没有？只是说10800年以后各自因果还要各自承担，所以要我们研究性理心法，然后了极业障本来空了还积还数债，要不要了就是努力修努力了解真理，能够了就透彻知道了，透彻知道我们佛性本体染污即不得，然后我们把所有的不好习惯修正即不武，把它修掉没有脾气没有毛病，那就回归本位了所以这个问得很重要有没有求差别很大我们老师掌盘，所以求道呢是老师来点道，打开我们玄关等下是不是代表老师求那个意浅谈以后老师就到了，老师才有权柄打开玄关我们人没有那个权柄，有吗？就针对上个问题说，
在红娘庙修持的这些人那到了三关有口考三宝如何过关？因为红娘起跟白起的口诀是不一样的。因为他们就不用到那个地方去，没有资格去所以就不用问那个问题。因为没资格去遐啦，没有三关九口，没有求到哪会有三关九口？好，开始。请问自古至今三期有什么人不用求道，而是深解佛性真理而回天的吗？那个在那个威音王前，就是七佛治理完成，所以等到下一个圆会不是还有10佛变世吗？他有7佛来治理完成，3佛才来收圆。3佛还没有收圆的时机之前是7佛治理完成。治理完成的时候你修的功夫到，你就不用上天指派祖师来受记，你等那个去估再去做份还有吗？然后第3，请问关老被毒箭射中，在刮骨处理伤口，并没有上麻药，可是他人如蠕动越读书，这不是已经找到生命的佛性吗？可是他老归风的时候，并没有去天，而是去西天。请问有讲师这什么有事？我要当老母这个我们要了解到，那一种这个就是刮骨的时候本来是很痛，可是你把它转移到佛性本体的话，佛性本体是不会痛的。那他老人家是那个中医传世，因为他是中医，不是说现在在7天，而是派他来管。现在就提供了，所有大小事由他来掌管，来管咱我这一班，是这一个职位了，让他在7天，不是说他的修持只有到7天而已还有吗？还有那个有讲师说，我们都有神通，因为想到台北火车站，便已经到了台北火车站，这是假，不是吗？如果学住在美国20多年，去的是已经拆掉的旧台北火车站，而不是新建的台北火车站。那后面不曾去过新建的台北火车站，所以是假想，而不是真的去到那里，是吗？这个各位姐，我们要了解到那个相是无常变化。你不要说60几年，你再经过200多年，你再来看现在新的台北火车站，它还在吗？还在不在？过200多年以后现在新的台北火车头还有在咧无？没有了啦。所以那个无常变化，不要住相。无常变化，相都是假的，不是没有，是有。可是要了解，那个相都固定，形象虚幻不实不固定。我们都住在，比如说老一辈的住在以前都没有东西吃，那现在小孩子吃个叫偷贼的。你好的东西只喂他，也不见得他喜欢吃是不是都时过境迁，都不一样。我们不能把那个不一样的把它固定化，不能固定化了，它会变化。要哪个又有事情，又有灾难那谁会晓得是什么样的景象呈现？我们看非洲不是小孩子在垃圾堆找东西吃连那个大人都是也在那个垃圾堆找东西吃，那个什么景象所以景象都是虚幻不实在，是假的，不要住相都会变化，一定会变化，它美国跟变化的大这一个建筑物已经超过多久？
它整个用爆炸把它从之内让它不见。你住在还没有爆炸之前的景象里面，几秒钟以后是不是不见了？哎呀，所以相啊都是假的。不要说以前的相是怎么样，我都一直住在那个变成我们的毛病。相都是假的，不要住你住了它也不会有存在所以在你的脑海里面就是要过的生活有意义然后呢非常的能够逍遥。那个才是追求的方向目标了，不是说在相我有去过，我没有去过神通不是那样说的啦。这个佛大用我们要善用它的大用可以改变整个宇宙现象，不只有那小一个建筑物啦，那个都不值得一谈。还有文中还有没有？还有啊。那个出场打坐不会饿，为什么？那个也是短暂的啊，哪有说你出场打坐就不会饿？你再打坐个几天看看，看又不饿，饿的都你站不起来。那个都短暂的现象啊，不值得炫耀。真正的你要修道呢，都不用吃饭，不用呼吸，那要到第四禅。第四禅才可能不用呼吸，不用吃饭，还可以到达那个昧受想定，就是那个大迦叶现在的那个定，在鸡足山，那个呢才叫做这个大定。它是奉那个释迦牟尼佛的那个遗命，要等到我们弥勒祖师下生呢，把所有跟释迦牟尼佛修的弟子都带来交给弥勒祖师教导，他他的那个交给他的那一些工作才完成，他才可以归空，还没到啦。弥勒祖师下生了没有？又不要落入生死了。还有没有？那个有讲是第四场用师也不用也呼吸，为什么？达摩祖师9年面壁是进入第四场吗？还是他的佛心在天上，而身体在面壁？这个问的人心力是太强，心力是太强了，妨碍我们修道。因为心力是的变化无常，那佛明确告诉我们，不要用心力士来修道，要用不生不灭的真心。然后我们心力士的形成它都是一念际会，所以佛就讲心则际意际会的际。咱大家做伙到底那个际，然后意意则回忆，意则意义，回忆的意。然后呢，那个事就是现之意，显现让我们知道。这个都是很多的因缘凑才有，所以心意变化无常，不要用这个来修道，用这个修道我们自找麻烦，烦恼很多，又不成道。要用不生不灭的真心，用我们万年放下一念不生那一个真心来修道，才会成道，才会成佛。一定要找到正确的因那个心力它是妄想，不会成的啦。所以你越往方向去追求去努力你烦恼就越多。那功效的呈现都是短暂，很快就变化。那个不真不要追求。我们要彻底了解。不能用心意识跟人家勾心斗角都是意思。
那我们过去豆角好不好？不好。哦，绝对不好。哦，造了很多的因缘，哦，跟很多人结怨。那这些怨啊，你要一个一个去了这个怨愤。你看是不是很忙？跟我们说修道人不可以养宠物一样。你养宠物啊，你要保证宠物也成佛了。你看是不是找自己麻烦？是。家己都咧修未成佛啦，都要保证宠物成佛。哦，所以那不要，我们不要自找麻烦。还有吗？自古留有肉身菩萨示现人间，为什么没有进入第四场至千年示现人间？因为要了解哦，那个也是他的发心慈悲啦。你要说肉身菩萨，一定要在3年，你3年以后会死掉，你3年就不能吃，不能喝，然后才有办法保持你的肉身不坏。啊，那个只是要告诉凡人，所以你努力去修是可以成就的。可是呢，他受那个苦啊，那个要本身去经历啊，不知道。不要说3年了，那3天无吃大概就爬不起来。还有一问呐，还有几问，还有可以问一个问题。好，请说。刚刚有讲那个迦叶尊者说在鸡足山嘛，那他曾经来借教过啊，什么时候来借教？好，请说。因为他在鸡足山是他的肉身，来借教是他的法性，就是他佛性。他佛性啊，我们的佛性修正了以后有千百亿化身，他不只可以化一个身啊，可以化千百亿个身出来。所以我们要了解佛性的奥妙。那因为他接受释迦牟尼佛交代，所以他呢就要保持他的肉身还在。因为到时候他要带那个跟释迦牟尼佛修的弟子来交给弥勒祖师，有一个凭据啦。所以他还要等那个弥勒祖师下生。那因为他就是要让凡人知道，所以他有一次把那个鸡足山就是在云南，我们大陆云南鸡足山把它分开以后，他走出来，然后遇到好像我们有一个博士，遇到他的本人，可是他没有跟他讲说我是大迦叶，没有，是那一个博士遇到以后，他把他那一些遇到的都描绘出来以后，才说这都是那个大迦叶可是那个时候鸡足山又合起来了，他又在里面的。是这个样子啦，伊要互坏这个人知，讲伊还阁伫咧，只是这样子而已啦。各位讲师、各位坛子、各位虔诚大德，谢谢老天师德、老天贤大德，以及感谢呢各位虔诚的或许几位学长。我们呢这个就直接就讲这个楞严经，我们讲到第几页呢？36页后面。大致的吗？对。这个不如还者，非如儿时辈嘛。对。好。这里晓得这方面解说呢，说我们能够看见我们的见性能够看见是一，然后呢所看见的万象千差万别所以我们了解说这个所见都不一样，那么不一样的形象全部都在我们那个见性之中。
所以释迦牟尼佛呢，就是要阿难呢说你来看啊，这个变化相，相啊，这个以变化来称呢，就是因为它从无然后而有，有了以后啊，它又会转变，所以要变化。那么显现所有的变化，都不实，不实这个真理的状态。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到，我们在凡尘啊，能够呢，追求实相，追求真常，可以说都不多了。那一种不会变化的，没有形象的，我们佛性本体啊，我们大部分都不认识，然后也不投入精神去研究，所以都在这个形象上面用心，都住在形象，形成我们烦恼就很多，不了解呢，那个真理。那假如说我们能够呢，这个回光返照，可以听得到声音吗？消失了转得太小声了啦，刚才是太大，现在是太小，这个叫两边。不是食了伤饱，就是腹肚伤枵要中道，听的这个声音都可以听到，而且又不会有回音，那个呢就是恰到好处。那我们呢就是了解在凡尘也是一样，我们追求就是实相，实在的形象。那实在的形象就是不会变化，那么不会的变化形象就是没有形象。所以我们这样一路研究下来，都将近2年的时间了。那么对不生不灭佛性本体没有形象呢，大家都认识的，认识吗？都认识的。所以我们要追求我们的实相。那么在日常生活之中呢，就是要把实相摆在第一位。那我们了解我们所处的环境都是变化无常，那个叫虚相、假象、幻象都不真。那唯有不生不灭的佛性是真，是实在的。所以叫实。那我们假如说都能够这个在实相之中，那可以说我们都在真理之中，都在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之中。所以各位就是要了解到我们这边这个上课的情形很理想，大家呢都很专注。那假如说我们在家里的时候想看一点经典，想对这里又深入了解，可是呢一翻开经典一走入真理世界然后就开始想打瞌睡了，然后把它盖起来不看了，精神就来了。那就要了解说我们的障碍自己障碍自己那业障蛮显现在眼前。那我们呢，在这个生活态度都需要有所调整，就是要能够感恩，要能够忏悔。因为我们一般呢，一听到要忏悔都会想说我有做不对要忏悔我们有没有做错其实很多时候不知不觉我们都错了。那假如说我们能够时刻呢都能够抱着忏悔的心，那会发现我们错在哪个地方。那知道错，我们就有办法改，对不对？假如说都不知道错，要怎么改就没有那个意愿去改。
所以我们修则改也，修道就是改掉我们脾气毛病。因为佛性里面没有脾气毛病可是我们现在都有，很容易走入情绪化。那只要我们落入情绪就不讲理对这一部分绝对抛开了，都以情绪为主要的考量所以我们才有说这个欢喜就好，欢喜就好，有没有？都会走进来那个情绪的那个领域。然后我们要了解这个情绪它就是我们根尘相对六根对六尘，然后产生出来的东西。那这一些一样也都是变化无常无常变化。那因为我们六道轮回太久不知不觉已经养成习惯习惯性所有习惯性就很难去改变它，甚至都不知道习惯是错不知不觉我们都会显现自以为是，就是骄傲。各位有没有骄傲的心？可能又不承认那我都不骄傲都会这样想。其实我们每个人那个内心都有骄傲的一面。人家讲话我不愿意听，不尊重别人，骄不骄傲？我们有没有这个情形？还很强烈所以就了解到自己的过错自己都不会承认，也没有发现。因为发现怎么改都改不了所以修个几年几十年还是一样没有变化。那以没有变化的那一种形态要去度化别人，别人愿不愿意跟你走？他会想像你这样我才不要是不是这样？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说道很殊胜。那殊胜在什么地方呢？就是我们要把它表现出来我们自己本身这个把脾气毛病都去除掉了，没有脾气毛病，然后对众生很关心很尊重这样子呢整个人都不一样气质也变化然后呢对凡尘的名跟相都已经呢不在意，都能够看得透彻都是假的。那这个时候就真正的走入实相。那么走进实相以后我们一定又会改变。为什么？因为真的越来体会就越深所以从那个直心，然后到达身心，到大悲心这样呢就一层一层的深入我们对那个成道与成佛越来就越充足那个力道就越强修起道来就很快乐不要说等到以后成道了，还没成之前就已经很快乐了。有没有感觉说我们2年多前跟现在心境不一样？有没有比较快乐都写在脸上时常笑眯眯的有没有？上次我们就上个礼拜我们就讲开始修的时候因为都比较常晒太阳面有较乌啦现在较拢侪少咧听课面较白，有没有？有没有发现说面比较好看？所以修道呢会变化。那我们了解相呢由心生我们心里面已经没有埋怨心里面呢已经很舒坦那整个形象就会表现出来那我们周遭亲好友他就喜欢跟我们接触
喜欢跟我们在一起，做人就成功，对不对？我们做人成功吗？这个有没有成功用晓得了不是用回答的。所以了解说在凡尘一切都是假变化无常。那我们呢是要追求实相，追求真的在真理世界之中呢生活完全呢都不一样会给众生利益，可是我们又不会记在脑海这样呢就培养我们那个德行生子得本，往后要做呢工作做得住啦这条人咧给咱摆才袂拍拍来所以我们了解说这个释迦牟尼佛就详细的说我们这个看到万象呢都有它来的地方，然后呢我们归还它的本因它从什么地方来就归还的地方去都可以归还。那唯有我们不生不灭那个真心佛性不用还，要不要还不用还无地害啦，你要害互啥？叫咱家己福性无地害迄个无地害福性就是咱家己，就是我们本身，所以本身呢就是佛因为厄难这个突破本心就突然没有付出代价就得到不生不灭的真心，所以不敢认不敢认为那个就是我们真心那我们丢到人为太久也对自己的那个本性真心也是一样消失一样呢遗失很久。那现在我们有求道虽然说有点到，可是我没有感觉说得到什么，有没有得到什么这个很诚实的没有都没有感觉说得到很奥妙的那个真理没有然后我们假如说有走路那个修道的道路不管是在哪个宗教修持他告诉这个得道的那个方式就叫受记。那在这个受记的那一种条件就是你要修的都已经毛病没有功果圆满才会受记那也要了解说那个都是很不容易像以佛教本身来讲，他要呢经过这个7代的法师才能够得到受记，是大法师有讲经说法，有利益众生有实际的那个呈现才可以那假如说会讲没有人听，没有人会效法，那个是没有用要呢有那个实际的成就7代了，然后才受记，那个叫功果圆满一受记就成佛成就了。现在呢上天台普度，让我们都还没有修到功果圆满我们都受记了。那受记也就是表示我们有成佛资格。那要不要成佛就要看我们现在的所为假如说我们都一直利益众生，然后呢所有利益的事都不记在脑海，那这样的话就进入现分。那么走入现分以后我们那个成道佛的种子那因就很兴盛，那就一定成就了。那假如说我们只有因而没有做那就种子不灭我们这个佛性的种子消灭
那不熄灭的时候啊，这个缘会它会过去，接着啊，我们是五位交替嘛，对不对？然后这个一点到跟我们讲万八逍遥，万八得超然，10800年，12个那个缘会里面的一会，只有这样。然后接着啊，我们人啊，人类生物啊会消灭，接着啊，大地啊，这个整个混沌了，然后天啊，没了。已经呢，只会开天，然后五会啊观天的，那个老母心里面啊就讲得明白，天已经关了，所以下一个缘会啊又开天辟，然后隐会啊，然后人又降世，那降世的时候啊，谁要来？就是有求道没有修的这一些种子不昧啊，他们来。就是啊，在这个山坡啊，这个洗澡，先一先血又被老母收回去了，赶到完成来。这个讲的比较好听了其实是我们起心动念呢才完成来。那我们现在有求道啊，不是很多有求道没有修吗？对不对？那个都叫种子啊不昧。他的那个佛性啊没有消灭，那我们要得说，佛性要是已经呢粉碎变碎灵，就是转世到蚂蚁、蚊虫，那个都碎了，粉碎了。那粉碎了以后要集灵，把那个灵又集合成一个，一个灵的话，才有办法转身呢，我们一个个体的动物，他要了解那个过程要非常久的时间所以灵一分散一碎灵以后就很难再集灵，很久的时间才可以集灵，不是集灵以后就成佛了，而是集灵以后才成一个动物的主体。那有动物的主体你还要有善的因缘，才有人的资格。那转世成人，成人以后就不是说成佛了，还要修持，对不对？对。所以这个过程要成人是很快要成道成佛是很慢，这样知道意思吗？那我们都有这个缘。都可以成道成佛。他说要把握机会赶快把脾气毛病去掉，把我们的佛性都使它发挥光明。那我们之前讲《六坛经》讲《道德经》，现在呢讲这个楞严经，还有我们准备讲的《维摩诘经》都是告诉我们要怎么成佛的方法，所有广泛的一个修持方法，都把它阐释，把它讲解。然后呢，我们知道说，真正的努力修不是很困难，是我们这个三心两意修起来才困难。所以有没有三心两意都很难做到专一，对。因为我们在这个现在的社会这个很发达，那大家呢都想这个掏别人口袋里面的钱都很用心所以发明很多新产品，诱惑力量都很大，看了都很想要。对不对？现在台北世贸展览馆在那展览化妆品，竟然你看那个人海都去抢着要，就是化妆品，又很便宜，大家呢就贪着便宜就挤爆了那个展览馆，很多人那个营业额也很高。大家都去消费，
所以那个是不是在那给人怪？咱遮啦讲若要去遐甲人抢去买物件真俗，毋过车钱真贵，不来的所以就不会跟人家去抢。那我们要了解那一些都是是不是多余的？我们之前都讲，我讲唔免化妆啦，你甲老大家拢共款，年岁一大了你拢共款对不？一不一样？一样。看起来大家拢无什分别都一个样所以我们也不用花那个钱这个擦好以后还要洗掉不洗掉去睡的话，明天皮肤还会出问题是不是这样？画的更加细细你看咱都爱了钱，佫都爱了工是啊，就不用花那个钱。朴素最美丽细细要穿起头上水，是不是这样？所以你看以后上我的课都不敢化妆，可以省掉那个化妆品的钱那个都很贵的平常的话他卖的都很贵所以我们就追求那个实相真正的不生不灭的那个佛性本体我们真真实实的形象实相。那从实相的这个生活里面，我们可以体会很多凡尘不必要的一些尘，凡尘的污垢我们都可以不沾的然后也会发现我们日常在讲的话，大概我们讲10句有9句9都可以不用收，有没有发现？有一寡话拢唔免讲啦，讲出来拢假。尤其或许因为时常都要坐车，大众运输，然后听到车里面的对谈我就想你这话拢会使免讲。他讲的10句我在说那个合拢那一句还讲出来，那一句也可以不要收，所以就11句都不用讲都是多余的假啦然后我们都浪费在这一种多余的那个生活方面，很可惜那假如说我们把这一些精神都用在我们的思想，在佛性本体那就来得非常充实像各位都听了那个《金刚经》，我也不是讲第一份释迦牟尼佛在日常生活之中，把最上乘的佛法整个呈现，有没有？有没有听那个都跟我们凡人一样要吃饭，然后要走路，要穿衣，对。可是他就已经把最上乘佛法无我相、无法相、无非法相整个都呈现。而且一做那个工作30几年，从31岁成道一直讲到68岁，都这个样子然后须菩提看了30几年，才看出巧妙。第一句话就讲稀有，《金刚经》第1本完全没有讲过须菩提那个稀有从哪里来？从领悟而来。竟然佛在传授最上乘佛法，我怎么都没有观知巧妙那一只稀有是很感叹的，那一种迫不及待的赶快来请示释迦牟尼佛领悟的对不对然后释迦牟尼佛也给他一个善哉善来
因为啊，佛要传，没有人看出来，他传不出来啊。被须菩提看出来，可以传了，很高兴所以我们就是了解到，我们的偶像强不强？很强法相呢强不强？也很强非法相呢强不强？也很强所以我们是了解到我们都把身体当成是我，所以我相很强。那佛就讲我在哪里身体的我是天地的物质，水有风土，众缘际会借我们用的，哪一个可以不要还我们哪一个可以不要还？身躯是不是咱的？身躯是天地物质水火风土，不是咱的无一个讲使甲占做家己的，爱害，拢一定爱害啦。绝对要还。所以我们了解身体没有我，身体没有我，要不要固执我们对身固不固执很固执所以这个叫住相，住在身体的形象。身体是假的不是我。我们能够看开了原来身体不是我。那所有的我，那个我就是如来，我就是佛。所以我们那个了了分的知觉性那个就是如来，就是我就是佛，这个才是我，这个都不会生也不会灭的，这个才是我。你把以为认识了没？认识了。有亲切了无？足亲切咱身躯无去这个个对啦所以那个谢谢你你看深信人生可以留下我们累世的记忆。老师是希望我们都能够了解，咱已经经过无数的缘会，对不？咱会记咱缘会内底会一生一世袂，拢袂记哩莫讲累劫累届的缘会啦，咱讲一届就好。这一次的缘会到现在有生路都已经将近6万年。咱轮回几摆唔知嫌一摆嘛唔知已经唔拿啦。若讲安尼拢做好事咱一个缘会内底大概有1000摆的人做人有1000届。不过做了摆咱个想看卖，做前生的时阵他3个月就一生了，3个月都已经一世了。咱做人咱以掐指60年来算，咱出去做家世人60年做家爱偌久？爱几届？几世人？都真济对不？迄都算袂了个1000届迄60年安尼算起来偌济？几摆的生死？生死这真正无了事咱拢唔知影咧拢唔知啦。哪会唔知？都无研究无讲自然都唔知拢唔知影。所以咱受苦受唔知，爱苦的时阵知影啦过去就放袂记所以咱是爱认真一世修一世就成，会当做佛。做佛就唔免生死轮回生个死个生，
所以咱研究生理心法，就是要爱了解，咱生的位倒来，死去倒位啊？各位姐姐，咱死倒来，拢唔知影呢。咱会想讲大概为台来啦，为福建啊，为泉州迄边来，咱爱知影，唔是为遐来，不是的，咱为无极无极，从无极而来，为无到极点，无到极点，那无到极点以后就变有，咱就出世啊！即摆有以后会个归空，个无去，无去个去倒，唔知影。所以这个唔知影原来真久啊，有久无？真久即摆研究是要爱知影，知影讲我安那咧变化，知影讲我安那呢无变化。拢爱彻底了解，了解以后，咱就选一个真理想的目标，前进，去做，完成，就法度恢复甲咧，咱的本来原来的所在，无极。即摆拢咧等啊，等啥？我一口气若无来，我就等下无极里边啊。是不是这样？是不是？不是要去哪里呀？不是要无极几天要去哪里呀？你看，都无研究嘛，都唔知影。所以我们要知道，凡尘的万象万事啊。都含藏在我们佛性本体之中，叫做如来藏。如来含藏万象万事。那我们呢？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如来藏，我们都含藏万象万事，可是都不知道，变成我们现在含藏善恶种子。有藏瓜善恶种子无？我们那个第八阿赖耶识也就是含藏识。那含藏所有善恶的种子，它呢这个一言则化，遇到一言它就发生，发生以后善的呢就是有福报，恶的呢就是有那个不好的遭遇。都要自己本身去承受，所以我们要证悟到实相，证悟到实相以后我们了解说凡尘的所有遭遇都是我们制造因的果报，接受果报，所以我们能够证悟实相，就了解说凡尘的福报有钱有地位。跟凡尘那个街民流浪汉生活都有问题，没有差别。可是我们以现象来论差别很大，大不大？福报跟很坎坷的遭遇差别大不大？非常大。所以我就非常大的差别，产生很强烈的意识。那对不生不灭那个实相，我们就忽略，完全都不管它。所以就形成我们会盲目追求现象。那一旦呢，我们落入现象的追求，烦恼就跟着来。不管得不管失都让我们很的伤脑筋。伤不伤脑筋？所以
现象啊引起我们烦恼，现象啊引起我们所有作为，这样呢，人性的那个美与丑啊，人性的那个丑陋跟美丽啊，就在这一些我们认为的现象里面啊，就产生出来。那我们看到的啊，好的多呢，还是坏的多？坏的多啊，那这个世界就很糟了。是好的多啦，坏的都很少数啦，大部分呢都是很善良，都是好的。我们秉性里面大概都是善的种子比恶的多。那不好的是我以为之我儿才去做的，可是这个我儿才去做的那些坏就让我们会受不了。一旦呢落入善道以后，要再恢复都很不容易。那恢复了以后的里面因为有那一些不良记录它又会呈现。那呈现的时候又会拉我们往下沉沦。这个往上提升都是理想，可是理想跟现实都有一段距离。那我们在完成的这个立志向就很重要，一定呢要坚强我们的意志，是要朝善的方向去行持，然后做了所有的善以后又全部都不记在脑海，这样的话呢，大概我们就会保持每一生每一世都有人的资格，可以当人，可以生活一甲子，就是60年。所以在老一辈的思想当中，你的命假如说没有超过60年，超过60岁，叫做夭寿，夭寿有没有？所以一定呢完成一生下来起码都要经过60年一甲子，这才不枉复我们到凡尘来。那么在这60年中在凡尘就是要有所作为，要对这个众生呢就是帮助，对众生有利益，就是不要危害到众生。可是我们呢，因为要求自己能够享乐，有时候就不管别人受不受苦，所以或许那个朝代有一个片子叫做《看海的路子》，陆小芬主演的，所以有没有看过？他那个就是阐释将自己的快乐建在别人的痛苦上面，那个呢或者看了都很感动，就是一头脑好的头脑，那个痴那个笨的头脑，跳的摕去食啦，误要做戏，以往那个就会比较有那个主题，不像现在好像那个嬉闹，嘻嘻哈哈，没有什么内容的。他以前都有，像一阵子那个搭错车，各位有没有搭错车那个搭错车就是从那个垃圾桶捡到一个孩子，把他扶养。那个主角还是孙越孙越就是捡到那个孩子，以及那个垃圾桶，就是水泥盖的，有一个可以拉开，结果他呢那个酒干糖没有在修酒干
啊，伫个粪扫档看到囡仔咧哭哦，一个显贵讲安尼对一个囡仔，啊，拢甲抱转去饲。等到养大以后啊，养到会赚钱，还没有用到他的钱哦，伊才趁钱要转来给因老爸用啊，哦，他的养父，结果哦，他钱拿回到家，他养父啊断气了，死掉了。所以以往那个真的都是有比较有那个内涵哦。所以我们就是了解到说，在凡尘啊，要及时的，你想孝顺也要及时，等到你说做什么都好了再来做，有时候都来不及了，才有说呢，这个事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啊而亲不待，才有那个话。所以我们在凡尘啊，很多事真的都是活在当下。那活在当下最重要就是要对自己的实相透彻了解，这样呢，你活在当下才有目标，才有依赖。我们依赖不生不灭佛性本体，才能够没有三心，没有四相。那没有三心四相啊，我们现前的一个念头具备万万年。那假如说我们这个生活之中的那个细力事啊都很强，都有三心四相，那我们被三世摄受，一定六道轮回，一定呢在凡尘受苦了，没有出脱的那个日子。那我们呢不研究都不知道说念头竟然会这么厉害。我都在想名无害人啊，结果害谁？害到自己了啦，害到自己进入六道轮回，所以要学容不容易呀？要有三心容不容易呀？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呀，不要再回想，未来也不用策划，再呢你也不用把握，好像跟凡俗都不同了很多人会反对，未来没有什么要先策划，因为策划赶不上变化，变化比较快，那个策划要用。佛性都不要用，所以佛性里面不要有过去，